据说是做了什么护卫，具体的他也没说清楚。不过这有钱人家的钱哪是那么好赚的？他说主家出了事，他因为受牵连，也弄得家破人亡。哎，这人呐，想多大的富贵，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要我说，还是我们这样老老实实的种地好。靠天吃饭也要看老天爷高不高兴。你别忘了，前些年我们差点连税粮都交不起，东拼西凑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哎，是，我那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还是像洛心这样有功名好，能领朝廷的俸禄，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裴树见这两口子越说越远，完全背离了自己刚才的话题。你那个朋友就没说过他在京中是为谁卖命的？那都没来得及说呢，人就没了，那他就没交代别的。话音刚落，他就感觉一道锐利的目光朝自己看了过来，萧木双眼如利剑一样盯在他的脸上。裴神医似乎对我的过去很感兴趣，我就随便问问。事情解释清楚了，徐正香又想到了其他的问题。洛心呐，你说咱们这手里有了银子了，那个店咱们还开吗？当然要开了。其他人说话的时候，叶洛心就一直在吃饭。等这会儿大家都说完了，他也差不多吃饱了。皇帝上的银子虽然也不少，但是往长远了看，肯定还不够用。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能保证地里的庄稼年年都有丰收。况且小景要读书，将来要是考上进士，难免得上下打点。就算不说那么远的，咱们现在吃鸡肉火锅、兔肉火锅，明天又想吃牛肉火锅，后天也许还想吃羊肉、驴肉火锅，这些不都得银子？我们不能坐吃山空。徐正香本来觉得1000两银子很多，可是叶洛心这么一说，他又觉得这点银子好像也干不了什么。洛心说的对，我们还得多挣点钱。我老太太没什么想法，以后家里做生意的事就由洛心做主。你们要是想跟着挣钱，就按照他说的去做，要是不想听，那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掺和进来。我们都听弟妹的，我嫂子说的都对。萧木点点头，我自然是听娘子的。我都听你娘的，你娘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晚上回到房间，萧木非缠着叶洛心，让他把如人服又穿了一次给自己看。娘子穿这个真好看。萧木坐在凳子上，一本正经地夸赞道。叶洛心却有些不好意思，好看是好看，就是太重了。那我服侍如人更衣。萧木说着站了起来，你别乱来啊。不敢惊扰了如人，小的只是想服侍你而已。萧木说到做到，他真的只是帮叶洛心脱下了礼服。夫人如今是有官身的人了，以后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叶洛心正在整理礼衣。夫君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只是随便问问，娘子不要在意。如果今天被封的是夫君，夫君会觉得我配不上你，转头纳妾吗？当然不会。那如果别人觉得我配不上你，让你纳妾呢？我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夫人都维护不了，还做什么大丈夫？我也一样。叶洛心凑上去，在萧木的唇边轻轻地啄了一下。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萧木心口一酥，随即僵在当场。他没想到叶洛心会主动，更没想到他会给自己说情话，而且说的这么好听。但他显然低估了叶洛心的本事。就在他刚刚缓过来一点的时候，叶洛心突然扬起身子，双臂勾住萧木的脖子，他身体好像马上就要炸开了，于是当即伸手将叶洛心抱入寝褥之间。叶洛心仿佛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只能不断的沉浮。两人食髓之味已经越陷越深。浪潮暂停后，萧木将头埋在叶洛心的颈间，一呼一吸之间全是他身上的梨花香味。我想洗澡。萧木这才起身，抱着他一起去了浴室。浴桶里，叶洛心的眼睛还是亮亮的，他看着萧木身上的痕迹。你也太心急了，我从书上学到的东西还没施展出来1/3。萧木立刻就明白叶洛心说的书是哪一本，他有些惊讶地看向叶洛心。叶洛心也十分坦荡地看了回去。那下次我忍一忍，让你把剩下的2分也施展出来。第二天，叶洛心和萧木早起就去了县城。今天不光要去铺子里看一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买一辆马车。店铺开张后，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往县城跑，自己有一辆车是最方便的。马行里的马匹很多，叶洛心不懂，只站在一边看。就见萧木在里面踱来踱去，一会儿看看马的鬃毛，一会儿又掰开马的嘴巴，看看它的牙齿。挑了半天，终于挑了一匹枣红色的马。马行掌柜将马牵了出来。客官果然识货，这匹马是我前不久刚刚淘到的，膘肥体壮，正值壮年，可是咱们这儿不可多得的好马呢。这匹马左后腿弯曲，一看就是受过伤的。这伤若是能养好还好说，养不好就是个跛子。
就这样的你也叫最好的马？掌柜的一听萧木的话，就知道自己是碰上真懂行的了。小商不碍事的，哈哈，你们要是喜欢，我就给你让点价格，就50两银子吧，30两。你这价格给的也太低了，这匹马我买来的时候还花了35两银子呢，你这一出手就让我坐地赔了5两银子，这些天的草料钱我还没算呢，就30两，不卖我们就走了。好，我看你们和这匹马也是有缘，既然这样，这匹马我就卖给你们，你们若是给它治好了，也算是他的造化。萧木交了银子，将马寄存在掌柜这里，两个人又去订了车。路上，叶落心看着马匹受伤的左后腿，有些担心。夫君，这匹马真的受过伤啊？萧木点了点头。那能治好不？掌柜肯降价卖给咱们，是不是因为给马治病太贵了？有这方面的原因。萧木转头看着叶落心，轻轻笑了笑。不过这确实是匹好马，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担心给马治疗的费用。裴神医不是在家闲着的吗？这日秋风不燥，阳光正好，京城最有名的国医圣手，世家贵族预约2个月都不一定能看上诊的大梁神医裴树，此刻正蹲在萧家门前，对着马屁股出神。这匹枣红马性子虽然温顺，但是被别人盯屁股盯久了，也难免焦躁。他不耐烦地甩了甩尾巴。该死！裴神医，我看你都在这蹲了半天了，这马腿能治吗？小老弟，你这是瞧不起谁呢？这点小毛病还能难得倒我？我看你在这蹲半天了，一直没有动手，我以为治不了呢。这有什么难的？他这一看就是受了外伤，因为一直没有医治，伤口处自己又长好了，但是里面的箭头没有取出来，这块肉里面估计全都是脓水。这么严重，那还能治好吗？这点小伤就是看着严重，其实没什么大事，只要开刀取出箭头，再把腐肉割掉就行了。果然是神医，一眼就能看出病因所在。你也知道我是神医。对啊。萧长河没听懂裴叔的意思。老子是神医，不是兽医。自从来了你家，前有夜猫后有马，你家就是把我当免费兽医在用是吧？萧长河的脸立刻就红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孩子不懂事，要不你看看需要多少诊金，我让他们给你拿。我再说一遍，老子不是兽医，多少诊金我都不干。对。萧长河有些无措，正想着该怎么安抚这位神医。你把这个马腿绑起来，前面也用绳子拴好，一会儿我割腐肉的时候让他别乱动。好。他赶紧拿来绳子，先把马的缰绳拴牢，然后用绳子将马的2条后腿都固定住。裴树回屋拿来自己的药箱，从里面拿出一个鹿皮袋子，里面是7、8把不同形状的小刀。他挑出一把刀刃最长的，走到枣红马身后，然后手起刀落，一个利落的回旋，就从马的左后腿剜下一块肉来。枣红马疼得仰天长鸣。裴树又清理了一下创口，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瓷瓶，将瓷瓶里的药粉倒在伤口上。药粉倒上没一会儿，枣红马就安静下来，伤口也不再流血了。这样就成了？这是要换的药。裴树将瓷瓶塞到萧长河的手中。3天后再上一次药，7天后就能痊愈了。以后这匹马的事不要再找我。行。不过洛心昨天说了，家里兔子越来越多，以后难免生病。裴神医要是有什么灵丹妙药，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我们也好防备着点儿。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还没等说完，裴树就甩了甩袖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店里收拾的差不多了，这几天萧木和叶落心干脆住在了铺子里。3天后，两人回到家里，并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店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妥当，7天后就可以开业了。这么快？徐正香和杨凤都很兴奋。哎呀，这日子是先生算好的吗？是。叶落心笑眯眯地回答：我和夫君特意去庙里求的黄道吉日。那我们开业那天都要做什么呀？这突然就要开始了，我有点不知道从哪入手。娘，你和嫂子负责在厨房给我看火和打下手，大花小花这几天先去帮忙洗菜打扫厨房，爹和大哥他们就负责收拾兔子，再给咱们送过来。好，你心里有数，我们就不慌了。洛心呐，咱们这个兔子要卖多少钱一只才能赚钱呢？你算过账了没有？算过了，娘，而且我们也打听过了，现在城里卤味卖的最贵的是摘星楼，他家的卤猪肘要卖到400文一斤，咱们也不多卖，也卖400文一斤就行。这么贵？虽然有了心理准备，萧松还是被这个价格给惊到了。这是不是太贵了？大哥，他家的是猪肘，我们的是兔肉，野味本来就是要贵一些的，而且我敢说咱们家的味道一定比摘星楼的好，这样算起来我们也是便宜的。400文一斤，我们能赚多少钱？
徐正香倒没有纠结价格，而是问了一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按市价来算，一斤兔子50文钱，一只5斤的兔子也就是250文钱。剥了皮，清除了内脏之后，一只兔子差不多还剩2斤半。按400文一斤算，一只兔子就是1000文。也就是说，宰杀一只5斤重的兔子，刨去兔子和调料的钱，咱们还能赚到差不多700文钱。而我们的兔子是自己养的，成本价格还要再往下降，一只兔子最少能赚800文钱。说到这里，叶洛心停了一下，他看着大家还算镇定。假如我们一天做20只兔子，那么每天就能赚到16两银子，1个月就是480两，一年就是5760两。啊！我的天哪！徐正香听完，嗓子干得说不出话。肖长河则扑通一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么多呀！肖长河腿脚发软，肖木上去搀扶了一下，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嫂子，你是不是算错了？萧景也不敢相信，他按照叶洛心说的价格，他在心中默算了一下，还真是那么多，5000多两银子，他们一年就能赚出5个皇帝的赏赐。除了叶洛心和萧木，萧家其他人都在消化这个惊人的数字，只有裴树在一旁暗暗点了点头。他们一开始说要开店的时候，裴树只当作是小孩子手里有了点钱在胡闹，一个卖兔肉的能赚几个钱，早晚有他们叫苦的时候。可听见叶洛心这么说完之后，他忽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女子。那个，我就是问一下呀，咱们能一天卖出去20只兔子吗？村里人可能觉得贵，但是我之前问过了，摘星阁的卤猪肘一天都能卖出几十个呢。这东西谁家也不是天天吃，能吃得起的人还是不少的。那是摘星阁呀，去里面吃饭的都是有钱人，咱们这个小店有钱人看得上吗？那咱们就得做得特别一点，让他们觉得我家的兔肉非吃到不可。听完叶洛心的话，大家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样让有钱人知道自家的店，但是洛心一定会有办法的，他总是有办法的。7天后，新月斋新店开业，门口聚集了一大波看热闹的人。这个店铺是做什么的？好像是卖卤肉的。卤肉可以，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原来酒楼的好吃。酒楼原来的大厨不是去摘星楼了吗？想吃酒楼的味道，就去摘星楼买啊。嗨，别提了，我原本喜欢吃的那个卤猪肘，酒楼只卖150文，到了摘星楼就卖到400文1斤了。我可吃不起那么贵的东西。这么贵？那我也不吃了。不知道这家卖的是什么。几个人又往里探了探头，第一个踏进铺子的人又一脚踏了回去。这里收拾的这么漂亮，东西一看就很贵，我还是不买了。别人一看他的架势，也都犹豫地停住了脚步。一时间，新月斋的门口人声鼎沸，屋子里却没有一个人进来。大家都堵在门口干什么？进来看看呀，看看又不花钱，而且我还给大家准备了试吃的兔肉，先到先得。一听这话，终于有人忍不住一脚踏了进来。他这一进来，别人也跟着走了进来。这新月斋里十分整洁，卖的东西也非常单一，3个柜台里都只有整只的兔肉。这兔肉色泽红润，被摆在一样大小的白色瓷盘内。玉兔卧盘香满屋，光是闻着这个味道就知道这卤兔肉味道一定十分好。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说道：这香味我早就闻到了，颜色看起来也很不错，一看就忍不住咽口水。旁边铺子的掌柜也说道：这色香都有了，就是不知道味怎么样，光是好闻好看，味道难吃也是百搭呀。我这盘子里有撕开的兔肉，大家可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那个书生模样的人第一个伸出手，他挑了一块兔肉放进嘴里，然后闭上眼睛慢慢咀嚼。其他人暂时没有动手，都盯着书生看。鲜香浓郁，越到后面越能吃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香气，果然很妙。吕秀才真这么好吃？我吕某人生平从不说谎，这新月斋的食物色香味俱全，可以说是咱们清河县里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听吕秀才这么夸，大家也都不再客气，纷纷拿几块肉放到嘴里品尝。每一个人脸上都露出惊喜的神色。叶洛心看着吕秀才，朝萧木眨眨眼，那意思你搁哪里找来的这么个托儿啊？萧木轻轻摇头，表示我也不知道啊。这卤兔肉怎么卖？400文1斤。什么？400文？这不是和摘星楼的卤肉一个价格了？吃不起。姑娘，你这个店虽然收拾的清雅别致，可是卖的毕竟是卤肉，这个价格有些太高了，你要不要考虑卖便宜一些呀？萧家人听了大家的议论，心中也都没了底。对呀，太贵了，他们自己都觉得贵，别人一说，他们就更没底气了。叶洛心却丝毫不受影响。大家若是吃过别人家的卤兔肉，肯定能尝出来，我家的肉质和那个不一样。大家细品，我家的兔肉肉质细嫩，刚入口的时候只觉得鲜香，但是细细品味下来，里面还有回甘的香味。你还别说，确实是有回甘的香味。
肉质也很嫩。这个香味就是我们家卤肉的特点，我敢说，除了我们家，别人家绝对做不出这个味道来。可是这价格太高，一只卤兔少说也得1两银子，我们也吃不起啊。本店半只起卖，有想要半只的，我们可以现场给切。野味本来就难得，谁家也不能天天吃，偶尔花上1两银子吃一次，尝尝味道，还是很值得的。当然，不买也没关系，大家尝完之后，若是觉得好，就帮忙宣传宣传。之后一旦想吃了，随时都可以来买。哎，算了，太贵了，不买了。听叶洛心说完，有人已经转身离开。对此，叶洛心并没有挽留，舍不得花钱的这些人并不是他的目标客户。他对剩下的人接着说道：兔子难得，平时哪儿是想吃就能吃到的，但是在我们新月斋，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到最美味的卤兔肉。不过我们每天也只能做20只，大家记着，若是想买，一定要早点过来。那给我来1只，我带回去给我夫人尝尝。好。叶洛心朝杨凤点头，杨凤立刻将兔子过了秤，让萧松算好价格，一共是1两2钱。陈老板付了钱，杨凤已经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食盒，将兔子用纸包好，放在了食盒里面。食盒是叶洛心专门定做的，用竹子编成，外面绘着一轮明月和一个身着粉色长裙的女子背影。女子望月而去，寥寥几笔就把嫦娥奔月的意境描绘得栩栩如生。陈掌柜原本也觉得贵，买来只图个新鲜，可看到食盒上的画，他又觉得十分新奇。闻之有香，观之有画，食之有味，妙哉妙哉。陈掌柜提着食盒，口中念念有词。他走出店铺后，叶罗心看了一圈，剩下的人竟然没有要买的。这位公子刚刚对我们的卤兔赞不绝口，公子不买1只吗？小生虽然觉得这兔肉乃人间美味，只可惜囊中羞涩。不过姑娘若是愿意送我1只兔子，我愿意将新月斋写在我的画本子里。我绝不是白痴，等我的画本子火了，一定让全大梁的人都知道新月斋的存在。围观人一听都窃笑起来，哼，真不要脸，还全大梁的人都知道呢。空手套白狼啊！他都写了几年的画本子了，没见有一本好看的。老板又不是傻子，怎么会信他的话？吕秀才在众人的议论中头越来越低，就在他打算夺门而逃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悦耳的声音说：好呀。他不敢置信地抬起头，就见叶洛心俊俏的脸庞上带着微笑，没有讥讽，没有嘲笑，只是很温柔的笑容，笑容里似乎还带着些鼓励。真的？自然是真的。叶洛心示意杨凤又给吕秀才装了一份。你们就等着吧，等我出了书，一定马上给老板娘送过来。静候佳作。众人目送吕秀才拿着兔肉走了，其他人有点羡慕，可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写画本子的本事。议论2句之后就都散了。一时间新月斋里只剩下萧家人。刚才来了那么多人，徐正香还以为他们做的这20只会不够卖，结果人群都散了，才卖出去2只，有1只还是白送的。洛心，我怎么觉得这个情况不太好啊？我担心我们这20只卖不完。娘，哪有早上刚开业就能把货全都卖光的？咱们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呢。啊，那倒也是，大家伙儿都嫌贵，咱们要不要便宜一点呢？价格是之前就定好的，如果卖便宜了，我们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况且摘星楼能卖那么贵，我们怎么就不行了？娘，你放宽心，别太紧张。啊，对，哎呀，我就是太紧张了，从早上起来，我这心就一直没放下去过。那什么，娘不在你面前唠叨了，都按你说的做。快晌午了，我去后面做午饭去。徐正香说完走向厨房，就在他踏入厨房的同时，店里又进来了2个人，两人一身伙计打扮。老板，给我们来5只卤兔。2位可是摘星楼的。老板娘好眼力，掌柜的让我们赶紧买5只卤兔救急呢。怎么这么急？县令大人来我们店里吃饭了，大人点名要吃卤兔肉，可惜今天早上集市里的兔子都被买完了，我们转了一圈都没找到，听见这边有卖的就赶紧过来了。那怎么要买5只这么多？掌柜的说多备几只，万一县令大人只喜欢吃前腿或者只喜欢吃脖子，我们总不能说没有吧。县令大人吃个饭这么挑剔的吗？没准真的是这样的。5只兔子全都包好，一共是7两1钱银子。小伙计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10两银子交到了柜台。萧松赶紧把多余的钱找了回来。等2个伙计一走，杨凤凑到叶洛心身边：弟妹，县令大人不是跟你和二弟很熟吗？他想吃卤兔肉，怎么不来咱们家吃啊？还是说咱家今天开业，你们没给县令大人送帖子？叶洛心看了看2个人远去的背影，轻声笑道：县令大人就是知道我们今天开业，才去摘星楼吃卤兔肉的啊。杨凤糊涂了。阿凤，你还不明白吗？弟妹的意思是，人家县令大人是故意去摘星楼吃卤兔肉，好让他们来咱家买呢。县令大人真是好人，竟然肯这样帮我们。什么？不是，你等等，你是说
县令大人是故意今天去摘星楼吃饭，然后故意点卤兔肉，让摘星楼来我们这里来买。对啊，萧松应了一声，又看向叶洛心，叶洛心也点了点头。可县令大人为什么这么做啊？摘星楼来买我们的兔子给县令大人吃，然后呢？然后县令大人在摘星楼吃了咱们家的兔肉，赞不绝口。这样一来，不光是摘星楼的掌柜知道咱们家兔肉好吃，就连他家客人也会有人知道。有了这个名声，我们就能把摘星楼的客人抢过来了，对不对，弟妹？大哥说的对，但也不全对。我家的兔肉虽然好吃，但毕竟没有摘星楼那样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多菜肴可供选择。想在酒楼吃饭的话，人家肯定还是选摘星楼，而不会选我们。我们其实抢不来摘星楼的客人，不过我就是想让咱们家的新月斋一开业就在清河县出名，让大家都知道新月斋的兔肉县令大人吃了多说好。这样一来，他们在家想吃了或者办家宴的时候，就会考虑来我们这里买兔肉。杨凤终于听明白了，她盯着叶洛心的脸，左看看右看看，扑哧一下笑出声。你这个脑袋里是不是住着神仙呢？怎么这么好使啊？叶洛心这会儿也心情大好，两个人对着笑作一团。萧松想了想，这个方法虽然好，但还是有风险的。有什么风险？万一今天摘星楼买到了兔子，人家自己做了呢？难道要让县令大人说他只想吃新月斋的兔子？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只能麻烦县令大人帮我们说话了。不过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正说到这儿，萧木从外面回来，身上背着一个背篓，手里拎着2只兔子。老二，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还拿着兔子啊？他去集市上收兔子了。我们3天前就已经和常来的县城的几个猎户说好了，这3天的兔子我们全都要，收的价格还要比别的店多5文。妙啊妙啊！这样一来，不光摘星楼今天没有兔肉卖，别的酒楼也都没有了。辛苦了，今天一共收了几只呀？6只，不过6只都是死的，有2只毛皮也破损了，不如我们自己家养的好。没关系，一会儿你把这6只收拾出来，下午卤好了，我们拿去送人。几个人正说着话，徐正香从厨房走了出来。我煮了面，都来吃饭吧。娘，杨凤赶紧跑过去。你刚离开这一会儿，我们又卖出去5只兔子呢。啊，这么快？徐正香有些不敢相信。他数了数，果然又少了5只，这才相信了。哎呀，卖得这么快呀，都是弟妹想的办法。娘，我跟你讲，弟妹和二弟这真是太聪明了，他们竟然请动了县令大人。杨凤表情夸张地给徐正香讲自己刚刚听来的事儿，两个人边说边往后厨走。萧松让叶洛心和萧木也赶紧去吃饭，他一个人守在前面。你们2个也真是有办法，竟然连县令大人都请得动。萧木看了叶洛心一眼，都是娘子想的办法。都是夫君说动的县令大人，还是夫君有办法。杨凤吃完了半碗面，本来还想再盛一碗，可是看见2个人的笑容，她忽然觉得自己肚子饱了。哎，我吃啥了？怎么就饱了呢？萧木和叶洛心2人吃完饭出来替换萧松，萧松告诉他们，这会儿功夫自己又卖出了1只兔子。我看呢，咱家的兔子不愁卖。萧松一脸兴奋，叶洛心2人也相视一笑。大卖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摘星楼内，县令带着师爷、县城和4个捕快在雅间里吃饭。大人，属下愚钝，实在不记得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大人请我们吃饭，可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还请大人明示。怎么，本官请你们吃饭还得找理由？没有，小的知道了，大人只是体恤下属，知道就快吃吧，话那么多。其他人见师爷吃瘪，更是不敢言语，全都闷头吃饭。菜上到一半时，摘香楼的掌柜李永寿走进来，亲自端上了县令大人点名要吃的卤兔肉。大人，您觉得本店的菜可还合您的胃口？尚可。刘县令言简意赅，他夹了一块兔肉放进口中，慢慢嚼了2下。这个是你们店里做的？今天没买到活兔子，这个是我刚才让伙计去外面新月斋买来的。大人要是觉得不行，我给您换一道我们店里招牌卤猪肘，瘦而不柴，咸中带甘，好菜。几个手下一听，全都夹了一块兔肉放进嘴里。好吃，可以被评为今日最佳菜肴。刘勉见李永寿还站在那里，便夹起一块兔肉递给他。李掌柜见识广，你给评价评价。李永寿受宠若惊，县令大人竟然给他夹菜，这是何等好运气啊！他赶紧将兔肉接了过来，本想顺着几人的口风夸赞2句，可真的尝到味道之后，他眼睛都瞪直了。原来他们刚刚所言非虚，这个卤兔肉确实味道非同一般。怎么样？好吃就对了，我也觉得好吃，这恐怕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卤肉了。刘勉觉得自己今天这趟来对了。昨天萧木来找他的时候，他本想一口拒绝，身为清河县县令，他怎么可能答应做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当萧木拿出了杀手锏，
他当初在茶楼花掉的那颗金瓜子的时候，刘勉不得不答应下来，那可是他最宝贵的金瓜子，少一颗就跟要了命一样的。大人也不必为难，只是让您去摘星楼吃个饭而已。您若是答应了，这颗金瓜子就是您的饭钱，我送给您了。刘勉觉得自己以前真是眼瞎，怎么会觉得萧木憨厚又没见识呢？这就是个汤圆啊，还是个黑芝麻馅的。哎呀，没有办法，他只好答应下来，顶多是昧着良心说句他家的卤兔肉好吃，结果没想到这玩意儿是真的好吃。李掌柜觉得比你家的卤猪肘又如何？比我家的卤肉多了一份清香，少了一份油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刘勉闻言点了点头。一个时辰后，县衙里的几位老爷满意的离开了摘星楼。县令大人力赞新月斋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好奇的特意绕路来店里买一只卤兔，他们倒是要看看被县令赞赏的卤兔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到申时，店里的20只卤兔就全都卖完了。叶落心后座的6只卤兔也正好出锅，他让徐正香和杨凤他们先回家，他和萧木要去给县令家里送2只兔子。应该的，应该的，县令大人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呢。叶落心不置可否，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萧木拎着2盒卤兔肉，2个人一起出门去了县令大人家，管家便将2人带到了县令夫人面前。夫人，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卤兔肉，今天新店开张，我们2个特意送来给夫人沾沾喜气。叶落心送上了10盒，袁夫人赶紧接了过来。慧如人实在是太客气了，慧如人受封，我本来应该去贺喜的，怎么好意思让你们送礼过来？夫人不必客气，我能受封都是县令大人帮忙，说起来也得是我们来感谢才对。哪里，都别客气了，快进屋。袁夫人让2人进屋喝茶，萧木以男子身份不便为由推辞了，于是萧木留在院子里，只有叶落心跟着袁夫人进了屋内。我昨天就听我家老爷说了，今天要去给你们捧场，他这个人平时端架子端惯了，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没有给你们添麻烦吧？多亏了大人，我家的卤兔今天卖得十分好。对了，除了兔肉，我还给夫人带了小玩意儿。叶落心说着，从随身的袋子里拿出了2个雪白的小荷包。夫人，这是我用兔子毛皮做成的小荷包，你看好看吗？哟，这东西怎么这么好看呀？他接过荷包，小心地抚摸着荷包外面的绒毛，一边摸一边说：这么白，这么软，真是看得我的心都化了。夫人喜欢就好。叶落心笑着说：这个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袁夫人惊讶地看了看叶落心的双手。哪能呢，是我家大花做的，这孩子的手很巧，最会绣这些东西，这心思巧妙的，简直比秀禾庄的绣娘还要厉害。夫人若是喜欢，以后有新样式了，我再给你送过来。那怎么好意思，这兔子毛皮本来就贵，哪能让你再送我？若是再有好看的，我花银子来买。夫人觉得这个东西有人愿意买吗？这才是他今天来县令家里的真正原因。在计划做卤兔肉的同一时间，叶落心就想到了兔皮的用法。若是卖给皮货商，一张完整的兔皮大概能卖到20文钱，这个价格太低了，根本就不在叶落心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他想到了要用兔皮做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本来他还有些担心，日常见到大家用兽皮做的最多的就是入店、围脖和大氅。今天看见袁夫人的反应，他终于有了信心。新奇的东西总是会有莫名的吸引力。夫人若是带着这个出门，遇到感兴趣的人，还麻烦夫人帮着引荐一下。袁夫人也是个聪明的，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叶落心的意思。上午刚刚找自家老爷给宣传了卤兔肉，下午就来找自己给宣传兔毛荷包了。可他并没有觉得冒犯，反倒觉得叶落心这样聪明又有本事的自己很喜欢。那是自然了，我敢保证咱们清河县这些个夫人里面肯定有很多和我一样喜欢这兔毛荷包的，只是他又看了一下荷包，我见到的兔毛大多是土黄色的，我家马车上用的皮垫子也是土黄色的，你这纯白的兔毛是如何得来的？叶落心拿起荷包指给他看。夫人你看，这荷包的边缘有些微的不整齐，就是因为我们用的这张兔皮并不全是白色的，我只是选了白色多的这部分切下来再拼接而成的。原来是这样。袁夫人点了点头。我就说我很少见到白色兔子，虽然少见倒也不是没有，只要有意用白色的兔子一代一代繁殖下去，早晚都会有成群结队的白色兔子。真的？袁夫人惊讶地用手捂住了嘴。慧如人，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什么都懂？这些都是我夫君告诉我的。叶落心眼都不眨地撒谎道。萧木站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他看了看天，天色已经有些晚了，再不走到家天就要黑了。萧木走到房门前，正准备敲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是什么人？竟敢闯进县衙后院来？萧木回头看，只见一个姑娘约莫14、15岁，穿着一身火红色的罗纱裙，正叉着腰在后面看他。我是来送礼的。我爹又不在，我娘怎么可能接待男客？你少唬我！
来人，把这个大胆贼人给我抓起来！小姑娘话音刚落，袁夫人站在门口，对着红衣姑娘道：小祖宗，你又出的哪门子风？这可是惠如人的家人。惠如人？只见娘亲身后站着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妇人，这就是爹说的惠如人？这还能有假？快来给惠如人行礼！刘小姐见到叶落心之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她一脸的不高兴，更不肯过来行礼。袁夫人倒是觉得奇怪，自己女儿平时虽然娇惯了些，但是规矩还是懂的，怎么今天这么没规矩？西月，你在干什么？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夫人，我与夫人也算是一见如故，何必讲究这些虚礼？时候不早了，我们夫妻俩就告辞了。叶落心说着就想要走，萧默也转过了身，准备一起离开。谁知道这位刘大小姐却突然大声质问道：惠如人，你既然已经成亲了，怎么还让徐才那个臭小子喜欢你？据我所知，如人也不能有2个相公吧？袁夫人大吃一惊，赶紧上前2步，一把捂住了女儿的嘴。你这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胡说八道什么呢？夫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如放开小姐，咱们敞开了说。袁夫人很不好意思，这孩子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惠如人可千万别觉得冒犯。娘，你干嘛要捂我的嘴？我说错了吗？叶落心朝前走了一步。刘小姐刚刚说徐才喜欢我，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这还用谁跟我说嘛？徐才走之前在我面前提了好几次你，原本我还没有多想，可是你长得这么漂亮，徐才若不是看上你了，怎么会一直念叨你？叶落心看了一眼萧默，见萧默依旧冷着一张脸。徐才提起我。说到这里时，叶落心这才想起来，袁夫人之前说过，她家的女儿和徐才是定过亲的，只是因为徐才和父亲回了老家，这门亲事可能要作罢。但是当初袁夫人不是说2个孩子都不愿意吗？看刘小姐这个意思，也不像是不愿意的样子啊。小姐可能误会了，徐才在我家的时候，天天不是挑土就是放鹅，他若是总提起我，估计是恨我呢。才不是，他还说我脑子里都是浆糊，离你差远了。他真这么说？这回叶落心也觉得惊讶了，不过以他对徐才的了解，也大概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可能是因为我们2个在生意经上有了相同的见解，不过这算不上是什么喜欢，我也更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想法。你看不上他？刘希月忽然变了神色，认真的盯着叶落心看。叶落心被他这种小女子毫不掩饰的占有欲给逗笑了，他指了指萧默：我都已经有夫君了，而且他靠近刘希月的耳朵，我喜欢我夫君这种孔武有力的，像徐才那种毛头小子根本不是我的菜。你的菜？什么菜？刘希月一脸迷惑，看了看萧默，萧默感受到了刘希月的目光，也看了过来，就见叶落心一脸俏皮的凑在刘希月的耳边说着什么。嘘，我就知道徐才这种臭小子谁会喜欢他呀？你不是挺喜欢吗？叶落心直接点破了他的心事，刘希月立刻红了脸。我才不喜欢！你们都还小呢，这种事说不准的。袁夫人见2个人说到一块儿去了，赶紧又招呼刘希月给叶落心见礼。你们总是说如人夫人，我还以为这位萧夫人有多老呢，要我看还是叫姐姐比较好。你这么没大没小，让你爹知道，看他骂不骂你。我爹懂什么？你们那么叫都把人叫老了，是不是叶姐姐？还是叫姐姐吧。叶落心没想到自己能和县令的女儿这么快打成一片，看来她的脾气随了娘，和袁夫人一样都是爽快的性子。既然你叫我一声姐姐了，那我再送你一样好东西。叶落心说着，把手伸进挎着的布兜，又从里面掏出了一个圆溜溜的兔子毛球。啊，这么可爱！刘希月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简单装饰用的。你不喜欢佩戴什么玉器，把这个毛球挂在腰间，再挂个铃铛，走路的时候叮铃叮铃的，一定很有意思。哇，我喜欢！刘希月一把把小毛球捧在手心。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他又从手上褪下一个玉镯，硬是套在了叶落心的手腕上。不能白收姐姐的礼物，这个就送给姐姐了。这怎么好意思啊？这个毛球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对我来说，特别的就是好的。姐姐若是不收，就是嫌弃我的回礼不好。不是，叶落心还想拒绝。惠如人就别客气了，希月是因为喜欢你才肯把镯子送你的，你要是再推辞，他该不高兴了。见母女2个都这么坚持，叶落心也不再拒绝。那我就收下了，以后得了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我再给2位送过来。说完之后，叶落心和萧默就告辞，离开了县令家里。回去的路上，叶落心一直很开心，嘴边还哼着小曲。萧默看了他好几眼，很开心。叶落心点了点头。你看到了吗？县令夫人和他家小姐都很喜欢大花做的小玩意儿呢，这东西做出来一定大受欢迎。你刚刚趴在刘小姐耳边说了什么？2个人神神秘秘的说完之后，那位刘小姐立刻就改变了态度。说了什么？
叶洛心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你说不喜欢徐才之后。哦，那个啊，我是说我只喜欢你这样的，徐才他不如你。萧木看了他一眼，叶洛心点头确认，他确实不如你啊。两个人又去铺子里看了一眼，确定都没有问题了，这才赶着马车回家。到家的时候，徐正香和杨凤在厨房忙着做饭，大花小花在后院喂大鹅和兔子，萧松萧景则帮着萧长河一起在揉制兔皮。叶洛心进门就听见萧长河正在给两个儿子传授技术。这个石灰水的浓度一定要掌握好，太浓了容易熟过头，太少了熟的程度不够。那得什么样的才算是正好？1份石灰4份水，按这个分量肯定不会出错。想当年，爹，我们回来了。萧长河赶紧放下手上的活，招呼两人道：回来了，今天都累了吧？快进屋歇着去。萧景凑了上来，嫂子，听说今天的卤兔肉全都卖完了，咱家的生意可真好。还行，都是大家功劳。叶洛心应承道，他又转头问萧长河：爹，熟好的皮子有多少了？晾好的差不多有10几张了，今天的这20张还得几天才能好。好，爹，你要是觉得累了就歇一歇，以后兔皮越来越多，干不过来的时候，咱们雇个人帮你一起。不用，我应付得过来。徐正香听见外面的动静，出来招呼道：都回来了，洗手吃饭吧。好嘞，你们吃吧，我要趁着还有光亮把这些皮子再检查一遍。爹，那我帮你吧。萧木和萧景也停下了脚步。就你们那半吊子水平，能检查出来什么？我得自己一一看过才能放心。别管他，让他一个人弄，你们都回来吃饭。几个人只好都回了屋。你爹他揉制这个皮子，心里高兴着呢，你们都不用管，他愿意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好，大家这才心安理得地吃起了饭。今天裴神医没回来，据说是孔夫子那边到了关键时候，这几天裴神医都要留在那边。大花小花忙完之后就回了自己屋吃饭，堂屋里今天就只有萧家自己人。等饭吃的差不多的时候，今天我们的20只卤兔全都卖出去了，我盘点了一下，一共卖了差不多24两银子。这么多？其余人都很兴奋。叶洛心点头，这和当初预计的差不多，只要能每天维持这个量，我们每个月就能保证600两银子的收入。好多银子，这是没有刨去成本的。对，就是没有刨去成本的，刨去成本收入也很可观。不过我之后还打算开别的铺子，所以这笔钱不能乱用。那是自然，这笔钱都是你们二房的，我们只是给你们帮忙，不能让大家白帮忙，所以月底我会给大家发工钱。哎，不用，嫂子你太客气了，本来就是应该付的，虽然不能算得那么明白，但是我也会考虑每个人的工作量，只要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会支付每个人5两银子。在此基础上，爹每个月额外支付5两银子，除了小景外，其余每人格外支付2两银子。这么多？大家一听都顾不得吃饭了。嫂子，怎么还有我的？萧景一边不敢相信，一边还有些兴奋。你放学之后不是也经常去给兔子割草吗？还有上次你弄的那个喂水的槽子也很实用，这些都是你应得的，只是你做的没有其他人多，所以爹娘和大哥大嫂都要比你多一些。嫂子你真好，我都不敢相信嫂子竟然给我这么多。弟妹，你这给的也太多了，以前出去做短工累死累活，一个月也挣不上2两银子。大哥，咱们自己家的生意怎么能和外面比？等咱们生意更大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加钱。哎呀，太好了，想不到我一个月也能赚这么多银子了。嫂子，咱们女子可不比男人差。杨凤使劲点头。当晚，萧长河和徐正香躺在床上睡不着。老头子，我怎么感觉像做梦一样？现在还有些不敢相信呢。你以为我敢信呢？萧长河翻了个身，面对徐正香，你说说，我这老了，还干上年轻时候干不上的行当了。这事儿就是过年祭拜祖宗的时候，我都不敢这么许愿。我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一个月赚5两银子的时候，就是出去抢，我也抢不来这么多钱呢。就你那身板，还出去抢，不被抢就不错了。另外一个房间内，杨凤窝在萧松的怀里，呵呵直笑。赶紧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哎呀，我睡不着，我就在想着，按照洛心给的数，咱们俩1年不到就能攒下100两银子了。100两啊，就是养上3个孩子都够用了。你说的对，我们不用占二房和家里的便宜了，是该努力养孩子了。萧松说着，将杨凤压在了身下。西屋内，叶洛心拿着一根炭笔在纸上认真地画着什么。叶洛心画画的水平也一般。等萧木洗完澡出来看的时候，就见叶洛心手上黑了一片，图纸上黑乎乎的，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夫君，你快来看。萧木走了过去，我总是画不好，夫君帮我画一个。好。萧木提起笔，画什么？就是一个包包，椭圆形状，有一边长出来一点，正好能把开口处盖住，然后有2根长长的带子，可以斜挎
在身上。萧木凝神想了想，然后随手一画，你说的是这个？粗糙的纸面上，一个现代版的斜挎包跃然其上。叶洛心不得不感叹，天赋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自己费了半天劲儿都没画出来的东西，萧木随便一画就好了。既然画了一个，那下面的就有些收不住了。叶洛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又让萧木画了单肩包、双肩包、系在腰间的包，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各种各样。等萧木停下笔的时候，早已到了深夜。不好意思啊，今天累了一天了，应该让你早些休息。没事。萧木看了看他，去洗个脸睡觉吧。哦，两个人只睡了2个时辰，就又起床了。大花、小花已经准备好了早饭。叶洛心吃饭前把大花叫到自己房间，又把昨天的画全都拿出来。这些是我昨天画的图，你看看上面这些，你能做出来多少？大花把所有的图都翻了一遍，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姑娘，这些荷包样式你是从哪里看来的？怎么都这么新奇好看？她指着一个斜挎包的图案说：我最喜欢这个荷包又大又精巧，里面可以放很多针线和布料，这样我就可以走到哪里绣到哪里啦。还有这个也很好看，这些图案你自己选，家里的皮子你觉得适合做哪个就做哪个。我只有一个要求，务必把皮子上面毛色的特点好好利用起来，尽量做到精巧和自然。姑娘放心，只要姑娘相信我，我一定做到最好。叶洛心看着大花眼中的喜色，深获她也是个天生的手艺人，自己当初没看错。今天马车上的人和货有点多，好在这匹枣红马力气大，跑起来丝毫不费力，很快就把人送到了店里。叶洛心没有自己操作，而是把流程一点一点的交给杨凤，让她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卤肉。杨凤本来就会做菜，叶洛心稍微一说，她就明白了流程。叶洛心已经把所有要用的调料都包在了细布内，杨凤只要把细布包放在锅内就可以了。哎呀，弟妹，这样也太简单了，有了这个调料包，岂不是人人都会做我们的卤兔肉了？我就是要让整个流程简单化，不过也不是谁都能做我们的卤肉，毕竟他们不知道调料包里放的是什么。对啊，最大的秘密就在这个调料包里了，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杨凤说着，把调料包又往锅里按了按。卤兔出锅的时候，40的梆子还没有敲响。叶洛心本来是想等一会儿再开门，不想门外却传来了叫喊声。叶掌柜，我闻着香味儿，今天的卤兔应该是做出来了，是不是可以开门营业了？听声音是隔壁的陈掌柜。叶洛心赶紧示意萧松把门打开，他也随之走到门口。陈掌柜，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你昨天不是说每天只做20只吗？我要是不早点来，怕是买不到。陈掌柜说着指了指自己身后，看见没，都已经10多个人了，亏得我这离得近，不然呢今天还真不一定能买得到。我家那小子昨天吃了卤兔肉赞不绝口，说什么都要我今天再来买一份。大家不用来这么早，我们4时才开门呢。后面有人回应，我们和陈掌柜一样，都是怕买不到，掌柜的快开始吧。大家稍等，兔子刚出锅，还得稍微晾一下。叶洛心往后面看去，萧木和萧松已经把兔肉装在大木桶内，开始往前面搬了。这次他们连柜台里的摆盘都省了，一进门大家就喊道：哎，我来一只，我来2只，我也来2只。萧松有些手忙脚乱的称算账，萧木见了赶紧上去帮忙。大家都别急，每个人最多买2只，给排在后面的人一点机会。什么？最多买2只？我2只根本就不够。对呀，我本来想买3只的。那可不行，你买了3只，我在后面的不就买不到了吗？谁让你不早点来啊？大家别吵，明天还会有的。今天要是买不到，明天再来。老板，那你多做几只不就好了？就是每天做50只，肯定够分了。赞成。大家纷纷和叶洛心商议，要他每天多做一些。杨凤和徐正香趴在门边听前面的热闹，边听边笑。看见没？当初你们还觉得贵，要我看就是再贵一点，咱们这卤兔啊也是有人买的。娘，谁能想到这么贵的东西要有人抢着买呀？哎，还是弟妹说的对，有钱人的钱最好赚。听见外面让叶洛心多做一点，咱们每天这20只，很快就要变成40只喽。杨凤正要表示赞同，就听见叶洛心在前面说道：家里兔子没那么多，目前只能保证每天20只，大家不愿意排队的可以晚几天过来买，等这阵新鲜过去了，也许买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嗨，掌柜的真有意思，人家都盼着生意兴隆，谁会让客人晚点过来呀？是啊，老板难道希望买的人少一点？不能等，我家的还等着吃呢，谁知道什么时候人能少？叶洛心听着大家的议论也不说话，只是笑着看着大家交钱拿货，等别人买完出门的时候说一句欢迎再来，态度十分之好。这家老板娘是会做生意的，就是做的太少了。嗨，你不懂，人家这是为了维持的更久一点。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很快店里的人都走光了，今天的卤兔也都卖完了，50还没到，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在店里面吃个午饭。
今天的生意就结束了。几个人面面相觑。关门吧，看来咱们今天可以早点回去了。徐正香从后面走了出来。洛心，咱们生意这么好，真不考虑明天多做一点啊？不多做，怎么不趁着这个机会多卖点？我觉得我们每天做30只，咱家的兔子完全够用。账不是这么算的。看几个人都不理解，他对着徐正香问道：娘，我问你，若是你家里很有钱，又喜欢吃卤兔，你会天天吃吗？徐正香很认真地想了想，他以前的愿望是每天都能吃一个鸡蛋，现在家里鸡多，鸡蛋也不需要卖钱了，顿顿吃鸡蛋都没问题了。可是他连吃了几天就不想吃了。卤兔应该也是同理，不能天天吃。对有钱人来说，可选择的食物很多，他们就是再爱也不会天天吃一样的东西。现在卤兔刚出来，大家都想尝尝味道，吃的人多很正常。等这段热闹劲儿过去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买了。所以现在卖的少点也没关系，我要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我们新月斋的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让他们以后逢年过节想要买东西送人或者请客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新月斋的卤兔。不光是清河县，我还想让别的地方也知道我们的店，把新月斋推出去，生意才能做大。原来如此啊！徐正香还有些懵懵的，反正洛心说的都是对的，他们跟着干就完了。几人正准备关门，昨天买兔子的2个摘星楼的伙计又跑了过来，看见店铺要打烊，他们连忙招呼道：掌柜的，等一下，我们老板要买卤兔。卖完了。什么？卖完了？2个伙计闻言都傻了眼。这可怎么办？我家掌柜等着我们买卤兔回去救急呢。县令大人又去了。不应该啊，说好的只去1天就行了。不是县令大人，是有别的客人点名要吃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县令喜欢你家的卤兔，来的客人都想尝一尝。实在抱歉，今天卖完了，若是想要，明天再来吧。明天早点来，每个人只能买2只。听到这个消息，2个伙计只好苦着脸回去报信。锁好了店门，萧木让徐正香和大房2人先雇牛车回去，又转头对叶洛心说道：正好今天结束的早，我们去买些祭品吧。祭品？中元节不是早就过去了吗？明天不是岳父和岳母的忌日吗？岳父岳母，我的父母。叶洛心在脑子里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明天。原主把这个日子记得十分牢，以前每年到了这一天，他都要去坟前跪上2个时辰。只是他穿越过来之后，逐渐的把这个日子给淡忘了。想不到萧木竟然打听到了。对，我这几天有点忙糊涂了，那我们快去吧。他们去买了酒，买了点心，又买了香烛和烧纸，这才赶着马车回到家中。第2天，因为萧木要陪着叶洛心去祭扫，店里就只有徐正香带着萧松和杨凤3个人去。他们早早的准备好了兔子，萧松赶着马车，萧木和叶洛心则去村头雇了牛车，往云州寺那边去。云州寺地处清河县与庐江县的交界处，当初叶怀兴和苏如玉出事的地方就在云州寺附近。据说出事之后，云州寺的和尚帮着收敛了尸体，京中苏家很快就派人过来，将2人的尸首全都带走了。叶大成扑了个空，就只好在云州寺附近建了2座衣冠冢，2座矮坟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叶洛心看着2座孤坟，有些发呆，一种悲痛的心情从心底涌了出来。2人跪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见叶洛心不说话，爹娘，你们放心，我会好好对洛心的。叶洛心转头看了眼萧木，只见他神色严肃又十分虔诚，心里顿时暖暖的。烧完纸钱，2人准备起身回去。叶洛心这才发现萧木的手上、衣服上都是刚刚拔草留下来的泥土，他拿出帕子擦了擦，发现泥土已经干涸，根本擦不掉。没关系，一会儿路过有河水的地方再洗。要不我们去庙里洗一下吧？来都来了，我们也进去上炷香。好。2个人慢慢走到山顶，进了寺院，萧木由小沙弥引着去净手，叶洛心自己信步走到了正殿之前。叶洛心从小和尚手中接过3炷香，插在香炉之中，刚想往大殿里叩头，忽然被一个急匆匆的身影撞了一下。那人手中端着热茶，叶洛心虽然尽量闪避了，还是难免泼到了身上。你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叶洛心弹着身上的水，本来不想计较，想不到对方竟然先发制人。是谁不长眼睛？明明是你先撞的我。你知道你撞翻的这碗茶多少钱吗？叶洛心抬眼看去，对方的穿着打扮看起来是大户人家的丫鬟。怎么撞翻了主人的茶没法交代，现在想要找顶包的？你的茶叶再贵，弄湿了我的衣服也得给我赔钱。你冬梅怎么可以在大殿之前喧哗啊？老夫人。被叫做冬梅的丫头一听见声音，立刻屈身行礼。叶洛心转过头去看，就见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站在身后，她面目和善，穿着一身宝蓝色衣衫，
身上没有多余的饰品，一头银发反而成了最显眼的特征。家里丫头冲撞了这位姑娘，还望姑娘见谅。老夫人都这么说了，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冬梅却有些着急，老夫人，咱们带来的药茶只剩下7天的量了，这杯洒了，您回京之前可就要断药了。不吃就不吃，那老婶子的药茶那么苦，我本来就不爱吃。老夫人说的话倒是有些孩子气。叶洛心听着主仆二人的话，越发觉得这位夫人与刻板印象里的大户人家的夫人不一样。这位老夫人应该挺好说话的吧？她心中一动，立刻凑上前去，从兜里掏出一个圆圆的荷包。老夫人，我看您端雅大方，气质出尘，我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荷包，和您很相配，您看看喜欢吗？你退后，不许对老夫人无礼！冬梅一把抓住叶洛心的手，想要甩开。与此同时，老夫人也一把抓住叶洛心的手腕。如玉，是你吗？你终于舍得回来了。叶洛心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想往后退，可老夫人清瘦的手指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死死握住叶洛心的手腕，根本就扒不开。小丫鬟赶紧扶住老夫人。老夫人，您认错人了，这个不是小姐。如玉，你就是如玉，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叶洛心这才发现，老夫人眼睛是浑浊的，所以离得远时她根本看不清人，可是离得近了也没好哪儿去，还是认错了。不好意思，我家老夫人认错人了，您千万不要喊，也不要叫，不然会吓坏她老人家的。只要喝了药，她就会好的。叶洛心点了点头，正巧萧木洗了手回来，看见这个场景，还以为叶洛心被欺负了，赶紧上前几步问道：洛洛，你怎么了？叶洛心朝他笑了一下，做了个让他心安的表情。老夫人，外面风大，要不我们去屋子里说吧。来来往往还有别的香客，叶洛心也不希望引起围观，便哄着老夫人一路回了他们住的疗房。疗房里还有3个丫头，看见老夫人拉着叶洛心一起进来，全都吓了一跳，直到看见2人身后跟着的冬梅，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老夫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冬梅赶紧点了点头，2个人扶着老夫人坐在了软床上，老夫人还不松手，叶洛心只好随着坐了上去。春花，快把老夫人的药茶再泡一碗过来。春花听了赶紧去泡茶。如玉，我就知道你肯定舍不得娘一个人走，虽然你10年都不回家看我一眼，但是娘不会怪你的，都是你爹的错，当初是你爹把你逼走的，现在娘找到你了，娘也不回去了，我们娘俩过，不要那个糟老头子了，行不？姑娘，不管夫人说什么，您尽管应承下来，等她醒来就都忘记了。叶洛心这才点头答应。行，我带您回家。春花很快端了茶出来，老夫人却歪着头不肯喝，见劝说无用，叶洛心从兜里掏出萧木给她买的桂花糖。你要是乖乖把药茶喝了，我就给你糖吃。那我喝了药要是睡着了，你可不许走。不走，不走，孙子才骗人。老夫人这才喝下了药茶。没多一会儿，老人开始打哈欠，临睡着之前，他还紧紧拉着叶洛心的手。我实在是太困了，等我睡醒了，咱们2个一起走啊。话音刚落，老人就进入了梦乡之中。叶洛心终于把手腕从老人的手中抽了出来，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只兔毛荷包，他把荷包放在老人的枕头边，这才起身离开。春夏秋冬4个丫头一起送行，走到门口时，冬梅不好意思地对叶洛心说：姑娘，刚才实在抱歉，是我太心急了，才对姑娘出言莽撞。没关系，不过幸好我脾气好，要是遇到别人，建议你还是别太莽撞了。冬梅红着脸点了点头。拜佛的事情就这么被打断了。叶洛心也不打算再进大殿，拉着萧木就要离开。萧木却看着他红着的手腕，皱紧了眉头。疼不疼？不疼。干嘛要帮他？叶洛心眨了眨眼睛。我就是觉得老人家挺可怜的，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那会儿看他好像挺开心的，我就想着让他多开心一会儿。下次就是想帮人，也不许把自己弄伤了。你看，只是有些红，并没有受伤，老夫人也没有使劲抓。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萧木只好点了点头。2人下山，找到牛车，连忙往家赶。寺庙里，老夫人却睡了没一会儿就醒了。如玉呢？你们把我的如玉藏到哪里去了？4个丫鬟同时心里一沉。老夫人以前认错人的时候，只要吃了药，醒来就会清醒，并且知道自己认错了。这次醒来，怎么还在找人？难道老夫人的臆想症更加严重了？他们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随行的管家。管家苏忠立刻来到老夫人的房间。老夫人，您还认得小的吗？苏忠，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都敢来试探我了。小的不敢，小的不敢。他偷偷看向几个丫头，
老夫人这不是挺清醒的吗？啊，不知道啊，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难道老夫人的病情又升级了，又该换药了？赶快去把我的如玉找回来！10年了，我好不容易又见到了女儿，你敢再把她弄丢了，就全部给我滚出苏家！老夫人您别急，我们一定能找到的。苏管家的后背都湿透了，这荒山野岭遇到的人，谁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他不得不扯谎，先把老夫人安抚住。我限你们3天的时间，3天之内务必把人带到我跟前来。现在我要去找方丈，当年他竟敢弄假尸首来骗人，我倒是要问问是谁给他的胆子。管家还想说什么，可是老夫人已经风风火火地离开了疗房，他只好叹了口气。老夫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无人敢惹，这了然方丈怕是要倒霉了。老夫人走到方丈修禅的门口，二话不说，一脚踢开了房门。在蒲团上念经的小和尚立刻想上前去质问：阿弥陀佛，施主可是有要事找贫僧？宋小年，你个秃驴，别和我装什么大师！我问你，当年我女儿一家的事情，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小和尚一听，怪不得这位女施主来势汹汹，居然还知道方丈俗家名讳，顿时多看了老夫人几眼。了然大师一脸尴尬，他摆了摆手，让小和尚们都下去，这才站起身来，对着老夫人深深一礼。林夫人，您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究竟是为了何事？老夫人姓林，正是京中安定侯府的老夫人。了然大师出家前，恰巧是安定侯府的一名侍卫。我问你，当初我女儿和女婿在上京的路上出了事，是不是你负责来收敛的尸身？正是。你可验过尸身？那尸体确实是我女儿一家。确实。胡说！老夫人大怒，当年大小姐身上的特征全都对得上，姑爷也是一样，这一点上京之后，夫人身边的嬷嬷也确认过了。老夫人听见这话，所有的希望都坠到了谷底。是啊，不光是嬷嬷确认过，她自己也曾经趁着夜色偷偷跑去查验过尸身。可是为什么她今天看到了一个和女儿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难道是如玉转世吗？不对，就算是转世，10年的时间，她的如玉也长不到这么大，看来真的是弄错了。夫人既如此说，老衲心中其实也有一个猜测。什么猜测？当年夫人的尸身被找到时，她怀中还死死搂着一具孩童的尸体，人人都以为那具尸体就是小小姐。可当时尸体头颅已湿，在山上遍寻不到。老衲在想，那具尸身真的就是小小姐吗？你是说我孙女可能没有死？贫僧也只是猜测，毕竟当初只是凭着衣着判断的。虽然人人都觉得那是小小姐，但贫僧以为不是没有断错的可能。好呀！林老夫人红了眼眶。头些年我不能出京，这些个下人就只会糊弄我。如今我既然来了清河县，定要把当年的事情好好查清楚了。老夫人，话虽如此，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小姐就算是活着，也早已长大成人。茫茫人海，又如何寻找呢？找个人而已，有什么难的？别说是清河县，就是整个安昌府，我也能把它翻个底朝天。你这里的香客都是来自何处的？了然双手合十，云州寺香火旺盛，自然是迎八方来客。香火旺盛，我在这住了也有7天了吧，总共也没见到过几个人。既然你香火这么旺，那今年定安侯府的香火钱就省了吧。阿弥陀佛，定安侯府的香火在，云州寺才在。云州寺地处清河县与庐江县的交界处，来的无非是附近几处的村民，有青山村、小荡村、元安村、乐吉村。当年那个拐走我女儿的叶安，他是住在哪里的？老夫人问。姑爷和小姐定居在清河县。行了，我会找清河县的县令帮忙查找。至于云州寺的香火，我孙女要是找不到，你们这寺庙不要也罢。听见这句话，了然一向慈悲的面容忽然出现了裂痕。他只是多说了一句话而已，怎么云州寺就要保不住了？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不理会他错愕的神色，老夫人已经抬脚离开了禅房。很快，苏管家就奉命下山去找县令，老夫人则通知丫鬟们把东西收拾一下，她要下山去客栈里住。老夫人，咱们来这里的时候说好了只住半个月，连药都是带了20多天的量，这突然要住下来，一方面侯爷不放心，另一方面这药吃完了该怎么办？哼，侯爷一颗心全都在朝政之上，哪有时间理会我这糟糠之妻？可是老夫人，夏禅也劝道，
您这么久不回去，世子恐怕也会寝食不安呢。寝食不安就吃药，我这不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吗？老夫人丝毫不为所动。4个丫鬟最知道老夫人的脾气，知道再劝下去，老夫人肯定要发火，只好交换了眼神，开始收拾行李。青山村，叶洛心和萧木回到村里，徐正香几人也已经到家了。洛心，快来，你猜今天我们卖了多少钱？24两。叶洛心假装猜测道。哎，不对，是26两，比昨天还多了2两银子呢。好，叶洛心笑了笑。摘星楼的伙计今天又来了吗？没有，不过摘星楼的掌柜却来了。摘星楼掌柜，他怎么自己来买？之前不是多派店里的伙计过来吗？是不是有别的事情？还是你聪明，你猜他来干嘛？他竟然想要买我们的方子。看徐正香的表情，叶洛心就知道他肯定是拒绝了。他也不想一想，咱们家的方子能随便卖出去吗？他还在我们面前装大度地说愿意出5000两银子，说有了这5000两银子，我们就不用每天这么辛苦的早起开店了，这些钱都够用到孙子辈了。切，他蒙谁呢？当我是什么都不懂的乡下老太太，见钱眼开，就这5000两都不够我们1年赚的。那你是怎么回他的？我回他，别说是5000两，就算是5万两，我们也不可能卖这个方子，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概不外传。洛心，不瞒你说，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能有机会走进摘星楼啊！别说是走进去，就算是从他家门口路过，我都有些不好意思。结果今天见了掌柜本人，忽然就觉得也不过如此嘛。他一个老头子，比起我们洛心还是差远了。叶洛心也跟着笑了起来。娘，人家怎么说也是个大掌柜，我们的小店还是没办法和他比的。哪儿能呢？你比他可年轻多了，等你到了他那个岁数，保准比他有钱。到时候给娘买上一个庄子，让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就在庄子里养满了兔子。娘，那我就负责喂兔子。3个人一起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萧松则把今天的账目拿出来，连银子一起一一给萧木过目。萧木收下银子，并把账上记得不对的地方指出来给萧松看。哥，你现在简单的账目已经没有问题了，等空下来我再教你一点复杂的。萧松连连点头。第2天，他们照常去铺子里卖卤兔，没想到原以为再也不会露面的摘星楼掌柜又一次出现在了店里。李永寿来的时候，店里的卤兔已经卖完了。叶洛心正在收拾柜台里的盘子，听见脚步声，赶紧说道：抱歉，今天已经卖完了，明天请赶早。来人并没有离开，打量了叶洛心2下。你就是店里的掌柜？叶洛心抬头看见小老头。我是，请问您是？我是摘星楼的李永寿啊。李掌柜，不知道李掌柜到访有何贵干？要是想买方子，抱歉，昨天我娘已经和你说过了，我们家的方子不卖。昨天你家老夫人确实是和我说过了，我也想了一晚上，方子这事是我唐突了，所以我今天来，一方面是想道个歉，另一方面我想问问你家的卤兔能不能多做一些，专供我们摘星楼。你是说想要从我这里进货？对。李永寿一听好像有希望，立刻陪着笑说道：不需要进货价，就按原价400文1斤，每天卖给我10只，怎么样？李老板是想从我这里400文1斤拿货，出去再卖高价吗？也不敢高价，我想着就提高100文的价格，按照500文1斤卖，你觉得可还行？这几天来店里要卤兔的客人越来越多，店里的厨子自己也做了几次，可是每次都被客人说味道不对。要是换了别人，李永寿用上点手段，威逼利诱的，总能想法子把方子弄到手。可他打听了一圈，这个新月斋的掌柜据说是皇帝亲封的儒人，不仅如此，萧家背后还有县令大人撑腰呢。这2重身份摆在这里，谁敢动歪心思？实在抱歉，我们做不出来30只。啊！李永寿十分意外。不是，这就是多支一口锅的事，多做10只，你们也可以赚钱呢。我们不想多赚钱。走出来斩钉截铁拒绝道：哎呀，昨天不是和你说了，我们不卖方子，你怎么又来了？你们就当是做个好人，帮帮我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李掌柜正想着以后要不让店里的伙计半夜就来排队时，叶洛心突然又给了他一线希望。什么办法？我虽然不能卖你方子，但是我可以把调料包卖给你。真的？李永寿不敢相信，把调料包卖给自己和把方子卖给自己有什么区别？对，不过你用我的调料包，我对
你的店有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你用我的调料包，这道菜就得挂上我的名字。所以虽然是你店里做出来的，但是菜牌上也要写上新月斋卤兔。李永寿想了一想，大家要的本来就是新月斋的卤兔，而且只是这一道菜写了新月斋的名字，又不是让我改店名，这点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损失，没问题。第二，你那边要有专人来学习这个卤兔的做法，我也会不定时的去你店里品尝卤兔的味道。如果发现你家的味道变了，我会立即停止供应你的调料包，并且昭告整个清河县，摘星楼不再有资格卖新月斋的卤兔。这是肯定的，我们怎么会随便改变这道菜的味道呢？叶掌柜可还有别的要求？第三，既然是合作，我当然也要给你反悔的权利。你用了我们新月斋的名字，就需要支付我费用，1年500两银子，我给你做新月斋卤兔的资格。第2年你若是不想做了，就不需要再交钱，我们也会停止调料包的供应。李永寿生意做得久了，心里算盘扒拉得飞快，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哪里是给自己机会，这是收钱环节来了呀。这会儿他才明白，卖调料包和卖配方的区别大了去了。这500两银子我认花了，但是你的调料会卖得很贵吗？贵了我可就合不上了。叶洛心笑了笑，不贵，1包调料可以做10只卤兔，我只要4两银子。李永寿倒吸一口凉气，什么调料包又这么贵？当然是祖传秘方。叶洛心说完之后就不再说话，让李掌柜自己去算这笔账。虽然调料包的价格是高了点，但是因为卤兔的利润本来就高，这一笔一笔的算下来，李掌柜做20只卤兔的成本也就在13两左右。叶洛心其实给他留了10两的利润空间。昨天听说摘星楼的掌柜来问方子的事情后，叶洛心立刻就想到可以借着摘星楼把卤兔的名声打出去。李掌柜也不必急着决定，你可以回到摘星楼之后再细算一下，若是觉得可行，我们双方签订一个合同文书。行。李掌柜咬咬牙，这有什么不行？我今天就回去准备银子，我们明天就签订文书，就是明天的卤兔，叶掌柜能否多做出几只来，让我们店里先用着？李掌柜都如此痛快了，我怎么会说不行呢？明天我就多做出10只来，可以给李掌柜按300文1斤的价格结算，算是表达我的诚意。这诚意好像不是很真诚，但是李掌柜已经没有心情去计较那几两银子，真正花钱的日子在后面呢。两人敲定之后，叶洛心出门送李掌柜。第2天，李永寿早早来到新月斋等候，随他一起来的还有账房先生和2个随从。叶洛心看他这严阵以待的样子，心中倒是满意。本来他以为人气和名气这个东西怎么也得攒个1年半载的，想不到店没开多久就吸引来了一个大客户。合同文书我已经准备好了。叶洛心说着，拿出2本装订好的文书。李掌柜只需要在后面签上名字，摁上手印就好了。这个我再好好看一下。李掌柜说着，把文书接过来，递给身边的账房先生。2个人捧起文书，看得十分认真。除了昨天我说的那几条，我又加了新的内容。叶洛心提醒道：“这里规定了，你店里的卤兔售价不能低于400文1斤。调料的价格这么贵，我咋可能低于400文1斤呢？除非是我疯了。那就好，恶意低价，停止合作。”李掌柜心里苦啊，这个慧如人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脑瓜子里全是算计？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还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账房先生看了合同文书之后，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这个卤兔生意确实能赚钱，但是赚的不多，限制很多。掌柜的，这个利润确实不太可观，我还不知道不可观吗？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他毕竟是老生意人了，昨天立刻就想到了应对的方法。这件事说的复杂，但总结起来无非是花500两银子，让小姑娘放松警惕，把调料包卖给自己。等调料包到手之后，他立刻让人按照里面的东西把调料配齐。有了配方，以摘星楼的名声，压根不需要新月斋，不光是不需要，甚至能通过价格把新月斋这个小店给挤没了。李掌柜心中自有成算，于是双方十分痛快的就签了合同。叶洛心把今天做的卤兔交给李掌柜，李掌柜也让账房拿出了1009两银子，500两是加盟费，500两是预定今年调料的钱，还有9两是今天卤兔的钱。叶洛心这边收了银子，告诉李掌柜调料包得慢慢准备，3天之内能准备出50包来。李掌柜却有些着急，调料包能不能先出5包？明天叶掌柜去到店里先传授一下做法，我店里客人实在催得急，出得慢了我也很为难呐。行，毕竟是首个加盟店，叶洛心还是希望他能够好好做。第2天卖完卤兔关店之后，叶洛心带上打磨好的调料去了摘星楼。叶洛心到的时候正巧是中午的饭点，李掌柜亲自接待，让叶洛心先稍作喝茶，等忙完了这一波再传授手艺。然后他就叫来了李大厨，让李大厨先把5包调料收好。叶洛心从背包里取出5大包调料，为了你，这可是我们家连夜准备出来的。李掌柜笑呵呵地伸出手，辛苦了，辛苦了。可等他接过调
调料包，并用手指捏了2下之后，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了。这里面的调料好像不对劲，他没忍住，当着叶洛心和萧木的面，直接打开调料包看了一眼。这一看，才彻底傻眼了。这是调料，碾得这么细，谁还能分辨出来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叶洛心看见李掌柜变了脸色，自然知道是因为什么。小样，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猜到了。可是他面上不动声色，喝了口茶。李掌柜可是有什么不舒服？怎么脸色看起来不大好？没有，只是没想到有一天能见到这调料，实在是太高兴了。高兴的脸都黑了。叶洛心和萧木对视一眼，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在提出卖调料包的当天，萧家人都有些不解，觉得这样很容易被别人掌握调料包的秘密。不过叶洛心当场就表演了一个石杵碎调料，碎完之后再也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了。这个好，这样他们就没办法识别了。其实时间久了，有心之人应该也能猜出来。再不济，你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的试出来。只是他故意卖了个关子。这是什么？只是那个时间太久了，久到我们新月斋的鲁兔已经要想遍大江南北了。对，一定是这样。到时候他们就算是研究出来配方了，别人也只认新月斋。偷配方的念头，李永寿肯定也有过。叶洛心越看他的脸色，越觉得好笑。这么大一个店的老板，也把别人想得太简单了。正想着，一个小二跑进了后厨，面上有些惊慌。掌柜的呢？掌柜的，您快去看看，那位京城来的夫人，她又开始砸盘子了。李掌柜闻言，赶紧起身告辞。叶洛心十分疑惑，便问李大厨道：京城来的夫人为什么砸盘子呀？据说这位很有身份的老夫人来了清河县后，住在最大的悦来客栈，吃饭都只在摘星楼吃。摘星楼是咱们清河县最好的酒楼了吧？可是这位老夫人连着2天了，每天中午只点一道酒酿圆子，还非说我们做的酒酿圆子味道不对。她来摘星楼只点酒酿圆子，你家老板该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这是叶洛心的第一反应，得罪了上面的人，所以别人故意整他。以李老板的智慧，应对这种事情应该没问题吧？他继续与萧木品茶，并不断看着厨房里端出的一道道精品菜肴。看着看着，肚子咕噜响一声，饿了。叶洛心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那我们2个上楼去吃饭。两人正要迈步，店里的小二又风风火火的跑了回来。李大厨，快！掌柜说让你再煮一碗，要煮得刚刚好的，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酒味不要太浓，也不要太淡，里面还要加一个鸡蛋。又煮，我都已经煮了3碗了，想不到做了10多年的大厨，最后连个酒酿圆子都煮不好。看来这摘星楼的活儿我是干不了了。酒味不浓不淡，除了酒酿的多少之外，放的时机也很重要。你要是不会，我来教你一个方法。李大厨正在苦闷，听见叶洛心这么一说，连忙鞠了一躬，请叶掌柜赐教。圆子想要有味道，就不要搓得太大，大概有指甲盖这么大就可以。煮的时候，等圆子浮上水面，记得要往锅里添1碗冷水，等冷水开了，再下入1碗酒酿。原来如此。这个时候加一点糖进去，再放一点点桂花干，把打散的蛋液淋入锅中，这样就可以了。我就按照这个方法做一次。只是给你个建议，你想听就听，那位老夫人若是不喜欢，我可不管。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李大厨按照他刚才的说法又做了1碗，这次做完后端上去没一会儿，店小二又跑了下来。怎么了？那位夫人又摔盘子了？李大厨，那位夫人说这次的味道很好，让你上去领赏呢。谢天谢地，这都是叶掌柜教我的，这赏应该是给叶掌柜的。可是这会儿，叶洛心已经和萧木上楼点菜吃饭了，他只好一个人去了天香1号房。此刻林老夫人正在房间里吃1碗酒酿小圆子，这酒酿做得恰到好处，味道也是她最喜欢的。老夫人忍不住多吃了几口，春花忙在一旁劝道：老夫人，这个圆子不好消化，孙御医说过让你少用呢。他在京城那么远，还能管得了我？你别管，我就多吃2颗。说着，他又吃了1颗圆子下去。这时，秋月带着李大厨走了进来。这圆子是你做出来的？是小的做出来的。你是这店里的大厨？是。我问你，你既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酒酿，之前为什么做的那么难吃？你是故意的？回老夫人的话，这碗酒酿虽然是我做的，实际上是有人指点之后我才做出来的。老夫人一听来了兴致，那怎么不让指点的人一起来？李大厨卡了壳。秋月催促道：老夫人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要隐瞒。教我的那位姑娘，她不是我们店里的人，现在正在楼上吃饭。哦，林老夫人有些意外，她回头看着秋月：你带人去找找看，我想见见这位姑娘。林老夫人本来是不喜欢吃酒酿圆子的，只是女儿嫁人后回到家里曾经给自己做了2次，出事后想女儿的时候，她就让下人给她做1碗，只是家里的厨娘不管怎么做都做不出女儿的那个味道。她今天心情不好，找这个酒楼的麻烦，本来也就是想出出气。
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让自己碰到了做酒酿园子和女儿味道一样的人。秋月和李大厨每个房间找过去，等找到叶洛心的时候，他正在啃一块糖醋排骨，看见李大厨，还以为他又被人找了麻烦。不是和你说了，做得不好不要找我。李大厨紧张的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还是秋月抢着说道：姑娘，原来是你，云州司一别，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原来是你呀，你怎么下山了？你家老夫人的病好了吗？老夫人本来不太高兴，但是吃了姑娘的酒酿园子，现在心情大好，想让姑娘过去说话呢。我只是说了一下我平常的做法，酒酿是李大厨做的，有什么话还是和李大厨说吧。老夫人口味刁钻，一下子就吃出来，那个味道和李大厨平时做的不一样。姑娘人美心善，咱们老夫人这些年身体不好，难得能喜欢吃什么吃食，不如姑娘去咱们那里细细的把做法教给我们几个，我们以后也好做给老夫人吃。听见秋月这么说，叶洛心也不好拒绝，便起身跟着秋月一起去了天香1号房。天香房里，老太太已经点了一大桌子菜，听说那位姑娘正在吃饭，老太太立刻让小二把店里所有的招牌菜都端上来一份。快来快来！老夫人招了招手，叶洛心走到老夫人跟前，微微行了一礼。见过老夫人，快起来，快起来！林老夫人连忙伸手扶起了叶洛心，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眼前的姑娘。难怪自己在山上的时候会认错，这个姑娘和自己的女儿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想起了了然的话，老太太越发激动，没准眼前的这个姑娘真的是自己的外孙女。她握着叶洛心的手紧了紧。姑娘，你是哪里人士？昨天苏中回复说叶安是小荡村人，只要这个姑娘也是小荡村人，那她一定就是自己的孙女了。我是青山村人。青山村。林老夫人的心沉了沉，青山村不是小荡村，难道她不是自己的孙女，只是长得像？不对不对，没准是这孩子从小颠沛流离，出事之后被人捡去了青山村，她自己不记得了。不过没关系，苏管家今天已经去小荡村打听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现在他一定要看好这个姑娘，千万不能再让她走了。这么多菜，你喜欢吃哪个？我全都喜欢吃，那就快点入座来吃。还有你带来的那个人，也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一起吃吧。萧木没有客气，也走了进来。刚在门外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了老夫人的身份，直到走到近前，他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老夫人就是当年那个冠绝京城的林夫人。记得自己小时候见到她的时候，老夫人气质出尘，可如今老夫人的一头青丝已经全都变作白发，那双灵动的眼睛也变得浑浊，已经完全不复当年的风采。看样子林老夫人并没有认出自己，萧木也不打算说破。老夫人只顾着给叶洛心夹菜，叶洛心碗里的菜已经堆得快到胸口那么高了。老夫人，太多了，我吃不完。这些菜我虽然都喜欢吃，但是却没长这么大的胃啊。那林老夫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他要是不吃了，是不是就要走了？他如果走了，以后找不到了怎么办？没关系，你慢慢吃，吃不完就让老板把这些菜都包起来，咱们带回家里吃。他点了点头，又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咱们带回家吃？对呀。老夫人点了点头。咱们回家吃。回哪里啊？叶洛心心里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回你家啊？老夫人说的理所当然。萧木正坐在一旁喝茶。回他们家？老夫人难道认出他来了？不应该呀。叶洛心也有些急了，他这是什么体质？先是徐才，然后是大花小花，现在又来了一个老夫人，怎么大家全都要到他家住啊？老夫人，我听说您不是住在城里最大的悦来客栈吗？悦来客栈可是清河县最大最豪华的客栈了，屋子宽敞明亮，每天还有下人鞍前马后的伺候。我家房子小，况且在乡下，您一定住不习惯的。你骗我啊！上次你明明说要带我回你家住的，不是那个。叶洛心望向4个丫头，不是说醒来之后就会把他们说的话全都忘记吗？怎么听老夫人这意思，她全都记得呀？4个丫头全都红了脸，一脸的无奈和歉意。你说了，孙子才骗人，如果你没骗我，那今天就带我回去；如果你骗了我，那你就是我孙子，更应该带我回去。姑娘，要不你就让我们去您家住几天，我们会付房钱的，就按照悦来客栈的房价支付，你看行吗？叶洛心还想拒绝，春花又走过来。不瞒姑娘，我家老夫人的癔症这几天又加重了，每天都在发脾气，可是她只要一见到你就会高兴，姑娘就当做好事，让我们过去住几天，我们夫人定有重谢。她看向萧木，一脸祈求的表情。萧木最受不了叶洛心这样看自己，那就住上几天也无妨。我就说你这个孩子一看就很诚实，肯定不会骗我。哎，对了，你姓什么？是不是姓叶？我确实姓叶，老夫人是如何得知
不等叶洛心问完，老夫人就等不及，赶紧招呼道：春华，快收拾东西，我要和我孙女回家。是，哎，不是，老夫人，我不是您孙女。林老夫人根本不理会她。夏蝉，别忘了把我的那套皮影带着，我去了还有用呢。哎，好的，老夫人。秋月，你快去买上一些礼品，多买些姑娘喜欢的。是，冬梅，你就留在这里，等管家回来了，让管家去找我。是。冬梅应下之后，赶紧问叶洛心：不知姑娘家住在哪里？我们去何处寻去？叶洛心不说话。林老夫人看出她还是不想承认是自己的孙女。我有病，你就别和我计较了。我说你是我孙女，你又不吃亏。好吧，叶洛心又一次认输。青山村萧长河家，他说。这时李掌柜也走了进来。只要青山村提惠如人，肯定人人都知道。惠如人，老夫人看向叶洛心。对，这位萧娘子是皇帝亲封的惠如人，赏了官服和顶戴的。你还能得到皇帝的赏赐呢。老夫人一脸惊喜之色，她小声地朝春花道：真不愧是我孙女，不需要侯府的背景，一样能从皇帝那里争功名。春花心情复杂，却又不能说。苏管家还没证实呢，万一不是，那老夫人的病岂不是更严重了？她面上却陪着笑容。咱们侯府的小姐聪明劲儿都是随了您了。那是自然，要是随了苏乐贤那个老顽固，那可就惨了。怕叶洛心溜走，老夫人一直抓着她的手不肯放松。叶洛心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她一起回悦来客栈收拾东西。不收拾不知道，等东西全都搬上车，叶洛心才发现这位老夫人的行李可太多了，整整3大车。老夫人，您只是去短住，用不着搬这么多东西吧？这哪行，车上这些可是我每天都要用的。我家里小，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放这些东西啊。见劝说不行，叶洛心只好来硬的。真不行啊。叶洛心点头，她只好回过头对春花道：去挑一些留在客栈，只拿1辆车的东西。说完，她看着叶洛心，像是要征求意见。叶洛心无奈的点了点头。等他们这一行一共4辆马车到达萧家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之后了。青山村的人又一次开了眼界，自从萧家买了马车，村里的人再也不觉得马车是什么稀罕物了。可今天萧木他们走的时候是1辆马车，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4辆。萧家好像又有热闹看了。这次带回来的是什么人呢？哎，之前那个徐家就很有钱，这回这个看着比徐家的马车还气派耶。肯定是个大人物，跟着萧家我们可长了不少见识啊。众人议论纷纷。这时有见过侯府马车的村民走了出来，他一看见那个挂着苏字府徽的马车，侯府的马车？什么？二柱爹，你说清楚，什么侯府啊？看见没？就是那辆。我今天在城里，人家说那是京中侯爷家的马车呢。侯爷是个什么官？比县令还大。赵家老太太又挤到了最前面。赵大娘，你这是什么话？侯爷那可比县令大多了。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侯府的人。你说这侯爷比县令大这么多，都能到咱们村里来。我要是再多活几年，是不是就能见到皇帝到咱们这里来了？赵大娘，你想什么呢？可不能胡说，皇帝要是知道了，要杀头的。马车停在萧家门前，就见最前头的马车上，叶洛心和萧木先跳了下来，紧跟着后面的马车上又下来了3个仙女一样的姑娘。侯府的姑娘可真漂亮啊！要是能娶上这样的姑娘，一辈子都无憾了。二大娘听见，一巴掌拍在她的后脑壳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娶侯府的姑娘，你当你是王爷啊？大家都以为这3人是叶洛心他们带回来的侯府的贵客，没想到这3个姑娘下车之后，全都走到后面的一辆车前。车上下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夫人，她一眼扫过，每个人都想跪下来给她磕头。老夫人走下马车，往周围看了一圈，也不知道谁带的头，那些村民哗啦啦跪倒了一大片。拜见侯府夫人。赵家老太太带头喊道：拜见侯府夫人。大家也不知道这么喊对不对，反正有人带头，便全都喊了出来。这村里的人也太热情了些。老夫人稳住身形，不必多礼，大家都起来吧。老夫人让起来，可是没人敢动。3个丫鬟也对众人说：夫人让大家起来，大家就别跪着了。众人得了令，这才陆陆续续站起。与周围人群不同，这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跪下的就是萧家人。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刚把萧木和叶洛心迎了过来，刚想开口询问，大家就已经跪下了。可萧木和叶洛心没跪，身为他们的父母和兄弟，自然也就不用跪，这就是一家人给的底气吧。在叶洛心的引荐下，老夫人走到萧家院中，看了看宽敞的庭院，老夫人点头道：挺好。徐正香到现在还是懵懵的，他一脸错愕地看向叶洛心：这是谁呀？娘，这是京里来的侯府夫人，她说想来咱们家住几天。住
住，随便住，夫人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娘，叶洛心朝他眨了眨眼，徐正香也眨了眨眼，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想让他在这里住太久吗？那个，他还想找补一下，可是话都说出去了，再收可就难了。林老夫人一下就抓住了这个话头，高兴地应道：好，你就是欣欣的婆婆是吧？我觉得你十分对我的性格，我就在这里住下了。杨凤看出来叶洛心似乎有话想对婆婆说，她上前施了一礼：老夫人，您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快来堂屋里坐，我给您倒茶。徐正香趁着这个空档，把叶洛心拉到一边。怎么回事啊？这位林老夫人为什么要来我家住啊？你都不知道人家为啥来，你就让她随便住。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她为啥来呀。那边林老夫人和杨凤说了几句话，她却说什么都不肯进屋，只站在那里等着叶洛心。见叶洛心还在和徐正香小声说话，她便喊道：欣欣，外祖母渴了。外祖母？徐正香瞪大眼睛看着叶洛心，叶洛心忙转过身，背着老夫人在徐正香面前摆摆手，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徐正香一下子就明白了，怪不得老夫人要来他们这儿住，原来是脑子不好使啊，把洛心认作自己的孙女了。哎呀，这位老夫人，你说她明白吧？她竟然认错了人。可是你若说她糊涂，她不认张三，不认李四，偏偏认下了洛心。这老夫人还是有些眼光的。老夫人既然说渴，叶洛心便带着她去了房间。在后院新盖的那一排房子里面，裴顺英所住的院子的旁边，3个丫鬟指挥小厮把东西全都搬进屋子，他们又赶紧掏出被褥和枕头，把房间里的床重新铺了一下。徐正香看见啧啧了2下，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夫人，那被子的布料一看就是滑滑的，又轻又软。杨凤端了茶水进来，叶洛心给老夫人倒上一杯，几个丫头就跟着徐正香和杨凤一起去熟悉院子里的环境了。一时间屋子里只剩下了叶洛心和老夫人2个人。老夫人喝了一口茶水就放下：欣欣啊，这就是你生活的地方啊。是啊。叶洛心点了点头。要是早知道你还在世上，我该早一点来寻你，让你过上好日子。叶洛心坐在了老夫人的对面。夫人，虽然我不是您的孙女，但是我还是想说，并不是吃得好穿得好就是好日子。相比而言，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那么多规矩，也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没有钱了我可以自己挣，没有房子我们也可以自己盖。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就是你呀，嫁人嫁得太早了，要是在我身边，一定要再留你几年再嫁人，那我岂不是成了老姑娘？叶洛心笑着看向站在门口的萧木，萧木跟着来到这里，一直站在门口。你看你都跟了半天了，一直站在门口，不进来也不离开，怎么？你是怕我这个老太婆欺负你娘子不成？听见这话，萧木也走了进来。等萧木走近，老夫人看着他的样子，突然觉得有点眼熟，好像是见过，可是再仔细一看，又好像没见过。你小子啊，真是有福气，我这么好的孙女竟然被你捡去了，也不知道你上辈子烧了多少高香。想当年他家小孙女可是和成王家的小公子定过亲的，要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不过都过去了。老夫人觉得现在孙女活着就是最好的。老夫人说的是，能娶到洛洛是我的福气。不过刚才老夫人有句话说的不对。哪句话？您说洛洛嫁人嫁得太早了，我对她相见恨晚，我倒是希望能够再早几年见到她。折腾了大半天，老夫人喝完茶便想休息一会儿。叶洛心随着萧木一起回了房间。一路上，叶洛心觉得萧木的眼睛一直都在自己身上，一直进了房间，萧木还在看着他。叶洛心回看过去，这才发现萧木的眼睛虽然在自己身上，但是看样子却像是在透过自己看另外一个人。夫君，怎么了？成亲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在萧木的身上看到这种眼神。没什么。萧木摇了摇头。是不是累了？要是累了就先休息会儿。本以为萧木会拒绝，谁知道他却点了点头。萧木躺在床上，脑中一直回想着林老夫人今天说的话。洛洛是他的外孙女儿，真的是吗？萧木第一次见这位林夫人，其实是在自己的定亲宴上。是的，定亲宴，他和苏家外孙女的娃娃
亲。那年他只有7岁，还叫萧景文。据说那个和他定亲的小姑娘比他还要小3岁。小姑娘粉粉糯糯，像个团子一样，一见面就哥哥哥哥叫个不停，还一直跟在他的身后。萧木觉得很烦，为了躲开那个小姑娘，他一个人藏在后花园的假山里。小姑娘找不到他，又被石头绊倒了，趴在雪地里哭。他想出去把她扶起来，又怕扶起来之后他又会缠上她。正好有丫鬟听见声音往这边来，他便躲在假山里没有动。后来小姑娘被抱走了，再后来他也被找到了。爹发了脾气，让自己跪下给侯爷和侯夫人认错。他便在那个时候看见了艳冠群芳的侯府夫人。父亲似乎觉得光是认错还不解气，于是又罚他去祠堂跪着抄写经书。那段时间家里从上到下都觉得王爷讨厌他，因此都躲他远远的。只有那个原本哭得很伤心的小团子又过来找他，还从怀里拿出了2个热乎乎的包子。哥哥，地上凉吗？你饿吗？我给你带包子来了。小女孩的样子已经有些模糊，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2个包子，还有小姑娘鼻子上的1颗小痣。那个孩子和包子是那个冬季里唯一给了她温暖的人和事。在那之后不久，她的院子突然走水，不过一瞬，大火就把整间屋子都包围了。人们都以为她死了，可是她却被人救了出来，被身边的护卫送到了青山村。但是从那一刻起，萧景文已死，活着的便只有萧木。这些事情萧木很少会回想，只是因为老夫人的一句话勾起了以前的回忆。他看着叶落心的背影，心中在想，真的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吗？虽然叶落心说老夫人认错了，当年师傅也告诉自己那家人出了事儿，全都被山匪所杀，但是姓叶，清河县，长相相似，似乎所有的指向都在说确实是他。他娶了洛洛，便只想和洛洛共度余生，只是没想到兜兜转转，自己娶的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似乎冥冥之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叶落心还在盘点今日的进项，萧木看着他纤细的背影，心中一阵柔软。洛洛，叶落心便放下笔走了过来。怎么了？你是在因为今天的事情不开心吗？萧木摇摇头。如果你真的是那位老夫人的亲人，你会跟着她回去吗？她不是我外祖母，就算她是，我也不会和她回京城的。可是我是你娘子，自然是要跟你在一起。萧木嗅着叶落心身上的梨花香，觉得无比安心。那一刻他打定了主意，他的洛洛值得这个世上最好的东西。如果洛洛想去京城，他就跟着一起去。也许是时候用到母亲临死前给自己留下的那些人了。因为侯府夫人的到来，一向沉稳的徐正香没了主意。看徐正香焦虑无所适从，在原地转来转去。你别上火了，有什么不懂问洛心去啊。哎呀，对呀，你看我这急的，有洛心在呢。哎呀，我瞎担心什么呀？他走到2房门口的时候，元宝正趴在门前睡觉，虎子站在他的头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在休息。这一猫一虎相处的倒是挺和谐。徐正香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动静，再敲，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碰掉地上的声音。徐正香有些疑惑，明明有人却不说话，真是奇怪。他转身要走，刚迈出一步，后面的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娘，你找我？是。徐正香转过身，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咱们晚上吃什么呀？老夫人千金之躯，也不知道咱们这粗糙的食物合不合。口味2个没说出来，徐正香就看到了叶落心的脸色，白皙的脸庞上飘着一朵红晕，眼睛里更像是汪着一汪清泉。完了，徐正香暗暗道一声，自己好像搅和了什么好事啊。洛心呐，要不我还是一会儿再来吧。徐正香说着要走，叶落心却在同一时间开口：娘，进屋来坐。徐正香不能挑破，只能硬着头皮进到屋内。屋内，萧木坐在凳子上，衣着整齐，脸色正常。可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他右边的耳朵整个都是红的。见徐正香进来，萧木站起身道：娘，你来了。我就是来问一下，晚上吃什么呀？萧木闻言皱了皱眉头。叶落心认真想了一下，说道：林老夫人第一次来，不能太随便，但是现在去城里买菜也来不及，不如晚上我们就吃火锅吧。好，火锅好啊，那我去准备了。然后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叶落心有些奇怪，他看着萧木：娘，这是怎么了？萧木摇了摇头，心说娘肯定是看出了什么，可是这话不能对叶落心说，可能是比较着急吧。家里吃了几次火锅，准备起来轻车熟路，大花小花洗好菜，又收拾了刚杀的兔子和鸡。等林老夫人上桌的时候，看到桌子中央2个泥炉子呼呼冒气，她十分惊讶地问：
你们怎么在桌上炒菜？家里没有灶台吗？啊，老夫人，这是火锅，把菜在里面涮一下就熟了，好吃得很。老夫人半信半疑，直到第一口肉吃进嘴里，这才感叹道：你们乡下人可真会吃啊！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吃到火锅这东西。这都是洛心想出来的，我今年也是第一次吃呢。欣欣啊，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徐正香知道老夫人是认错人了，说到小时候，那肯定不是叶洛心小时候。她笑着没有说话，老夫人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自己外孙女小时候的事。他那个时候特别淘气，有一次和丫头们玩捉迷藏，把古玩花瓶打碎了好几只，气得侯爷半夜瞪着眼睛睡不着觉。那侯爷没打他呀？他敢，先不说我，就是我家女儿那脾气，他爹也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宝贝女儿。说起来，这孩子还是挺有福气的。唉，哪儿来的福气？父母死得早，从小颠沛流离，早早就嫁人了，还是乡下人家。说到这里，老夫人又赶紧解释道：亲家母，不是说你家不好，只是我家的孩子他本来可以更好的。是，心里却在嘀咕着，若真是侯府的小姐，我这小门小户的哪里承受得起呀？我这个做婆婆的，怕是给人提鞋都不配。还好洛心不是侯府小姐。一顿饭吃完，侯夫人吃得十分舒爽，三个丫头见了也都很高兴。往常老夫人一顿只能吃半碗饭，今天这顿用了1碗呢。夏蝉说：大夫不是说老夫人只要用得下饭，这病就好了一半了。秋月也跟着说，只有春花满面愁容。你们两个别忘了，这位姑娘可不是真的小小姐，说是老夫人知道真相，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住。唉，那可怎么办呢？要不就让这位叶姑娘认下这门亲事，以侯府的条件，以后他们家肯定是有享不完的富贵。秋月试探着说，要是一般人肯定早就应下来了，可是这位叶姑娘不肯呢。唉，讨论完，三个人的脸上都没了笑容。饭后老夫人又用了药，便早早歇下了。春花见叶洛心还在院子里消食，没有睡觉，便过来感谢她。多亏了姑娘，我们这么多人来，给姑娘添麻烦了。我与老夫人一见如故，倒也算是有缘，你不必客气。奴婢还有一事相求，希望姑娘能帮着想想办法。什么事？老夫人的药已经吃了多年，纵然如今心情大好，也不敢给夫人断药。可是我们带来的药就只剩下5天的量了。姑娘若是得空，能不能帮我们劝劝夫人，让她早点回京？好。叶洛心爽快地应下，春花施了一礼，多谢姑娘。我们这马上就要收稻子了，老夫人住在这里也不方便，还是回自己家住的好，打扰姑娘了。当晚老夫人睡得也很安稳，原本一夜要醒3次的，这一晚却一觉睡到了天亮。欣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知道叶洛心出去赚钱了，老夫人没说什么，只是问了几次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一般晌午之前就能到家，等他们回来了，一定会给你买好吃的的。老夫人被这话哄得高兴，趁着阳光正好，吃了饭就和徐正香坐在院子里。快到晌午时，他们没等回叶洛心，一个留在客栈的小厮倒是来给老夫人送来了一个好消息。恭喜老夫人，苏管家说小小姐已经找到了，请您回客栈与小小姐相见呢。小厮单膝跪在老夫人面前，心中高兴万分。老夫人这些年因为思女心切，落了一身的毛病，自己如今带了这么好的消息来，老夫人一定会重重赏她的。不过她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老夫人听完之后，忽然把手中的茶碗往桌子上一放，咔嚓一声，吓了小厮一跳，同时也吓了徐正香一跳。你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假消息？大胆奴才，还敢蒙骗我！小厮连连磕头。老夫人明鉴，苏管家真的找到了小姐，特意让奴才来寻老夫人的。我孙女就在这里，那个苏中又是从哪里寻来的人？苏管家说是从小荡村找到的。小荡村，叶安原来住的地方。老夫人的心往下沉了沉，难道自己真的弄错了？可是如果不是自己的外孙，怎么会和女儿长得一模一样？你让苏中把人给我带来这里。小厮得了命令，立刻回客栈去通知苏管家。此时叶洛心和萧木几个已经回了家，正如徐正香预料的那样，叶洛心真的给老夫人带了点心，是一包夹心桂花芝麻糖。老夫人吃得十分开心，吃了一块之后还想再来一块，却被叶洛心给拦住了。美味不可多用，小心牙疼。我牙还全着呢，就让我再吃一块呗。老夫人，我给你买糖是为了解馋，但是吃多了反倒得不偿失了。哎呀，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连吃块糖都要被人管着。老夫人叫苦连连，三个丫头却全都站在一边捂着嘴笑。就老夫人这脾气，在王府里谁敢说个不字？谁敢让老夫人受这种委屈？这叶姑娘还真是有本事。一家人都围着老太太乐不可支。这时一辆马车却出现在村口。自从进入青山村的那一刻，邹氏的心就开始忐忑。
他不停祈祷，希望那位老夫人做客的人家千万不要是萧家，只要不是徐正香的家里，他100%能搞定老夫人。可马车越走，他的心就越紧张，直到马车在萧家门口停下，他的一颗心彻底凉了。又是萧家，又是叶洛心，当初就不该收养叶洛心，叶洛心生来一定是来克他的。管家已经跳下马车，请小小姐下车。叶青青躲在车里，根本不敢下来。管家在车前站了半天，见里面没动静，请小小姐下车。这时外面的动静已经引起了萧家的注意。萧松第一个从院子里走出来，请问你找哪位？管家见院子里的人出来，立刻行礼。请问侯府的老夫人是否住在贵处？是住在我家里。你们也是侯府的人吗？快请进。管家很是高兴，想立刻进去给老夫人报喜，可是车上2个人说什么都不肯下来。我知道2位一定是第一次见老夫人，有些害怕，但是你们别怕，老夫人为人还是很随和的。老夫人对自己的孙女儿应该是随和的吧？邹氏也知道一直躲在车上不是个办法，只好从车上探出头来。刚伸出头，就看见了从大门口走出来的徐正香，他一下子又把头缩了回去。可尽管他动作很快，徐正香还是看见了他的身影。邹氏，你在车上做什么缩头乌龟？你还敢来青山村？上次打的巴掌已经不疼了是吧？姓徐的，你别得意，说出来怕吓死你。我告诉你，我家青青可是侯府的小小姐，你再敢嚣张一个试试？你女儿是侯府小小姐，那你不是侯府大小姐？不是我瞧不起你，就你那鸟拉屎都看不上的脸，我不信侯府能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来。住口！不许对小小姐的恩人不敬。苏中，你好大的威风！苏中一下子就听出了老夫人的声音，他连忙转身弯腰。老夫人。林老夫人从院子里走出来，看了苏中一眼，又看了一眼马车。什么人藏在车里？回老夫人，是奴才刚刚找到的小小姐，车下的这位是她的养母。我苏家的人什么时候这么见不得人了？苏中一听，脸都白了。叶青青知道再在车上不下来就有些过不去了，她只好硬着头皮走下马车，站在邹氏身边。老夫人眼睛一直盯在2个人身上，被那样一双浑浊的又严厉的眼睛盯着，邹氏觉得后背起了一层白毛汗。见老夫人没再开口，邹氏把叶青青往前推了推，叶青青不得已往前迈了2步，拘谨地站在老夫人面前。老夫人只看了一眼就撇过头，转头看向管家。这就是你给我找来的人？回老夫人，奴才多方打听，叶安原名叫叶怀兴，正是小荡村人。这位夫人说，这位姑娘就是叶家的小姐。小姐和姑爷过世后，小小姐便养在她的膝下。她？老夫人再次看向叶青青。外祖母，孙女给您见礼了。叶青青俯身行礼。先别叫得这么亲热，是不是我外孙女还需要证实过了再说。我且问你，你的父母是谁？我的父亲是叶怀兴，我母亲是苏如玉。叶青青，你不要脸！叶洛心原本还在看戏，不知道叶青青什么时候有了一个这么有钱的外祖母，直到听见叶青青说出这句话，他直接炸了。徐正香也听得明白，叶洛心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紧跟了一句：哼，脸呐，拿去糊墙了，还是拿去做鞋底子了？我家马的脚掌都没你们的脸皮厚。此话一出，老夫人和管家同时看向这婆媳俩。老夫人，我不知道你要找的人原来是叶怀兴的女儿，别的事我可能不知道，你去10里8村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叶洛心才是叶怀兴的女儿？我这儿媳妇在他们叶家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刚到我家来长得就跟豆芽菜似的。她邹氏和叶大成贪了人家的铺子，却虐待人家的女儿，这种事就该天打雷劈，老天爷瞎了眼呐，才让他们这种人渣还活在这世上。想不到他们还能做出更不要脸的事儿，竟然还能做出冒认别人父母的事情，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徐正香咔咔一顿输出，句子都不带断一下的，听得苏管家出了一身的冷汗。完了呀，我可能真的找错人了。老夫人也很会抓重点，她只听见了叶洛心才是叶安的女儿，她一把抓住叶洛心的手，高兴道：我就说吧，你是我孙女，你看看我老太婆眼光毒得很，女儿是养在我家的，别人怎么知道哪个才是我亲生的？就因为老二和弟妹留了铺子给我们，所以我们夫妻2个必须好好的给她养女儿。我们对青青可是一心一意，半分都不敢怠慢。相反，正是因为洛心是我亲生的，我们才敢让她吃苦。
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你不怕他爹娘半夜来找你算账？老夫人环视了一圈，这件事想要确认简单的很，我们滴血认亲不行。哼，滴个血而已，又不是砍你的手，怕什么？徐正香得意地笑了起来。老夫人果然是有见识的。杨凤心下又紧张又有些兴奋，滴血认亲呢，她这种大场面她从来都没有见过。没过一会儿，她风风火火跑了出来，手中端着他们屋里的洗脚盆，盆里还放了半盆的水。徐正香扶额，杨凤砰的一声把水盆放到了邹氏母女面前。老夫人看看管家，动手吧。是。苏中领命，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邹氏一看那匕首，腿脚立刻就软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夫人，我们不认亲了，我们不认亲了，我要带芊芊回家。来都来了，今天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谁都别想走。苏中，管家后背一凉，他立刻上前，干脆利落地捏住叶青青的手腕，伸手一划，几滴鲜血就落入了水盆之中。他将邹氏的胳膊拧到水盆上方，紧接着银光一闪，邹氏手掌上出现一道长长的伤口，十几滴鲜血落入水中，血滴很快就融合到了一起。老夫人，这两个人确实是母女。他转身看向邹氏，大胆邹氏，竟然敢欺骗侯府夫人，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邹氏吓得嗷嗷大哭，叶青青在一旁也急得直抹眼泪。都怪你，非要贪图什么侯府的富贵，现在怎么办啊？邹氏仿佛从梦中惊醒，他看了看女儿，立起身来，朝着老夫人西行几步。求老夫人明鉴，芊芊她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主意。老夫人要罚就罚我，求您放过芊芊。她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还是她不知道自己不是侯府的千金？我侯府的门槛什么时候这么低了？这种不入流的东西都敢冒充侯府小姐？苏中，这件事交给你去办，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一眼，也不想听见他们多说一个字。说完，老夫人转身进了萧家院子，其余人也跟着走了进去。直到这时，那些听到风声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才大大的舒了一口气。还得是侯府夫人，做事就是这么干脆利落的。她方才说话的时候，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对呀，我还抓了一把瓜子呢，一个都没敢吃。到底是经历了大场面的人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萧家老夫人十分得意，自己虽然老了，但终究是没有认错人。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外孙女。快叫声外祖母让我听听。老夫人目光灼灼，竟然看得叶落心不好意思了。叫吧，哎呀，叫吧，别不好意思。外祖母。叶落心终于小声地叫了一声。哎，老人赶紧应下来，笑得合不拢嘴。你这个孩子，当初问你说家里是哪儿的，你怎么不说小荡村？如果知道你是小荡村的，今天保证不让那两个现眼的狗东西来这里。老夫人，您呀也别怪这孩子，当初洛心可是被那对夫妻给卖掉的，我们用50两银子买断了他和那家人的关系。自从到了我们家，这孩子就把这里当成是自己家一样了，根本就不想再认他们。什么？那对没心肝的竟然敢把我的孙女卖掉50两，我孙女就值50两银子。老太太心疼得不得了，连忙示意春花将自己的信物拿来。这个是我在永丰钱庄存钱的信物，一共5万两，钱不够花了，就拿着这个去钱庄兑钱花，想兑多少兑多少。外祖母，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况且我的银子也够用，拿着，这点钱算什么？侯府里还放着永乐钱庄、亨通钱庄和亨宝钱庄的信物，那时候也不知道你还在世，我就是随便存了一点，早知道这样，我应该多存一些的。这下叶落心也不好再拒绝，默默地收下了信物。见他收了东西，老太太这才高兴起来。不过啊，现在也不算晚，我身子还算硬朗，你想要什么，我照样能给你弄来。别的事情都暂时放在一边，但是我听春花说，您这次过来带的药都快要吃完了，您是不是该回去了？我不回去，除非你和我一起回去，我才去。外祖母，村里马上就要秋收，更何况铺子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真的走不了。你不走，那我也不走，反正那些大夫的药屁用都没有，我吃了10年的药，没有一天像今天这么快活过。只要你在我身边，那就是我最好的良药了。叶落心知道老夫人有赌气的成分，再次劝道：高兴归高兴，但是药还是得吃的。我刚刚找到了外祖母，当然也希望外祖母能够长命百岁，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可咱俩才刚刚相认，这一来一回的，少说也得1个月，我这小心肝怎么受得了哦？老夫人说的凄凄惨惨，像是想到了什么。那个裴树已经小半年没回京城了，我就算回去了，侯府也未必能找得到他。侯府的那些府医只会照方子抓药，反正我已经让人去京中拿药了，左右几天就能回来。等经理来信说裴神医回来了，
我再回去，行不？他和叶洛心商量，本来也没指望叶洛心能马上答应，谁知道叶洛心听完他的一番话后，突然变了脸色。您说给您开方的大夫是谁？裴树啊！老夫人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她不知道外孙女为什么听见这个名字突然就变了脸。这个老头子一年能有半年在京城就不错了，关系好的能排上队，关系不好的任凭你身份再高，还是连人都看不到。按理来说，我走之前他应该在京城的，不知道今年跑哪里去了，可能是被什么病重的人绊住了脚了吧。叶洛心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要说是病人给绊住脚了也没毛病，可是孔夫子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最近裴神医除了研究解毒药丸，就是给萧家做兔子防病的药包。要是让京中大家知道了他在干这些，还不得杀到青山村来把萧家给撕了？叶洛心看了看萧木，见萧木面上没有什么惭愧的表情，便要继续说道：我这里倒是也有一个姓裴的大夫，不知道是不是外祖母要找的那个。萧松去学堂找裴神医，一路上所见的村民全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萧松出去啊。萧松，听说那位侯府夫人是老二媳妇的外祖母。那你们家岂不是和侯府搭上关系了？你娘和侯府夫人是亲家呀。萧松面无表情的应完，赶紧快步离开。碰见别人都不敢再开口，生怕他们问出什么自己答不上来的问题。村民们看着他的背影议论纷纷。哎呦，我就说吧，我没听错，那个叶洛心才是老夫人的外孙女。老萧家这是走什么运气，竟然娶了侯府家的外孙女？这和在路上走着一低头捡到夜明珠有什么区别？那当然有区别，萧家这个儿媳妇儿本事可大着呢，一辈子不知道能赚多少个夜明珠。谁说不是呢？消息传到李翠花的耳朵里，李翠花算是彻底服了气。自己的儿子就算是再厉害，那儿媳妇家里再有钱，也不可能和侯爷家里比啊，那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西瓜比芝麻吗？败了，他这辈子在徐正香面前都翻不了身了。学堂里，裴神医正在和孔夫子下棋，孔夫子的黑子已经成回笼之势，在裴神医下完一颗白子之后，他下了最后一颗黑子，顿时裴神医的白子全都被杀光了。不行，我要重下，不能悔棋。你不让我悔棋，我今天就再给你多扎上10针。那我让你悔棋，你今天就不扎我，悔一步我可以少扎1针。你这不是耍赖吗？你可别忘了，我对你是救命之恩，你这条命都是我从阎王手里救出来的，我就悔个棋怎么了？一互不相让。这时哑奴走了进来，比划着手势，示意外面有人找。让他进来。萧松走进来，向2个人微微一礼，然后说道：裴神医，侯府林老夫人找您。萧松想着，他一直都把裴神医当作座上宾，没有让裴神医跑腿的道理，所以他搬出侯府夫人到底有些身份，谁知裴树根本不放在心上。不去，我正忙着呢，侯府夫人的面子都不给。他想起临行前弟妹嘱咐的话，我二弟萧木找裴神医有要事相商，老夫人都请不动的人，说二弟的名字能好用吗？萧松心里没底，谁知裴树听见后面这句话，立刻直起腰，把手中的棋子往棋盒里一扔。今天暂且饶过你，等我明天过来，我们2个再战300回合。说完，他看了看还在愣着的萧松，说了一句走啊，便第一个抬腿走出了房间。2人回到萧家，看见院子里的林老夫人，裴神医还是愣了一下。林老夫人看见裴树，更是大吃一惊。裴神医，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2人异口同声。说完，老夫人看了看叶洛心，裴神医则用眼神瞄了瞄萧木。我来自然是为了我的外孙女。我来自然是为了村里的教书先生。裴神医看了看萧木，话在半途就拐了弯。我眼睛不好使，你当我脑子也不好使吗？你裴神医什么时候会为了一个病人耽搁这么久？我记得去年太后生病，你也就在宫里住了10天。现在你告诉我，为了一个教书先生，你能留在这大山沟里1个多月？我不信，除非你告诉我，那个教书先生是你相好的。林夫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我哪来的相好的？再说，孔夫子是个男的，胡子比我都多。林老夫人也觉得自己有些失言。我只是气你为什么要骗我？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还有人能管得了我？不说就不说，有什么了不起？有了裴神医在，林老夫人也不必急着回京城。裴神医给林老夫人把了脉，然后开了药方，让老夫人的丫鬟按此药方去抓药。因为不用回京城，林老夫人对裴神医的态度也好了很多。大家正聚在一起说话，忽然听见院外传来了拍门的声音，嘟嘟嘟，拍门声又快又急。紧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萧兄在吗？我是徐子生。
徐掌柜！大花赶紧去外面开门，只见徐掌柜衣衫不整地站在门外，而且他的后背还背着一个人。大花赶紧将人让了进来。萧纵和萧木两人也从屋里走了出来，一把接过徐掌柜后背背着的人，仔细一看，竟然是徐才。只见徐才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赫然已经晕过去了。怎么回事？萧木皱着眉头问：裴神医在吗？快，先救人！这时裴树也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昏迷的徐才，连忙伸出两指搭在他手腕的脉搏上，然后皱着眉头看向徐子商。徐才这是怎么了？怎么会中毒？徐子商也来不及解释，忙给裴神医行了一礼，求裴神医救救我儿子！情况紧急，裴神医也不再多问，他从腰间掏出一个荷包，选中里面最长的一根针，朝着徐才的痰中穴扎了下去。昏迷的徐才眉头一紧，一口黑血从嘴里吐了出来。快把人扶到我房间去！萧木、萧松两个人一起把徐才抬进了裴神医的房间。裴神医让小花去倒了一碗水，他将药丸化入水中，吩咐大花将药给徐才灌了下去，这才叫众人随他一起走出房间。毒性暂时控制住了，我开一个方子，再喝上半个月的药，应该就能根除。徐子商一听这话，立刻要给裴神医跪下，谢裴神医救命之恩。裴神医立刻伸手将他扶了起来。徐掌柜，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回老家了吗？徐才怎么会中毒呢？萧家人和裴神医也看着徐掌柜，心中都是同样的疑问。这件事说来话长，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坚持回去。当初我就应该听姑娘的话，留在这里，而不是执意回到老家。如果姑娘不嫌弃，还愿意收留我们父子，我徐子商愿意全心全意辅佐姑娘，不管姑娘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说完，他双手抱拳，深深鞠了一躬。只要徐掌柜肯帮忙，我自是感激不尽。正好现在我家的生意刚刚起步，正是用人之时，以后还要辛苦徐掌柜了。多谢姑娘。当天晚上，叶洛心就把如今生意的情况讲给了徐子商，并和他细细地研究了鲁兔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天，萧家两对小两口一起去店里，不过这次又多了徐子商。徐子商开惯了大酒楼，猛一见他们家的小店，心里还不由打了个突，这个店面也太小了。不过等他走到店内，看见店里的布置，这才明白叶洛心用的心思。昨天叶洛心已经大概给他讲了现在的运作模式，所以看见顾客飞速抢光了店里的卤兔，他倒是没太惊讶。萧松和杨凤先回家里，等关上店门，叶洛心、萧木和徐掌柜去了摘星楼。今天是他最后一次去摘星楼验收他们的学习成果。摘星楼的后厨已经熟悉了叶洛心，见到他忙热情地打招呼。叶洛心回应过后，就去锅里看他们今天的成品。他们现在做的与我家里的卤兔味道基本相同，以后所有的店达到这种水准就可以。几人刚想要走，李掌柜忽然匆匆忙忙跑了过来。慧如人且慢，楼上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想要吃卤兔，我怕这边应付不来，还请如人稍待一会儿，看看这位夫人有没有特别的要求。什么客人让掌柜这么紧张？就是那位京城来的侯府夫人，如人前2日也见过的。侯府夫人？叶洛心大吃一惊，早上走的时候，老夫人还在家里嗑瓜子，说好了在家等着他回去，这会儿怎么跑到城里来了？还专门跑到摘星楼吃卤兔。老夫人，您怎么来了？老夫人朝他挤了挤眼睛。我听人说新月摘的卤兔味道一绝，但是他们家要排队买，但摘星楼卤兔是专门和他家学的，所以我特意过来尝一尝。叶洛心瞬间明白了老夫人的意思，摘星楼卖的也是新月摘卤兔，老夫人尽管放心品尝，味道是一样的。你既然来了，就坐下来陪我一起吃。于是叶洛心也在房间内坐了下来，外面的李掌柜这才放下心来。还得是你夫人，我真怕有发生上次酒酿园子的事，这位夫人的怒火，我们小店可承受不起啊。萧木冷漠地点了点头，徐子商看着李掌柜，却不由摇了摇头。这可是老夫人的亲外孙女，还有什么搞不定？李掌柜也是这时候才顾得上和徐子商说话。徐掌柜，好久不见，最近在哪里发财啊？李掌柜，在下如今并不是掌柜，而是叶掌柜的一个管事，您就叫我徐管事就行。李永寿大吃一惊，当初徐子商店铺被封，他可是第一个联系的徐子商，诚邀他到摘星楼来帮自己管店，可是徐子商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半年没过，他竟然肯屈就在叶洛心的手下了。那个新月斋比自己的摘星楼小了可不止1星半点儿，这个慧如人到底有什么魔力？李永寿想不通，徐子商也没打算给他解惑。打完招呼后，就和萧木一起下了楼。他们在摘星楼对面随便找了个馄饨摊，一人吃了一碗馄饨，眼睛却一直盯着摘星楼的门口，等叶洛心和老夫人出来。老夫人吃了饭后，叫了掌柜的进去。你们店里的卤兔很好吃，我很满意，
秋月，把我带的东西拿上来。是。秋月应下，从放在角落的背篓里拿出了一个用兔毛制成的仿真兔子。老夫人将假兔子放在怀中，这只兔子我最喜欢，如今就赏给你了，你可以把它放在大堂之中，就说是定安侯府的老夫人赏的。李掌柜受宠若惊，连忙双膝跪地，伸出双手接下了那只兔子。谢老夫人赏。赏你算是让你捡了便宜，都是新月斋的兔子味道好，吃得我心中高兴。老夫人说完，慢慢站起身来，在叶洛心的搀扶下，慢慢走出房间，下了楼。叶洛心扶着老夫人走出店门，萧木和徐子商立刻迎了上来。走出几步之后，叶洛心才问道：外祖母，你怎么特意到这边来吃卤兔了？你昨天不是说现在卤兔的名声还不够响吗？那我就来加把火，让那个李掌柜再努力，把咱们家卤兔的名声打出去。叶洛心扑哧一笑，还是外祖母有办法，这算什么的？他要是敢不好好给你宣扬，我还有办法治他。那李掌柜岂不是成了被利用的冤大头？秋月也在旁边咯咯直乐。他冤什么？老夫人瞪了秋月一眼，他乐不得呢。有了咱们家的卤兔，他不知道要多赚多少银子，便宜他了。祖母莫气，这世上的钱啊，不是一家能赚得完的。他卖得越好，我这边的调料和兔子卖得越多。况且我还有别的生意想做，这酒楼的钱就让他赚好了。夫人，如今我既然已经回来了，夫人不如就在原来的预算上再加上酒楼一项，有了卤兔加持，我保证能干得风生水起。先不用，如今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让徐掌柜去做。叶洛心想让裴掌柜去做的事，就是去别的县城考察酒楼的营业情况。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家酒楼掌柜前来询问想要做新月斋卤兔，可叶洛心一直没有答应。按照他原来的计划，一个县城只能有1家新月斋卤兔店，因此他需要去考察对方的实力。加盟的酒楼可以没有摘星楼这么强，但必须有一定的规模。自己一直没有时间，现在徐掌柜回来了，正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做。叶洛心简单说完之后，徐掌柜立刻就明白了。好，我明天就启程。不着急，等徐才的身体好一些再走也不迟。等他们说完了话，林老夫人这才一把拉住了叶洛心的手。走，祖母带你去个地方。去哪里？外祖母带你去买衣服。说完，林老夫人还瞪了一下萧木。身为男人，连媳妇儿都不知道疼。现在我来了，我要好好的疼我孙女，早晚让她对你失望。林老夫人，你怎么还要抢我媳妇儿？外祖母，我现在衣服够穿，人靠衣装，马靠鞍。你长得这么漂亮，现在又是新月斋的掌柜，当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况且有我在呢，你祖母天天穿得这么好，没有你穿得不好的道理。说完，他拉着叶洛心继续往前走。叶洛心拗不过，只好乖乖跟在后面。他们去的是县城最大的一间成衣店珍宝阁。珍宝阁店面装修华丽，一共有3层。几位贵客想买什么样的衣服？我这个孙女儿，你看看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小二朝着叶洛心看了几眼。这位姑娘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而且胖瘦均匀，穿什么都漂亮。老夫人听得高兴，那就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衣服拿出来。好，4位请跟我去3楼。恭敬地带着几个人往3楼走。他边走边给几个人介绍，小店一共有3层，每一层的衣服价格都不同，越高的楼层价格越贵。像咱们3楼啊，展示的衣服都是特殊定制的，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清河县有身份的姑娘们才能来3楼挑衣服呢。老夫人听完点点头，没有说话。在京城，比这大的多的成衣店她见多了，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小店放在眼里。几人上了楼，叶洛心放眼看去，简直被店里精工剪裁的衣服晃花了眼。小二果然没有说谎，这3楼的衣服雍容华贵，面料上乘，一看就价值不菲。小二挑出一件桃红色的衣服给众人看，这条裙子是用桑蚕丝料精心裁剪而成，上面的刺绣是10几个绣娘做了半个月才做出来的。你们看这手工，这花纹是不是非常漂亮？还有吗？还有这件。小二又拎出一件杏色的掐腰细裙，这条裙子颜色素淡，可是特别衬人的皮肤，像这位大小姐这样的长相才能撑得起这条裙子的美。老夫人点了点头，刚想让叶洛心去试一下，叶洛心却指着一件墨绿色绣荷花的开衫说：外祖母，您试试这件，这件看起来很衬您，给你挑衣服呢，你倒给我挑起来了，快去快去，我们2个一起买。叶洛心把老夫人推去了后面，秋月也跟着走了进去。徐子商看着这个环境，自己待着不合适，便告辞下楼，萧木也陪着他一起下去。一时间屋子里就剩下了叶洛心一人，他还在仔细挑选，总觉得这件好看，那件也好看。这时楼下忽然又传来了脚步声，紧跟着一个个头不高，面色有些黑的姑娘走了上来。她瞥了一眼叶洛心，我的衣服呢？常小姐，您稍等，我马上去后面给您取。小二离开后，常小姐看了一眼叶洛心，嘴里哼了一声，哼，
珍宝阁还真是越来越不上档次了，真是什么人都往里放。叶洛心没有理他，他选中了一件浅紫色的窄袖长裙，他在身上比了比，好像大小也合适。正好小二走了进来，递了一个盒子给常小姐。常小姐，您的衣服。谁知这位常小姐并没有急着打开盒子看，而是指着叶洛心手里拿的衣服说：我还要这件，这个也给我包起来。常小姐，咱们店里每款衣服就只有一件，这条裙子这位姑娘已经拿在手里了，要不您先看看别的。怎么，我都在你们这儿买了10几条裙子了，还不如一个新顾客。我可是你们店里的大主顾，让他让我怎么了？小二十分为难，既不敢坏了店里的规矩，也不想得罪常小姐。他弯腰给常小姐鞠了一躬。常小姐，实在对不起，来到咱们店的都是贵客，小的一个也得罪不起。要不我给您看看咱们店里新到的宝贝。哼，我就是想要这件，你敢说不行？那订的这件衣服我也不要了，以后我再也不来你家买了。我倒是要看看你敢不敢得罪我这个大客户。小二额头上见了汗，他走到叶洛心面前。这位姑娘，您看。叶洛心倒是无所谓，一件衣服而已，也没有美到非要不可的地步。他这么喜欢，就让给他好了。他正要开口，老夫人却从后面转了出来。我看看是谁想从我孙女手中抢衣服。他看了一眼屋子里的3个人，将目光锁在常小姐身上。就是她。叶洛心点了点头。老夫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常小姐。这位姑娘，你自己长得这么黑，还想穿紫色，是觉得自己看起来不够像一块黑炭吗？常小姐生平最讨厌别人说她黑，听见老夫人这么说，她立刻气得直跺脚。谁说我黑？我明明不黑。老夫人道。这话你骗骗自己还可以，难不成还想骗别人？我老太太眼神是不怎么好，可你如今和我孙女站在一起，一个如阳春白雪，另外一个就是烧焦的黑炭，你还敢说自己不黑？难道你的眼神还不如我？小二，你家的衣服还想不想卖了？你要是想留住我这个客人，就赶紧把这2个人给我赶走，得罪了我，看你家的衣服以后还卖给谁？小姑娘，别太自以为是。哼，另外一个女娃娃不要在外面太招摇，免得给你家里添不必要的麻烦。你常小姐气得咬牙切齿，你还敢威胁我？你也配？老夫人说完之后，不再给他一个眼神，转而对着小二道：小二，把这层楼的衣服全包起来，除了紫色的那件，我看那件有点肥，欣欣穿不太合适，还是让更合适的人穿去吧。是。小二听完，手脚都控制不住的瑟瑟发抖。他来珍宝阁7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主顾，这下他再也不怕得罪常小姐了，立刻上前去，把墙上挂着的衣服一件一件拿了下来。常小姐还没缓过神来，这是哪里来的土豪啊？她堂堂清河县县城的女儿，3个月就只能买一件珍宝阁3楼的衣服，这个土包子竟然一下把所有的衣服都买走了。小二，你别上当了，你卖了这么多年的衣服，难道还看不出客人的实力吗？小二没有说话，收衣服的动作却不停。他心想，你自己眼下可别捎带着我了。那位姑娘虽然看起来穿得有点寒碜，但是那位老夫人来时穿的衣服可都是进贡朝廷的料子，这玩意儿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吗？放眼整个清河县，就连县令大人都穿不到这样的料子。秋月嫌常月娥聒噪，对着他道：我家老夫人已经将这里包场了，这个姑娘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过眼瘾吗？要我看，其实2楼的衣服更适合姑娘，不如姑娘下楼去看一下吧。常月娥平时确实是在2楼买衣服的时候多，被秋月这么轻易的就戳中的心事，她双手捂脸，转身朝着2楼跑去。外祖母，买这么多的衣服怎么穿得过来呀？买来的衣服又不是必须得穿，放在那里看着高兴，也算是没白花钱。叶洛心暗暗吐了吐舌头，心说：您这是女版霸道总裁吧？老夫人看着店小二把最后一件衣服叠好，还是觉得不满意，便又问道：这3楼的衣服就是你家最好的衣服了吗？其实我们掌柜的还有一个秘密仓库，里面有一件特别漂亮的衣服，只是因为做工太贵，至今没有人买。哦，老夫人听完来了兴趣，那今天你就让老太太我开开眼，到底是什么样的衣服这么宝贵？得嘞，我这就带您过去。小二叫来自己的同伴，让他们将3楼的衣服都装好，自己则带着老夫人和叶洛心去了3楼后面的一间密室。密室里放着9颗拳头大的珍珠，每一颗都散发出柔和的光线。在密室中央放着一个黄铜制成的箱子，小二拿来钥匙将箱子打开，一条闪着七彩光晕的裙子顿时展现在几个人的眼前。这条裙子是用1000年冰蚕丝织就而成，每一根冰蚕丝都有5米长，才能保证裙子的完整性。据说这条裙子触体冰凉，能根据人身体的温度变换
换出不同的颜色。冰蚕丝十分难得，光是凑齐材料就花了18年的时间。那位老匠人本来是想将这件衣服送给自己的女儿，可是女儿远嫁他国，送去的途中被盗匪所劫，这件衣服就流落到民间，直到被我们掌柜的所收藏。不要编那么多富丽堂皇的故事，多少钱？小二比出2根手指2000两。叶洛心愣了一下，不，小二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2万两。2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叶洛心差点冲口而出，他拉着老夫人的手，外祖母，我们走，外面那么多裙子还穿不过来，这个不要了。谁知老夫人却看着裙子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2万两，我要了。不是，怎么就要了呢？叶洛心大为不解，这条裙子虽然漂亮，可是价格实在是贵得离谱啊！把这条裙子穿在身上，不就成了行走的2万两？走在路上都得提心吊胆，生怕别人打劫了吧？老夫人却像是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面上全都是欣喜的神色。小二，把这条裙子也给我包起来。是。外祖母，我看你对这条裙子的感情不一般，莫非你知道这条裙子的来历？见小二下楼后，叶洛心问，老夫人的眼神变得悠远。我不光知道这条裙子的来历，还知道这条裙子里面还有一件小衣。叶洛心十分惊讶，她上前挑开裙子的衣领，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件同样材质的小衣。她睁大眼睛问道：外祖母，你不会就是那个远嫁他国的女儿吧？老夫人走上前，那小伙子编来骗人的话你也信啊？他竟然是骗人的吗？若是我不知道这裙子的来历，定然也被他骗过去了。可偏偏这条裙子当年是我找人做的，所以他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一下就能识别出来。既然是您找人做的，那这条裙子怎么会流落到珍宝阁来？当年这条裙子是我送给你娘的，只是在那之后没多久，你娘就出了事，这条裙子也不知所踪。原来是这样。叶洛心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夫人眼睛看着远处，就如小伙子所说，这套裙子全部是用冰蚕丝织就而成。你母亲从小身体不好，我听说冰蚕丝养人，特意找人织了这条裙子给她，原本是想等她出嫁的时候给她当嫁妆，结果没想到她早早的就看上了你爹，2个人私定终身，还跑到这偏远的清河县来。老夫人说得很慢，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整件事情听下来，叶洛心一边觉得这2个人的爱情挺伟大，另一边又觉得叶怀兴挺不靠谱的。老夫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怎么就这么给人拐跑了呢？老夫人继续说道：他们2人逃走后，你外祖父大发雷霆，下令再也不准女儿进侯府的门。你母亲在外面也不准提自己是侯府小姐的事。听到这里，叶洛心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之前大家都知道苏如玉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却没人知道她是侯府小姐。你母亲也是个倔脾气，从小到大遇事从来不肯低头，你出生之后，这种情况才缓和下来。你小时候长得好看，站在那里像个小雪团子一样。你娘写信说是女儿想见见外祖和外祖母，你外祖父这才找到台阶，允许他们夫妻2人回京。他们回京的次数不多，不过我明显能感觉到，你娘自己做了母亲后，对我和侯爷的态度都好了很多。在你5岁的时候，你爹娘还同意把你许给了成王家的小公子，可惜那个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小年纪就没了性命。再后来，你6岁的时候，这条裙子刚刚做好，我派人将裙子送给你母亲，也算是全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只是怎么也没想到，我最后也没见过你母亲穿上这条裙子的样子。老夫人眼神悠远，眼中尽是遗憾。我一直在想，这条裙子这么漂亮，你母亲肯定会喜欢吧？叶洛心看得不忍，对老夫人说道：外祖母，你稍等一下。说着，她喊了秋月带着裙子随自己一起去了后堂。半晌之后，她穿着那条冰蚕丝的裙子走了出来，银白的凤尾裙将她的腰束得极细，腰间挂着一条用珍珠串成的腰带，更衬得整件衣服雍容华贵。随着叶洛心缓慢轻移脚步，裙子反射出粉白色的光芒，将整个人笼罩其中。老夫人看着她慢慢走来，一时间竟然看呆了。如玉。老夫人低声呢喃。外祖母。叶洛心轻轻呼唤。老夫人抹了抹眼睛，勉强笑了一下。好看，我就说我孙女这条裙子一定好看，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样子的，是你娘没这个福气。外祖母，娘的事情
叶洛心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很难再查清楚。不过我始终不相信几个山匪就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好在他顿了一下，又微微一笑。好在你还活在世上，如今又找到了你娘当年遗失的裙子。看来冥冥之中，老天还不想让我这个老太婆走上绝路。外祖母，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您。叶洛心握住了老夫人的手。那就说好了，我不回京城，你也不许催我回去。叶洛心没想到老夫人这么会抓时机。若是普通妇人，她把老夫人留在这里也无妨。可是这可是堂堂定安侯府的当家主母，一直留在这里，真的会没有问题吗？只要京城那边不催您，我是不会催您回去的。叶洛心又去后面换回了自己的衣服，等回来的时候，小二已经打包好了所有的衣服。他将一张购买凭证交给秋月，然后对老夫人和叶洛心道：夫人，姑娘，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小店的贵客，从这里买的衣服可以随时拿来小店进行调改，只要我们珍宝阁在，您就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秋月将凭证收好，恰好萧木和徐子商也走了进来，两人看着打包好的包裹，大吃一惊。徐子商指着7、8包衣服，忍不住说道：这么多衣服要穿到什么时候去？好像是有点买多了。叶洛心也小声说道：这些男人懂什么？我们女人就是要有很多的衣服，穿不穿的不重要，主要是得有。说完，他看了一眼萧木，萧木立刻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知道了，外祖母。老夫人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些天看下来，你这个夫君还行，除了身份低了点。叶洛心朝着萧木悄悄吐了吐舌头，没办法，谁让外祖母这么强势呢？衣服太多，光是一辆马车拉不下。于是徐子商又去街头雇了一辆牛车。几个人回到家里，发现昏迷的徐才已经醒了过来。徐才的身体还很虚弱，他看见徐子商，爹，你回来了。徐子商快步上前：孩子，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有老夫出手，还有什么醒不过来的人吗？不过幸亏有老夫在，不然你可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喽。说着，裴神医拿出一块晒干的肉干，递给了身边的猫头鹰。最近虎子又给他找来了2条七星蛇，这次给徐子商解毒的药就是用七星蛇的蛇胆配出来的。所以裴神医刚才已经和徐才说过了，除了自己，这只猫头鹰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徐子商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的事，他听了老神医的话，对着裴树：多谢老神医。你们也不必谢我，我老头子四海为家，要不是有萧家人，我们也没有这个缘分。想谢你就谢萧家吧，以后我徐子商就是萧二公子和叶姑娘的管事，二位有什么吩咐，徐子商万死不辞。徐才看着叶洛心，也虚弱的笑了笑：叶姑娘，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我还能跟着你把事业发展到大梁各地吗？尽管徐才面色苍白，可是萧木依然觉得他的笑容刺眼。他不动声色地往叶洛心身前挪了挪，挡住了徐才看过来的视线。所有的事情都在筹备中，现在就等着你身体恢复，好为我们的大计出一把力呢。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会很快好起来。到时候姑娘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吩咐。我家后院的大鹅也比较想你，等你身子恢复好了，先放半个月的鹅吧。徐才垮下脸来，在场众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10日之后，徐才的身子彻底好了起来，因为他还有些虚弱，叶洛心真的让他先去放鹅，运动加恢复。徐子商也忙了起来，他根据叶洛心给的信息，先去了玉安县和阳江县2个地方，都有几家酒楼来找过叶洛心，想要做新月斋的卤兔。徐子商一番考察下来，每个县城各自选了比较合适的酒楼，谈妥了加盟的事情。这样一来，就有3家的调料和兔子需要供应，光凭着萧家自己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哥，你现在账目做得好，以后咱们家的兔子就全都由你来负责吧。有来买兔子和需要送兔子的，包括给兔子买玉米和买药材的花费，都由你这边记，我们1个月一核对。萧松闻言吓了一跳，这怎么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流水，你真的放心全都交给我？叶洛心一笑，咱们是一家人，如果连你都信不过，我还能信谁啊？行，既然你信得过我，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得妥妥帖帖的。杨凤见自家男人出息了，也很是高兴。洛心，你放心，你哥肯定能把这件事办好。还有我，你想让我干什么就直说，我现在做卤兔的手艺也好了，要不我就天天去店里做卤兔吧。那怎么行啊？新月斋可是咱们家的门面，这种事还是得洛心自己做才放心。嫂子，不是不放心你，只是店里现在来询问加盟的人多，我必须得去。但是家里有个活，必须嫂子做，我才放心。什么活儿？听说自己这么重要，杨凤也兴奋起来。当然是养兔子的事，没有兔子，别的一切都是空谈，咱家生意就进行不下去了。对
对，我养兔子可是很厉害的。那兔子喜欢吃什么草，喜欢睡什么窝，还有几个月怀胎，什么时候要产崽，都得专人盯着。是啊，嫂子还得记得把毛色相近的分到一起。我想尽量培养一些纯色的兔子。没问题。还有娘，嫂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得辛苦娘帮着照应一些。嗨，这有什么辛苦的？都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那我呢？这时，一个焦急的声音响起。叶洛心回头一看，毫无意外的是外祖母林老夫人。她在秋月的搀扶下走了过来。你们一个个的都有事情做，总不能让老太太我无事可做吧？哎呀，使不得，使不得！怎么敢劳烦您老人家呀？不行，我也不能白吃白喝，必须得给我分点活。见外祖母这么积极，叶洛心笑着说道：“您还真别说，我真有件事想让外祖母帮我去做。”洛心，林老夫人是咱家的客人，你怎么能让她干活呢？我外孙女家里，我怎么能是客人呢？合着你们就没有把我当成自己家里人？不是。娘，您别担心，我不会让外祖母累到的。我是打算让外祖母去城里再帮我挑2个人，咱家活越来越多。外祖母眼光好，看人肯定准，这还不简单？你是想要手艺好的，还是要能干活的？要2个能干活的，也不用家奴，长工就可以。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任务分派完毕，叶洛心又找到萧长河。爹，家里要熟的皮子越来越多，我给你找2个徒弟吧。就我这手艺，可不敢收徒弟，你干脆找2个成手来，这样做起活来我也放心一些。好，那明天让主母顺便选2个熟皮子的工人。不过，爹，现在要用的兔子越来越多，咱家这养兔子的地方还得再扩大，要不您找李正说说，咱家再买一块地吧。哎，要我说也得买，这养兔子需要地方，晾皮子也需要地方。我去找你李正叔，就把东边那一大块空地包下来得了。东边的一块地有50多亩，从萧家后院延伸出去，正好也够得到。等把这块地建好了，我和你娘就搬到对面去住，地方太大，总得有人守着才行。爹，不用，家里不是有虎子和元宝吗？有他们2个在，别说是小偷，就是一只狐狸都进不来。萧长河想了想，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儿，有他们在，确实是比人看管强多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你李正叔研究去。萧长河兴冲冲地离开，没过多久就走了回来。回来的步子有些犹豫，好像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爹，怎么了？李正叔不同意吗？你李正叔倒是没说不同意，不过他和我提了一件事，我正在想着这件事该怎么和你们说。什么事？李正他又说什么？徐正香听见这话也走了过来。这件事啊，别人说的不算，要我看还是得洛心做主才行。哼，我告诉你，萧长河，你别为了你那个什么破面子，在外面又乱答应什么事儿，然后回来就为难咱们洛心。你且说说是什么事儿，要是听着不顺耳，在我这儿就过不去，就不需要洛心做主了。徐正香的架势一摆出来，萧长河心胆怯了3分。他看了看2个人的脸色，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不是要去买东边那块地吗？李正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说那块地土质不好，就按薄田的价格卖给我，1亩地只要2两银子。1亩地2两银子，50亩就是100两。现在100两银子对于萧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在村里人看来，这绝对是个大数目。2两银子还算是合适，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这不是还有别的事吗？买地的事情商量完了，李正又和我说了别的事。别的什么事儿？哎呀，你倒是说呀！他说咱们家现在也赚到钱了，能不能帮帮村里人，让大家都跟着赚点钱？哼，他倒是会做人情。当初咱们家穷的时候，也没见他出面说让谁帮帮咱们。现在我们赚钱了，怎么咱们就要做大好人，带着大家一起赚钱？这不是他李正的活吗？怎么还交给我们了呢？你消消气，我就是转述了一下他的话，我也没答应他。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事儿得洛心做主。不用洛心做主，我就不同意。爹娘，咱们现在生意刚起步，虽然赚了点钱，但是这点钱也不好干什么的，咱们还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不过咱们家现在的活越来越多，像是上山割草、清扫兔窝、晒皮子、做荷包，这些活将来都需要雇人。等我们有人的时候，就先从村子里找人，这是不是也算是帮他们的忙了？算，怎么不算呢？其实李正和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没说明白。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徐正香瞪了他一眼，多大岁数的人了，
这点事儿说不明白，咱家雇人，他们干活，我们付钱，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是，还是夫人说的明白。要不您跟李正叔叔说说，我家正好需要2个割兔草的，还有2个打扫兔窝的，让李正叔在村里帮我选2个人。洛心，花那个钱干嘛呀？这兔草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山上割呗。还有萧景，让他从学堂回来就去山上，一天也能割1筐。娘，叶洛心挽住他的手，这钱啊是挣不完的，该花的地方咱们还是得花。再说了，我们挣钱不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这要是把你和爹累坏了，我可没地方哭去。徐正香知道儿媳妇心疼自己，我和你爹干了一辈子活了，哪能说累倒就累倒了？娘，这人早晚都得顾，早顾2个熟悉一下环境也好。你和爹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吗？对了，娘心中有合适的人选吗？要是有合适的人选，就让李正叔帮着问问，每人每天30文钱，给割5筐草，行不？行吧。徐正香还是舍不得银子，不过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兔子越来越多，光凭他们几个根本忙不过来。我看老周家的媳妇和二妞家的媳妇就很好，人本分，不讲究是非，还十分能干。行，那就先按娘的想法来。萧长河一直在旁边听2个人说话，现在听说连人都选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李正家，让他给帮着问问。之所以通过李正，一方面是卖李正个人情，另一方面这种长期的用功，经李正那边知道，日后要是有个什么纠纷，也好让李正从中调解。这次萧长河匆匆忙忙而去，又风风火火而归。李正说了，他今晚就去给问，问完了就给咱们回信。徐正香看他一脸兴奋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哼，花钱你就这么高兴？不是啊，我这不就是按照你们娘俩研究的去做的？哼，我看呐，你就是高兴。赶明家里来了外人，你要是敢盯着看，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呦喂，我自己的活都干不完呢，哪有时间盯别人？萧长河说完摇了摇头，又去翻看他泡在石灰水里的皮子。吃过晚饭，叶洛心和萧木回到房间里，一个人清点这些天收入的银子，另一个人记账，直到钱和账目都对上了，2个人才去洗漱睡觉。最近太忙了，萧木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和叶洛心一起入睡了。今天洗完澡，他特意坐在床头看书，等叶洛心出来，这才把书放下。怎么还不休息？等你，想要抱着你睡，想和你一起睡。一起睡也好。叶洛心说完便坐到萧木旁边。今天有话没来得及和你说，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最重要的是调料的做法。调料的配置都是我们来做，但是一定要保证里面的配方不外流，这个就比较难。萧木明白叶洛心的意思，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随着新月斋的牌子越来越响，觊觎这个配方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可是他们要大量生产，就一定要雇人做这件事。如何保证配方一定不会被外人知道？这确实是个难题。我这2天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头绪。夫君，快帮我想想办法。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只是还没来得及和你商量。什么？夫君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叶洛心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她的样貌本来就清秀，这样睁大眼睛更显得无辜和可爱。以后这种难题直接交给我就好，夫人还是不要太累了。叶洛心轻轻靠在他的胸前。那夫君给我说说，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原本我们是配好之后再把一份份调料碾碎。对，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配之前先把调料碾碎就可以了，先碾碎，再把调料粉掺到一起，这样不仅能保证配方不会外传，还能提高速度。这个我倒是也想过，可就算我们让所有人见到的调料都不一样，也难免会有人专门一个个的问过去，时间久了就都能打听出来。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20种调料，我们让别人接触的就只能有18种，剩下的2种必须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信任的人来做。这样一来，在外人眼里，我们的调料包里就只有18种调料，但实际上里面缺了最重要的2种。明白了，还是夫君有办法。夫君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办法的，耗了很多的心神，所以需要夫人好好奖励我一下。萧木说着，将倚在自己怀中的叶洛心推倒，淡淡的梨花香萦绕在鼻尖。萧木像品尝美味的点心一样浅尝辄止，可刚刚进行到一半，叶洛心忽然翻身坐起，将萧木压在身下。夫君，书上的内容你都看了吗？萧木睁大了眼睛，看着洛洛垂着头，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叶洛心说着开始有所行动，萧木几乎要抓狂。每次他想要慢一些的时候，叶洛心总是能打断他的计划。他就像是山中的精魅，人间精灵，
一颦一笑之间都能引得他自乱阵脚，身体沉沉浮浮，似快乐似痛苦，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等萧木回过神来的时候，他暗暗下了决心，下次一定要洛心知道我的本事。院子里，虎子和元宝都瞪圆了眼睛，听着某处吱吱呀呀的声音。来了萧家这么久，他们已经能够判断出哪些声音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像现在这样的，时不时就会有的动静，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他俩眨巴着眼睛，互相看了看，然后一起看向了别的地方。第二天，萧松、萧木早早起床收拾了兔子，叶落心便和萧木一起去了店里。这次和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大花和小花。路上，大花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姑娘，我和小花真的要去学绣工吗？学这个很费钱吧？而且学了绣工，白天我们两个就不能干活了。学，你俩以后是咱们手工坊的主力，手艺必须得好。姑娘，是不是我做的荷包太差了？所以，并不是，你手艺很好，眼光也不错，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差了一些。这次带你去绣庄，你和师傅学学最精细的手艺就好。大花点了点头，知道了，姑娘，我一定会好好学的。叶落心点点头。小花的手艺比姐姐稍微差了一点，不过也没关系，你能学到多少就学多少，以后跟着你姐姐好好学。好，小花乖巧地点了点头。家里面，老周家的媳妇和二牛媳妇已经一人背着一筐青草来到了萧家。昨天李正和他们说完之后，两个人高兴得半宿都没睡着觉。一天30文钱，30天就是900文，那可是小1两的银子呢。主要是一天只要10筐草，干完这个，他们还可以去田里干活，赚钱顾家两不耽误。徐正香看见两个人来了，赶紧迎了上去，看见两个人筐里的草，却皱了皱眉头。咋的啦，萧家大嫂，这草不嫩吗？我俩可是特意去山脚下找嫩草割的嘞。二牛媳妇赶紧说，老周家媳妇也应和道：对，我们挑的都是鸡鸭爱吃的草，我们也没有养过兔子，兔子不爱吃这玩意儿啊。哎呀，不是，他从筐里抓了一把草，指给两人看，你看这草还是湿的呢，这是早上的露水还没干。洛心说了，兔子不能吃沾露水的草啊，不能吃啊，我们不知道啊。那这2筐草都扔掉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等会儿我们再去割2筐。嗨，没事儿，问题不大，等会儿我把这些草拿太阳下晒晒，晒干了就能用了。就是你们俩呀，以后不用起大早去割草。我俩也是怕你家兔子没有吃的了，想早点呢。说完他又笑了起来，没想到兔子这么娇气，还挺不好养的嘞。嗨，可不是嘛，哎呀，这玩意儿啊，想要养好可不容易，除了吃草，多少还得喂些粮食。前些日子老二还专门买了1车的玉米回来呢。啊，俩人听完都愣了一下，兔子还能吃玉米，这不是比人吃的都好？这也太费钱了吧，这样一来还能赚到钱吗？原本看萧家养兔子养得风生水起，这几天总有马车过来收兔子，村里好几个人都想试试呢。可是一听说还要吃玉米，两个人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赚还是能赚一点的，只要兔子没病没灾，平安长大，还是能赚上一些。老周家媳妇和二牛媳妇两人对望了一眼，心中同时升起一个想法，原以为萧家养兔子挺赚钱的，这么一看还是老老实实种地的好。放下草，两人又去割了第2筐了。村里有其他妇人知道了这个事儿，纷纷去向李正打听。李正大哥，那萧家雇人干活了，下次能不能叫我啊？是啊，这草我也能割，能不能找我呀？你们……李正在院子编竹筐，细长的竹条铺了满地，他一边编一边说：长河家挣点钱也不容易，我给找的人肯定得是最能干的。你们自己想一想，平时在家里干活是不是偷懒？萧家有事的时候有没有主动去帮忙？那个牛儿媳妇儿平时也没见她帮萧家什么啊。桂花娘说道：但是人家不嚼老婆舌。说完他放下手中的活，抬眼看着围了一圈的妇人，我告诉你们，以后这样的机会还有，就看你们能不能抓住了。行，我们知道了，以后啊，我们都得和萧家嫂子搞好关系呢。对呀，本来关系就不错，这回更是得用心点才行。行了，以后机会还多的是，等有活了我喊你们。人群散去，李正也没什么心思编筐了，他背着手走到萧长河家，看见徐正香几个都在忙着，他走过去问道：弟妹，今天没去县城啊？李正大哥啊，今天没去，以后老二他们去就行了，咱们就在家里忙活家里的事儿。我已经叫了人，待会儿去给你家量地。这块地你们是不是也要盖房子呀？眼瞅着秋收了，这会儿可不好找人啊。不着急，我和长河都商量好了，等秋收之后再盖，到时候大家都没啥事儿了，正好请乡亲们给帮帮忙。
好。萧长河家现在可是他们村里的指望，等秋收完，一有些劳动力的，本来都是要出去找活干了，这下好了，不用出村子就能找到活。李正看徐正香忙着，晃晃悠悠准备往外走，转头的功夫看到了一只庞然大物趴在萧家墙角睡觉。这狗稀罕，竟然是白毛的。家里养虎的事情，萧家人一直都没往外说，本来是想着等他伤好了就把他送回山上，可是后来看见这只老虎温顺听话，大家就谁也没提这个话茬，只要他不出去惹事儿，就让他留在家里也没什么。徐正香见李正往元宝的方向走，正要开口阻止，谁知睡觉的元宝听出了陌生人的脚步声，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昂起了头。我的个妈呀！李正吓了一跳，一个跟头栽倒在地。这是老虎啊！老虎怎么下山了？他坐在地上，手指颤抖地指向元宝。李正大哥，你看错了，这是我家狗。徐正香连忙站在李正面前，挡住了他的视线。弟妹，你大哥我就是再没见识，那还分不出狗和虎？就你家这玩意儿，比2条狗还大，你管这叫狗？要不是元宝实在是不会汪汪，徐正香真想让元宝伪装一下。眼瞅着瞒不住了，他便也不再隐瞒。这老虎是2个孩子在山上捡的，刚捡来的时候只有那么小一只，没想到养着养着就长了这么大。不过已经养出感情了，就不能再把它赶走了，你说是不？能和老虎培养出感情，算你有本事。这只老虎真的不伤人？不伤人，他连家里的鸡鹅都不吃，又怎么会伤人？元宝，过来！徐正香说着，朝着老虎招了招手。元宝懒洋洋地走了过来，徐正香用手摸了摸他的头。你看，这只老虎很通人性的，不然我们也不会留在村子里。李正看着徐正香一下一下摸着老虎的头，看得心里直痒痒。他犹犹豫豫地伸出手，也朝着老虎的脑袋摸去，谁知道老虎忽然侧过头，凶巴巴瞪了他一眼。李正彻底吓尿了。你们看好他，千万别让他伤人呐！不然能怎么办呢？打是打不过老虎的。现在萧成河家里又是村里的倚仗，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抖着双腿往院外挪，背后忽然又传来了一个声音：且慢。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前几天住到萧长河家的侯府夫人。这位夫人，您有何吩咐？萧李正，这只老虎体型虽大，但是确实不轻易伤人。我老太太初来乍到，没见他呲过牙，发过怒。老夫人看李正频频点头。不过这东西怎么说也是畜生，不能用人的行为去衡量。既然萧李正已经知道了老虎的事，不如就去村里通知一下，告诉大家萧长河家养着老虎，让大家出来进去都小心一点。是。李正连连应下。谁没事会在别人家出来进去啊？老夫人这番话恐怕是在让我告诉大家，不要眼馋萧家养的兔子，人家养着老虎，万一惹怒了老虎，那后果可不堪设想。李正赶紧在村里召集了一下人，给大家说了秋收后萧长河家里要用人干活的事儿。盖房子和上次一样，要做泥砖、挖地基，想赶在入冬前完成，所以用的人手比较多。大家要是没和人家约定的，就先别急着出去找活了。太好了，这下不用去张老爷家看他家门房的脸色了。那可不是，白天干活，晚上还能搂着媳妇睡，再也不用几10个人一起的大通铺了，好得很啊！这活少挣点我也愿意干，少点也少点，反正在自己家附近，吃喝又不花钱，一来一去就勾回来了。谁和你们说价钱低的？李正说，那萧家说给多少钱了吗？李正伸出了一个巴掌。5文钱，这还不少啊？对啊，5文太少，可是50文又太多了。你们也知道多呀，知道人家给的多，大家就都好好干。上次盖房子还是20文钱一个人呢，这次长河和我说，因为时间比较紧，每天干活的时间要延长一些，所以给大家加了钱。可你们自己算算，这时间就是再长，能有2天多吗？不能。大家都很兴奋。你们心里有数就行，反正长河还雇了我做监工，到时候谁要是偷懒，谁第2天就别来了。李正叔火眼金睛，有你坐镇，谁还敢偷懒啊？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别光顾着笑，我还有件事要通知你们。什么事啊？李正叔，弄得这么严肃，怪吓人的。桂花娘调侃道。
李正清了清嗓子，那个萧长河家养了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老虎，大家以后进出他家都小心点，特别是有一些有歪心思想半夜爬墙的，自己心里掂量一下，能不能斗得过老虎。李正一口气把话说完，人群沸腾起来。什么？萧长河家养老虎？老虎可是百兽之王，怎么能听人摆布呢？昨天还打他们家门前路过，根本没注意到啊！看大家都心神不宁。你们一个个别瞎担心，人家这老虎养了好几个月了，如果不听话，早就出来咬人了。这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我就是提醒你们，千万不要看萧家有钱了就起什么歪心思。李正叔，看您说的，咱们乡里乡亲的能有什么歪心思？没有最好。今天我也算是正式给你们打过招呼了，以后如果谁半夜爬进萧家被老虎咬死，这个可怨不得萧家人，多吓人，那谁敢呢？家里养老虎，这也是咱们清河县第一人了吧？他家老虎竟然不吃人，不吃人也就算了，他们家养了那么多只兔子，也没听说老虎祸害兔子，这只老虎不会是吃草的吧？众人小声讨论，大多是好奇大于害怕。人群中，一个矮个子男人握了握拳，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几人回到村里，徐正香把陈大陈二安排在了家里原来的仓房，等新的兔舍盖起来了，给你们俩在那边留个房子住。没事，我俩风餐露宿惯了，在田边搭个草棚子给我俩住就行。这俩人来得正好，第二天村里就开始秋收了。徐正香发现老夫人给找的这两个人是真能干，别人一上午能割一小块地，他俩在一起能割出别人的3倍。哎呀，洛心说的对呀，老夫人眼光就是好，找的人太能干了。不光能干，还能吃呢。早知道他俩这么能吃，当初他真得合计合计。早上徐正香给蒸的杂面馒头，一共18个，合计够俩人1天的口粮。这俩人可倒好，咔咔一顿就给造光了。哎，没事儿，现在不是农忙吗？等闲下来的时候就没这么能吃了。这次叶洛心不参与田里的活，老夫人带着几个丫鬟一起下田帮着紧稻穗。陈二看见徐正香和老夫人，两位夫人，这田里的活不用你们伸手。另外，我看咱家的田不太肥，等明年好好沤点肥，一年多产个200斤粮食不成问题。徐正香听得高兴，你要是能让田里多产200斤白面的馒头，随便你吃。好嘞。听了这话，陈二手下动作更快了，连着几天都是好天，村里的稻子都收得差不多了。今年年景好，二茬水稻种得又及时，收成比往年多了不少。最重要的是，今年的赋税并没有增加，村民们收完稻子回家一算，今年比往年能多剩200-300斤的粮食。有这些粮食在，他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个好年，来年春天也不怕青黄不接了。大家出门脸上都带着笑容。李正也时刻不忘提醒村里人，你们可别忘了，咱们村里今年能有这么低的税，那可都是惠族人的功劳，做人要有感恩之心。哎呀，村长，您就放心吧，以后长河叔家里有什么事儿，只要招呼一声，咱们立刻就去。几天后，萧家正式开始建兔舍，这次给的工钱高，来的人又多，所以进程很快，一天能出几百块泥砖。徐才养了这些天，身体也养得差不多了。他本来也想跟着大家一起挑土做砖，却被叶洛心阻止了。徐公子，你这身子骨脆弱，这种活就不用沾手了。我身子骨怎么就脆弱了？我很强壮的好吗？我不是那个意思。叶洛心微微一笑，只是徐公子本来就不是做这些粗活的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让徐公子帮我去做。什么事？徐才心中暗暗高兴。前些日子大家都得到了重用，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放鹅，现在终于轮到他了。想让徐公子去县城帮我送货。徐才大失所望，原来是送货呀，这种事情是个人就能做好，根本用不着他出手。算了，那我还是在家放鹅吧，等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你再喊我吧。叶洛心看出他心中所想，这件就是重要的事情，而且非你不可。这什么人送货呀，就非我不可？叶姑娘，你可别骗我了，当初我都是仗着我爹的本事在外面胡作非为，现在我家酒楼都没了，谁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当然有。叶洛心故意卖了个关子，明天等你见到的时候就知道了。徐才将信将疑，第二天还是带着1背篓的荷包和叶洛心一起上了路。本来他可以不用出来这么早，但是回到清河县以后，他一直住在青山村，还没来叶洛心的店里看过。看着叶洛心和萧木2个忙活一早上，结果就煮了20只卤兔，一会儿就卖光了。徐才彻底绷不住了。我说叶姑娘，你们就不打算开个大点的店来做吗？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而且清河县太小了，要开大店得去安昌府才行。徐才听完拍掌大笑，
对，就应该是这样。当初我也和我爹这样说，一个小小的清河县能有多少客人，不如去安昌府。可是我爹一直都没同意，死守在清河县有什么前途？生意不同，想法就不一样。你家当初是酒楼，牵扯的东西比较多，而我这个完全是轻装上阵，去哪里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徐才听着有点道理，但也不完全同意。对了，一会儿我要去哪里送货呀？其实我觉得这铺子里的活更适合我。徐才还是不太想做个送货郎，谁知道他话音刚落，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店里的事情有我，就不需要徐公子操心了。说话的是萧木。自从徐才醒来后，总觉得萧木看自己的目光里带着防备和不满。他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得罪了这位大爷了。不过他也没时间去把这件事想明白，因为等马车停下来的时候，徐才发现叶落心带自己来的地方竟然是县衙的后门。叶姑娘，徐才有些结巴，咱们不是去送货吗？怎么跑到县衙来了？是不是送错了？没走错，咱们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徐才，把背篓拿下来。徐才把背篓递给萧木，自己却迟迟不肯下车。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那怎么能行？你难不成想治白发？叶落心问。徐才看着车下的两人，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总觉得萧木嘴角露出了一抹讥笑。行，去就去。徐才心一横，跳下马车。反正刘希月天天往外跑，不一定在家。再说了，他又不吃人，有什么可怕的？徐才给自己打气，和萧木、叶落心一起走到了县衙的后门。不过他这波运气确实不好，因为后门一打开，他就看见刘希月站在门口，十分热情地招呼叶落心：叶姐姐，你终于来了，我在这等你半天了。刘希月说完才发现叶落心身后的徐才。徐才被刘希月一瞪，心中就是一惊，他下意识地转头就想跑，却被萧木一把按住了肩膀，站在原地动弹不了。徐才觉得自己不是怕刘希月，主要是怕他缠着自己。徐才哥，你身体恢复了，真是太好了。然后他就继续转过脸，搂着叶落心的胳膊往院子里走，实在太过意外。徐才有些呆，看着两人走远了，还站在原地没有动。还是萧木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才背着背篓跟了上去。他边走心里边想，刘希月不是最喜欢往外面跑，参加一些什么诗会吗？难道这些日子刘希月转性了？等到了后花园一看，他才知道自己想多了。刘希月没出去参加诗会，那是因为他把诗会开在了家里。后院一群莺莺燕燕打扮的花枝招展，欢声笑语响彻整个园子。丫鬟看见徐才纷纷行礼，徐才停下脚步。这么多小姐，我一个外男在这里不方便，放下东西我就先出去吧。你没看见那边还有几个才子吗？我俩就坐在这边看看热闹，顺便等洛心。你都成亲多久了，怎么还这么黏你夫人？萧木没有理他，一双眼睛只盯着叶落心看。徐才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看到的却是站在叶落心身边的刘希月。这就是我之前和你们说过的叶姐姐，她可是当今圣上亲封的慧如人，我身上的小荷包就是叶姐姐做的，今天她特意多拿了一些分给大家。他话音刚落，就有丫鬟把徐才刚刚背进来的背篓拿了过去。刘希月弯腰从里面挑了一只纯白小巧的荷包，对着众人晃了晃。这个和我身上的是一样的，我记得是谁要来着啊？我最先要的。众家人全都伸长了胳膊。那就张小姐吧。刘希月把荷包送给了离自己最近的张小姐。张小姐如获至宝。啊，怎么给她呀？不给我呢？啊，我的呢？其他人纷纷抱怨。刘希月不慌不忙，从背篓里又拿出一个荷包，这个比刚才的要大一些。这个不是更好看吗？这个比刚才的大，能装更多东西，而且造型别致。我呀，看看我！在场的小姐们又是一声惊呼。她们平时见到的精巧荷包数不胜数，这个虽然算不上是最精巧的，但是很别致，很漂亮，把大家都给迷住了。桌子上喝茶的公子们不知道好好的诗会怎么变成如今这样的。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马公子站起来说道：刘小姐，这只荷包很好看，我想出10两银子买下来送给宋小姐，你看可以吗？坐在人群中的宋小姐立刻红了脸。宋小姐前几日刚和马公子定了亲，马公子借着这个机会向宋小姐表达爱意，一切都恰到好处。不好意思，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为什么？难道是我给的价钱太低？那我出100两如何？哇，马公子出手好阔绰啊！100两哎！有人推了推宋小姐，并投来羡慕的目光。宋小姐脸一红，想要开口阻止，可是刚张口又反应过来自己现在没过门，没有立场管人家，到嘴边的话又被憋了回去。
马公子，您误会了，今天叶姐姐带来的荷包都是要送给大家的，哪能收大家的钱呢？既然马公子这么喜欢这个包，马公子与宋小姐又是两情相悦，我们就成人之美，把这个荷包送给宋小姐怎么样？好哎！太羡慕了，要是有人能送我一个就好了。就在现场一片祥和的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清雅之地，大雅之堂，为什么弄这些污浊之物，平白的毁了雅兴？说话的是典史家的小儿子，他今年刚考上秀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诗会。宁公子怎么能说这些是污浊之物？这明明是我们女子的心爱之物啊！刘希月不满的道：刘小姐，我没说你的荷包是污浊之物，我只是觉得咱们诗会上谈的是诗词歌赋，讲的是经史子集，满口的黄白之物，岂不是坏了我们的雅兴？徐才听了，一群伪君子。宁公子这么说，我倒是有一事想问。刘小姐尽管开口。宁公子既然如此瞧不起这黄白之物，不知道你平时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宁修竹万万没想到刘希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连徐才都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向刘希月。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刘希月吗？宁修竹认真想了一下，这些都是家母置办的。好，都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倒是想问问宁公子，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这天下的黎民百姓。既然是为了天下百姓，那我请问宁公子，天下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天下太平，国泰安康。不对，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最关心的是地里的粮食、家里的米缸，还有后代的前途。刘希月鼓了鼓掌。叶姐姐说的很对，饭都吃不饱的话，谁还有心思关心天下大事？宁公子脸上的笑容转瞬即逝。就算百姓最关心的是银子，可是这和我们的诗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参加诗会本来就是来吟诗作对的，文人讲究的就是志存高远，清新脱俗。如果在这样的场合都不能免俗，我们和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好比刘小姐身边的这位慧如人，纵然有皇帝的封赏，可刘小姐与她之间的共同话题，难道比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多吗？一句话暴露了宁修竹心中的想法。即使叶落心是皇帝亲封的慧如人，身为读书人还是瞧不起这样出身农家的小娘子。她的一句话也说出了在场好多人的心声。大家虽然都喜欢叶落心做的荷包，但是从心底里还是瞧不起她这样的商人的。刘希月不高兴了：宁公子，请你慎言，叶姐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的真知灼见能和我说上3天3夜，这些你们可比不了。如果慧如人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厉害，那区区在下不才想和慧如人比试一下，如何？他想用这个方法让叶落心知难而退，以为自己找回点面子。萧木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头，他站起身来想要上前去阻止，却听见叶落心声音再次响起：好，比什么？不如就比即兴题诗。宁修竹最擅长的就是题诗，提出这个比试，他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刘希月却火了：哼！宁修竹，你臭不要脸！哪怕你和叶姐姐比投壶、比猜灯谜，我都没这么瞧不起你。你一个大男人，拿自己的长项来比别人的弱项，欺负我们女子，算什么本事啊？宁修竹满脸通红，却还是坚持道：慧如人若是觉得为难，可以退出比试。不用，虽然没写过，但是偶尔也听家中小叔念过几首，我可以试试。姐姐，没必要和这种傻缺置气，我们不和他比。没事。叶落心却是一派淡然，就是不知道宁公子想要以什么为题。围坐的贵女们互相交换了眼神，眼中全是对这位慧如人的同情和嘲笑。他竟然敢和宁公子比作诗，宁公子可是他们清河县最会作诗的读书人了。怎么，我这位姐姐还是个才女？别乱攀关系，她不是你姐姐。那好，我换个说法，萧夫人是才女。徐才改了口，萧木没再理他，一双眼睛只看着叶落心。场上大家还在小声讨论着该以何种事物为题。我们女孩子都喜欢花，不如以花为题如何？如今已经深秋，百花凋零，此时以花为题并不应景，不如以秋为题如何？啊，这好像有些难度啊。对呀，四时景色可比写物难多了。众贵女纷纷嘀咕，就连在座的几位男子都觉得宁修竹似乎太过认真，有点仗才欺人了。有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儒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光彩的。就是修竹兄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以他的才学，不管写什么都能轻轻松松赢对方，何必呢？好，就写秋天。不过既然比试，我们以什么为赌注好呢？若是我输了，我愿意从此封笔，此生再不作诗。这种小事何必拿前途做赌注？不如这样，你要是输了，就叫我3声姑奶奶，如何？别说姑奶奶，我若是输了，奶奶也叫得。好，叶落心抚掌。公平起见，你若是赢了，我叫你3声爷爷。这赌注虽然粗俗了点，
但是听起来很刺激。众人兴致更盛，一直盯着两人。府里的丫鬟们呈上笔墨纸砚，两人限定1炷香的时间。宁修竹坐在自己的案前，开始拧眉思索。半炷香之后，他终于灵光一现，不再重复刚才的动作，提起笔来一气呵成。秋意深浓满地霜，呼之无力舞疯狂。明月如水映寒景，孤影随行入梦凉。好诗，好诗啊！修竹兄文采斐然，短短半炷香的时间就能做出如此美妙的诗句，果然非同一般。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已经有人低声吟诵这首诗，想要把诗句记到心里。宁修竹享受了一番大家的赞叹，然后转头看向叶落心。慧如人迟迟没有动笔，可是没有思路。若是实在想不出来，也可以不写，毕竟你是一个女子。谁说我想不出来的？叶落心凉凉地说道。他看着宁修竹，心中暗存：这3声姑奶奶，你是叫定了。老娘虽然不会作诗，但是会背呀，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直接拿出来1首就能吊打你100回合。只不过我只是不会写字，得让我夫君上来帮我写才行。叶落心说着，朝萧木莞尔一笑。萧木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迈着大长腿就走了过去。萧木走到案前坐了下来，他拿起笔蘸了墨汁，然后他抬起眼看向叶落心。他的小娘子从来都不会胡闹，既然他敢硬下来，就说明他心中早有胜算。叶落心看到萧木的眼神，朱唇轻启，吟诵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是唐朝刘禹锡《秋词2首》中的其一。写下第1句的时候，萧木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可是等到他听到第2句，激动的心情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何等的胸怀啊！他忍不住看向叶落心，叶落心还是朝着他微微一笑。萧木这才稳住心神，将后2句也写了下来。不用上来查看，大家在叶落心吟诵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诗的内容。等4句念完，众人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后花园落针可闻。姐姐，你也太厉害了！最终还是刘希月打破了这份寂静，他扑到叶落心的身上，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姐姐，你是才女，你是清河县第1才女啊！不，你是大梁第1才女，你实在太会写了。他还在兴奋，忽然觉得自己的衣领紧了紧，回头一看，萧木正冷着脸看着他，一只手还拎着他的衣领后面的2根带子。刘小姐，我家夫人身体弱，你不要抱得太紧了。哦，好。刘希月吓得赶紧松手，其他人也走了过来，大家围在叶落心的案前，轻轻地吟诵刚刚叶落心做出的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妙啊，实在是太妙了！得是何种才情才能做出这么好的诗？你们看，这字写的也很好。李家小姐提醒后，大家这才发现纸上的字体笔锋犀利，笔力遒劲，真是运笔如流水，落笔如云烟。看了这个字，再去看看刚刚宁公子的字，简直天差地别。宁公子也看到了大家的眼神，他感到十分的羞愧。他败了，却没想到会败在自己瞧不起的农妇手中。胜负已分，大家纷纷看向宁修竹。宁修竹的脸色变幻不定，倒是越来越黑。由同窗学子开解道：哎呀，我们以诗会友，慧如人确实技高一筹，不过赌注什么的就不必太当真了，对吧？对，赌注什么的就算了吧。不行，刘大小姐何必如此认真？还有人在替宁修竹求情。哼，愿赌服输，耍赖的是乌龟王。想当乌龟还是想做孙子？你选一个。我叫。他转身朝着叶落心鞠了一躬。姑奶奶。哎，叶落心脆生生答应，然后笑呵呵地看着宁修竹。宁修竹万万没想到叶落心还能回应自己，胸中似有千言万语，却又说不出来，最后只憋出了一句哼。哼完便转身离开了刘府。他走了就走了，正好没人打扰我们的雅兴，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谈钱不俗，没钱才丢人。宋小姐应和道：没有钱怎么买心爱的荷包？没有钱怎么给心爱的女孩子买她喜欢的东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努力挣钱，痛快花钱，这样的日子岂不痛快？慧如人快言快语，真是女中豪杰。想不到慧如人如此才学，又有封号在身，竟也舍得下身段来做这些事情。尽管称赞，可是大家对于商人还是难免会有偏见。叶落心摇了摇头，拿起一个椭圆的小包展示给大家。大家看这个包，
这个小荷包是用纯白的兔皮制成，你们看像不像是白色的玉盘？众人纷纷点头赞成，这种纯色的兔皮确实少见，因此显得十分难得。我让人在玉盘上镶嵌了2颗珍珠，所以给这个包起名叫做大珠小珠落玉盘。原来荷包还有名字，好文雅的名字。对，所以我刚刚摇头说你们说的不对，我做这个不叫放下身段，你们谈诗词，我却想把这些好听的诗句用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一般来说，我们管这个叫做艺术。慧如人，那我这个包包叫什么？张小姐举起了自己刚才拿到的荷包，叫沧海月明珠有泪。这名字太有诗意了。把一个玩意儿的名字起得这么清新脱俗，慧如人恐怕是我清河县第1人呐。何止清河县，恐怕大梁也找不出第2个来。听到这个名字，我突然觉得刚刚说的100两银子好像也不算贵了。确实东西易得，但是这精巧的心思却难找。听着大家的议论，叶落心微微翘起嘴角，看来自己的方向没有找错。要么怎么说读书人的钱好赚呢？把好东西配上好名字，就有翻倍的利润可以赚。大家谬赞了，我只是想把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新年之前，我打算在县城开一家卖荷包的店，到时候还希望大家能够捧场。如此有闲情雅致的店，我们当然得去。对，到时候我也要买一个，到时候大家记得早点，别让人把看好的都挑走了。我们做出来的荷包绝对没有2只一模一样的，大家若是有心仪的，确实要早点去。哪一天开业？对呀，哪一天开业，我们也好做个准备。大家被吊起了兴趣。等开业之前，我给大家送请柬。商定之后，刘希月和叶落心一起将剩下的荷包送给了在场的姑娘，然后他们又谈起了诗词。叶落心在众人的推崇下，又吟诵了一首《静夜思》和一首《红豆》，引得大家惊叫连连。徐才和萧木就像2个看客一样坐在外围，看着叶落心和刘希月应付得游刃有余。徐才不禁称赞：嫂嫂真是个做生意的奇才，连那些孙府的书生都能搞定，这钱活该他挣。萧木闻言嘴角微勾，他看着场中那抹亮色，眼中全是温柔的笑意。不过刘小姐也挺让人意外的，我实在没想到她竟然还有这样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她以前有多烦人，总是缠着我说个没完。不过以后她要是缠着我说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我倒是挺乐意听的。你喜欢她了？徐才没想到萧木会突然问这个，红着耳朵连忙摆摆手：不喜欢，我才不喜欢她呢，幼稚无趣。可是徐才答完之后，突然感觉萧木的眼神变得锐利，他盯着徐才冷漠开口：不喜欢她，那你喜欢谁？徐才忽然觉得周围的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我喜欢我谁也不喜欢啊！不是，我喜欢谁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月老吗？你喜欢谁我不管，但是不许喜欢他。我就喜欢他，你能怎么？徐才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反应过来，萧木说的是叶落心，他脸色变了变。我不喜欢嫂子，惦记也不行，我没惦记。管好你的眼珠子，没事少往他身上看。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没误会，我只是在提醒你不要有非分之想。不敢，你这么凶，没人敢惦记你夫人。萧木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场上，叶落心和这些大家小姐们认识的差不多了，便起身告辞。徐才跟着他们一起离开，转身的时候还觉得刘希月一定会喊住自己，可是他都往前迈2步了，也没听见刘希月的声音，只好失望的离开了。快进屋洗洗手，准备吃饭了。林老夫人看见叶落心回来，也愉快地迎了上去，拉着叶落心的手问：怎么样？今天累不累？忙不忙？要是太累了，就在家歇着，让春花替你去干活。不忙不累，轻松得很，你喜欢就好。嫂子，你可算回来了。他一看见叶落心就迎了上去。叶落心摸了摸萧景的头，说道：今天功课忙不忙？累不累？萧景嘿嘿一笑：不累，今天先生还夸奖我了呢。那就好，你好好学，明年给嫂子考个秀才回来。嫂子你放心，我肯定会考个前3甲。徐正香听见这话，乐得进牙不进眼，但他嘴上还是骂道：哼，就会说大话，等明年考回来了再说。对了娘，孔夫子的身体恢复好了，他今天还说过段时间要办一个女子班，专门收村里的女娃娃进去读书。孔夫子怎么突然要收女娃娃呢？萧景得意地说：那还不都是我嫂子的功劳，因为我嫂子又聪明又能赚钱，所以有人去问孔夫子收不收女弟子，想让自己家的女娃娃也去读书认字呢。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我小时候也想去读书，可惜家里穷，先生也不肯教，一直都没有机会。那娘可以去跟孔夫子学呀。嗨，得了吧，我这么大年纪跟一些小娃娃挤在一起成什么样子啊？徐正香想了想那个画面，就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娘，你想去就去嘛，管什么年纪大小？孔子不是说了吗？活到老，学到老。孔子真这么说？萧景也瞪大了眼睛。嫂子，这是孔子说的吗？不是吗？我怎么记得是啊？叶落心挠了挠头，两下一看，徐正香立刻觉得萧景学得不扎实，抄起手边木棍就指着他道：又不好好学习，一天天你都在想什么啊？看我不打你！萧景吓得拔腿就跑，边跑边喊：嫂子，真的是孔子说的吗？为什么夫子没有教给我们？叶落心不好意思地扶了扶额，实在记不清了，把这句话安给孔子，主要是为了显得有道理，草率了。萧长河拿着一箩皮子路过，看见徐正香追着萧景打，在旁边帮腔道：又惹你娘生气，该打。叶落心有些尴尬，转移话题道：爹，咱家熟出来的皮子有多少了？入冬后我想开店，皮子用量要加大了。那得用多少？库里怎么也得备着个180张的，以备不时之需。那可不够，这几天我得抓紧时间多弄出来一些。爹，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是得找帮手。叶落心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上次老夫人去市集没找到合适的人，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可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爹，你就在村子里收2个徒弟吧。你看你这段时间熟出来的皮子质量多好，你的手艺绝对没问题。没问题吗？没问题。叶落心肯定地说。萧长河摸了摸手中的皮料，那就收。他总觉得自己学艺不精，不敢随便收徒。可既然洛心这么鼓励自己，他又觉得不妨就试试。二蛋爹来萧家放工具，听见两个人的对话，立刻说道：萧二哥，你要收徒弟吗？你看我家二蛋行不？萧长河听得一愣，急忙说道：二蛋这孩子不错，只是我还没定下来。拒绝的话还没说完，二蛋爹已经指挥着儿子说道：二蛋，快把你师傅手中的东西接过来，怎么没有眼力劲儿呢？二蛋眼疾手快，立刻接过了萧长河手中的皮子。师傅，放到哪里去？萧长河愣住，这对父子是来碰瓷的吧？虽然有碰瓷的嫌疑，但是二蛋到底是个勤快孩子，萧长河最后还是决定收下他。除了二蛋以外，还有二牛、马石、李达3个孩子。按照萧长河的说法，学手艺这件事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可以教这4个孩子，但是这4个孩子能做成什么样，还得看他们自己。拜师这天，他们齐刷刷地跪在萧长河面前，行拜师礼，敬拜师茶。萧长河尽量平复心情，但是端起茶碗时，却也还是红了眼眶。几个孩子拜完师，萧长河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出不来，还是徐正香给孩子们每个人封了一个小红包，让他们都站了起来。咱们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收你们几个也是为了家里的活儿能有个帮手。你师傅已经和我说好了，他的徒弟只教3个月，3个月内你们在这里学徒，还帮着干活，我们每个月给30文钱。3个月之后，要是学成了手艺，每个月就是1两银子的工钱。学不成，那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这个，乖乖回家干点别的去。 4个孩子互相看了看，现在萧家盖房子，他们去做帮手，一天就能赚25文钱。这个钱虽然多，可是过几天房子盖好了，就没他们的事儿了。还是学手艺更划算。学会了熟皮子，他们就可以在萧家一直干下去。我们都听师傅的，那就别愣着了，跟我去干活吧。有了帮手，萧长河干起活来更加来劲。叶落心这几天发现，萧长河虽然平时态度还算温和，但是教几个徒弟的时候却十分严厉，一丁点错误都不允许有。不过他也很有耐心，对于他们犯错的地方，他可以不厌其烦地讲上好几遍。叶落心盯着几个人看，徐正香也凑上来道：“你看看你爹，像不像个严格的师傅？爹看起来气色不错。是，我觉得他最近年轻了不少。”两个人正聊得高兴，萧松却从后院跑了过来，边跑边喊叶落心：“弟妹，你快去东边看看，元宝有人了！”有人？徐正香和叶落心都是一惊，元宝自从来了家里，连家里的鸡鹅都没咬上一口，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袭击人呢？叶落心急匆匆的往东边空地上跑，老远的就看见干活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离他们10米远的地方，元宝低头站在那里，在他的脚底下似乎还躺着一个人。慧如人，你快来看看，老虎要吃人了！叶落心加快脚步，等他走近的时候，发现元宝爪子下面果然踩着一个人，那个人是村子东头的王六。元宝，老虎抬起头看着他，
口中发出吼的一声，吓得王六闭上了眼睛。元宝，你怎么跑出来了？没有看到血迹，叶洛心的心放下去一些。慧如人，李正说你家老虎不伤人的。是啊，他要是咬伤了王六，我们以后可不敢来这边干活了。对，挣钱是好，可是还是命重要。老虎是野兽之王，怎么能养在村子里呢？我早就觉得这样不安全。你干了什么？王六抖得厉害，不知道是太害怕还是根本就没听到。他没有回答叶洛心的问题。元宝低下头，想要撕咬王六的胸口，却又像是有所忌讳，只低低的吼了一声。叶洛心看向元宝看着的地方，你身上藏了东西。王六的眉毛明显一颤，他没回答。大哥，你上去看看，他怀里藏着什么？萧松弯下腰，将手拿出来一看，果然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王六，你来我家干活挣钱，还敢偷我家的东西？我刚才去拿石料，看见石堆旁边有一只小兔子，我看它长得可爱，就把它揣在了怀里。石料堆在我家的院子里，兔子是有主，你难道不知道？我知道，我错了，我偷了你家的兔子，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慧主人放了我，别让这只老虎吃我，行吗？不等叶洛心开口，元宝又低吼了一声：大哥，你再摸摸看，他怀里应该还有东西。萧松再一次弯下腰，又摸到了一个袋子，他把袋子拿出来，朝下倒在地上，里面哗啦啦滚出一个绑着铜钱的吊坠，还有2小块碎银。这不是我的吊坠和碎银子吗？怎么跑你身上去了？我的钱坠子怎么会在你身上？我的碎银金怎么会在你身上？这可是我婆娘今天早上刚给我，让我去买粮食的。刚才搬石料，趁你弯腰不注意的时候拿的。王六竟然是个小偷，乡里乡亲，想不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二牛爹跪地将钱坠子和碎银捡了起来。要不是这只老虎，我这买粮食的钱就没有了。这只老虎救了我的大命啊！二牛说着朝老虎磕了个头。这老虎能变出兔子的味道也就罢了，他怎么知道王六身上有二牛的银子？人家怎么说也是百兽之王，鼻子比我们灵敏100倍，别说是银子了，就是一根头发估计都能辨认出来。我操，那萧家以后岂不是什么都不怕丢了？你忘了李正的话了，有只老虎在，谁还敢惦记萧家的东西？有这样一只老虎实在是太好了，可惜我家没有，不然我家鸡昨天就不会丢了。我前天还丢了5文钱呢，不知道这老虎能不能帮我寻回来。诸位，你们也都看到了，并非我家元宝蓄意伤人。今天如果王六不偷我们家的兔子，元宝也不会将人扑倒。好了，东西我们都拿回来了，你可以放开他了。众人眼见那只老虎果然松开了前爪。李正没说错，这只老虎真的很听话。对呀，它好像能听懂慧如人的话呀，真的是一只有灵性的老虎。哎，你看它，兔子在嘴边的都不吃，这老虎养的也太好了吧。萧松叫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将王六抬到李正家里。王六被送到李正家后，为了给其他人做个警示，李正让他在村里游街，一路上他被村里人骂得头都抬不起来。慧如人，您看这个兔棚里的粪便差不多每天都要打扫，这些东西又是很好的肥料，咱们不如在兔棚外面修建一条浅沟，到时候把每个棚子里面的兔粪扫出来，可以再沿着浅沟集中到一起处理。而且兔棚修建的时候稍微带上点坡度，下雨天所有的雨水都能顺着浅沟流走，这样不就能免得储水了吗？好，就按你说的做。你这个意见提得好，回头我和母亲商量一下，给你涨工钱。真的？能够提出好的方法，当然得赏。那我还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就是你们种田沤不沤肥嘛？沤肥？哪里来的东西沤肥啊？地那么多，粪就那么一点儿，还不够麻烦的。不过今年有了兔粪，可以沤一点了。既然你们也沤肥，那这个就不算我的点子。但是我沤肥可是一把好手，到时候去山上多弄一些树叶，再加上田里的稻杆，保准有多少地都能给你铺满。那可得不少东西呢。不用担心，东家有我呢，我去山上弄树叶，弄腐肥。好，只要你干得好，赏钱少不了你的。不过你们兄弟2个，我看你好像什么都懂，你大哥就没有你这么明白呢。我大哥呀，陈二看着陈大，他就是个闷葫芦，其实比我还懂呢，就是嘴上不说而已。行，你们兄弟俩就好好干吧，要是一直都是这种干劲儿，3年之内肯定能娶上媳妇。谢谢东家，您就瞧好吧。家里这边干得如火如荼，徐子商那边却遇到了点麻烦。乐安县那家谈好的状元楼，在徐子商想要与他们签合同文书的时候，突然就反悔了。樊掌柜，你这事儿做得不仗义，当初荷香楼和你一起竞争，都想加盟我们新月斋卤兔，是你多次争取，最后我才选了你家，怎么没过几天你倒反悔了呢？徐掌柜，咱俩认识也有10多年了吧，你也是生意人，自然知道做生意不到最后一刻都有可能会变。那你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可是秘密，徐掌柜难道不知道这种机密是不能随便告诉别人的吗？好，
走。徐子商立刻站了起来，以后樊掌柜就是后悔，我们也不会再合作了。那是自然。这边谈不妥，徐掌柜也不逗留，立刻就去找了荷香楼的李掌柜。以后玉安县是不是只能由我一家卖新月斋卤兔？那是自然。你们不会中途反悔吧？只要你按照合同文书上的内容行事，我们绝对不会反悔。那就好，那就好。李顺签下合同，拿出500两的定钱，然后又定了1年的调料用量。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徐子商带着银票和合同文书回清河县不久，玉安县那边就出了事儿。原来樊玉离之所以拒绝了新月斋这边的生意，是因为他找到了另外一个货源。据说他们做出来的卤兔味道和新月斋有90%的相似，但是价格却比新月斋便宜了2成。叶掌柜哦，你说这可怎么办？我真金白银的投进去，现在1分钱都没挣呢，生意却让人给抢走了。我开酒楼也不容易，1年也挣不上1000两银子，现在眼看着1000两要打水漂了，我这几宿都没睡好觉。李掌柜，你先别急，事情还没弄清楚，李掌柜还是再和我们说说细节。前几天那个状元楼放了炮竹，我还当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家又上了一道新菜，叫万月斋卤兔。我心想着这万月斋和新月斋难道有什么关系，就让人去打听了一下。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人家打的旗号就是说他家卤兔味道比新月斋还好，价格却比新月斋低。昨天他们家摆了10几桌的酒席，玉安县有头有脸的人差不多都请过去了，被他这么一搅和，我这新月斋卤兔怕是就不好卖了呀。原来如此，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预料到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李掌柜可尝到了他家卤兔的味道？尝了，第1天就尝了。怎么样？这好像没有新月斋的好吃，但是也不差。不差是差多少？食物这个东西，有的本来就只是细微的差别，不挑剔的人可以用别的食物替代，但挑剔的人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李掌柜既然是做酒楼的，不能尝不出这其中的差别吧？李顺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是少了几味调料，没有那种特别的香味儿。这就对了，看来我们卖出去的调料已经有人拿出去研究了，不过他们找不全的。掌柜的，那我们要不要去查一下，这调料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算了，这种事迟早都会发生，况且他们从我手中买的调料是拿去做卤兔，还是拿去做研究，我们总不能一直盯着。现在既然是状元楼想抢我们的生意，我们就从状元楼下手，只要仿制的东西做不起来，慢慢的也就没有人有这个心思了。这件事掌柜的心中可是有什么成算了？我们靠智取胜，既然他们要模仿，那我就让他们都知道咱家的卤兔是没有那么好模仿的。还有李掌柜，李掌柜若是怕折了本钱，我们的合约可以作废，我将之前收您的钱如数退回。不用了，不用了，我不退钱，我还想接着干。就是有一点，我们店里原定于3天后上新月斋卤兔，这回不知道要不要延后一些。不延后，就在3天后。1天后，小二，听说你们这状元楼的卤兔好吃，劳烦你去状元楼给我买1份回来。小二笑呵呵地收下了银子。客官果然消息灵通，我们玉安县状元楼的这个卤兔刚上不久，现在可是很有名的，好多人都要排队去买呢。不过您放心，我跟那家的小二熟，我这就去给您买1份回来。没过多久，小二就拎着1只卤兔回来了。叶洛心打开纸包，发现卤兔的颜色有些深，切下一小块肉放在嘴里嚼了嚼。唉，李老板真的是多虑了，这个味道跟我们的卤兔何止是细微的差别，简直就是毫无关系。就这样的东西也敢跟新月斋比，未免有些高攀了。这家卤兔并不光是少了那几味调料，连火候上也差了一截。光凭味道他们就赢定了。2天后，荷香楼正式上了新菜，店里稀稀疏疏来了几桌客人，并不比平时多多少，还有2桌老顾客面对小二推荐的新菜无动于衷。我们前几天在状元楼尝过卤兔了，味道很一般，今天就是来吃你家4喜丸子的，卤兔什么的就留给其他人吃吧。晚上盘点的时候，堂食加上周围邻居买的，一共卖了11只卤兔，这比叶洛心和李掌柜原本估算少了很多。为了尽地主之谊，李掌柜晚上请叶洛心3人吃饭。叶掌柜，今天这个结果实在是始料未及，要是这买卖一直不景气，我可怎么办哟？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赔有赚，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李掌柜说过了，如果李掌柜想要毁约，我可以立刻把钱退给你。最后是李掌柜坚持要做的。是，当时是我坚持要做的，我就是抱怨几句，叶掌柜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提到做生意，你应该比我有经验，今天只是第1天而已，又不是以后每天都这样，没准过几天就有转机了呢。踏踏实实保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最看重的就是第1天上新菜，
有好奇的人都会过来尝一尝，以后好奇的人可就越来越少了。只是这次我没抓住机会，让状元楼抢了先机。没有了先机，那就靠后天的弥补。东西好不好吃，大家自有判断。而且我这个鲁兔一开始定位的人群也不是贪便宜能将就的那些人，我们定位的是家里有钱，对吃又比较讲究的人，所以我们要的是质而不是量。像你这个店，一天只要卖出20只鲁兔，就能带动20桌的客人，再加上你其他的营业收入，1年多个1800两的流水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论规模，你的店和状元楼还是有些差距。我只希望李掌柜赚了钱后，能把店铺的档次再提升一些。那是肯定的，我也希望将来能有转机。那就要看你能坚持多久了。晚饭后，几人回客栈时，徐子商还是一脸的愧疚。李掌柜这个人人品还行，就是没想到做起事来这么破嘛。按规模来说，荷香楼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只是状元楼虽好，他家掌柜却有其他心思。相比而言，我倒是觉得这个李掌柜更让人放心些。而且他状元楼毁约在先，还敢打着向新月斋的名号赚钱，我觉得应该让他尝尝后悔的味道。按约定，叶洛心教会了这边的人，就直接可以走了。不过为了扶持荷香楼，他和萧木打算在玉安县再住10天。这10天里，荷香楼的客人日渐增多，同时吃了状元楼和荷香楼卤兔的都觉得还是荷香楼的更好吃一些。等到第8天的时候，荷香楼每天能卖出的卤兔已经达到了20只。李掌柜乐呵呵地找到叶洛心：叶掌柜，我还想再加50份的调料，你回去之后一定要给我准备好呀。怎么这么快又要加地？等手里的调料用差不多了再说吧。不用，照现在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我原本订的调料很快就要用完了。叶洛心一笑，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李掌柜还想等第2天再提一下这个事儿，没想到第2天店里却出了事儿。出事的时间正好在中午，酒楼里照常有几桌客人吃饭，忽然闯进了几个高大的身影，举起凳子就摔了起来。张三，你敢来我店里撒野，你好大的胆子！我吃你家的卤兔吃坏了身子，当然得来找你算账。你什么时候吃了我家的卤兔？我家的卤兔每天只能卖出10几只，谁吃了谁没吃，我心里有数。你胡说，我就是吃你家兔子吃的浑身起了疹子，你休想狡辩，给我砸！张三手中的凳子刚要脱手，他忽然觉得手腕一麻，紧接着一阵剧痛从手腕传到整条胳膊。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和店家的恩怨，与你无关，不该管的事你少管，我偏要管，你能怎么样？男人手上再次用力，断了，手下饶命！小掌柜，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萧木。你们为什么来捣乱？是不是受了那个樊玉离的指使？谁敢指使我？是我自己来寻仇。你们的新月斋卤兔吃坏了我的身子，我来算账怎么了？你吃了新月斋卤兔？小掌柜，你别听他胡说，这几天吃卤兔的客人我都记着呢，他根本就没吃。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我是让别人来买的。好，那你倒是说说是谁给你买的，我这边都有记录。他说着就去翻自己的账本。你说你吃的是谁买的？哪天买的？我昨天李长贵买的。李长贵？李掌柜翻了翻账本，根本没你说的这个人，昨天没有，前天也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你那个账本记的谁知道准不准？我记得当然是准的。你别吵了，有什么话留着到衙门再说吧。两个人齐齐望向萧木。去衙门？怎么，你的损失不要了？要，去衙门！张三有些吓到了，店里的伙计拿了根绳子就把他们绑到了一起了。一行人来到县衙，县老爷却像是早就知道一样，已经坐在堂上等着了。李顺和张三各自诉说了冤情，县令审都没审，就要把两个人全都收监。县令大人，此案案情简单，为什么不当堂审问？对啊，怎么不当堂审问呢？怎么还等着看热闹呢？对，大人给审审，到底是谁的问题？大胆！本县审案，难道还要你指点？到底你是县令还是我是县令？不敢。只是本朝律法，有罪之人才能收押在监，这两人的罪名还没定，如何就能收监呢？这两个人扰乱公堂就是大罪，至于其他的罪名，我要慢慢审问。退堂。起身离开，萧木眯起眼睛看着县令的背影，眼中露出一丝冷意。县令回到县衙后堂，樊玉离早已等在那里，他面前放着一匣子白花花的银子。樊掌柜，让你久等了。樊玉离立刻站了起来。大人公务繁忙，微见小民，等大人是应该的。不知道李掌柜的案子
大人打算如何审问？这件事李顺也有问题，但是据我看来是张三挑衅在先，这事儿恐怕……不等县令说完，樊玉离就把银匣子朝着县令的方向推了推。大人，案子该如何断就如何断，只是这李顺也伤了人，是不是也得好好审一审才行？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看让他在牢里住上7天，樊掌柜觉得如何呀？很好。另外一边，刚刚走路的时候看见的，快尝尝。荷香楼又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对家搞的鬼。萧木说着，将之前发生的事描述了一遍。至于对家是谁，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让人回家去取我的印信，我要亲自会会这位孙大人。好，等印信来了，我陪你去。3天后，孙县令还在后院和自己的小妾调情，忽然听见滚家传报，定安侯府的老夫人来了玉安县，要见大人。定安侯府老夫人？县衙大牢里，怎么看到老鼠想到自己了？你的本事呢？人人都说我是过街老鼠，我看你也没好到哪里去。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和我比？我算什么东西？你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我告诉你，我上面有人，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出去了。至于你还是继续在这待着吧，这时候就怕出来了，有钱未必有用。李顺正蹲在牢房里骂娘，没想到孙县令的师爷却亲自跑到了牢房。师爷，我在这儿，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吗？李老板，我们大人有请。李大人，请吧。不去，你们莫不是要害我？怕什么？李掌柜，你不是有钱人吗？勇敢上啊！李掌柜，侯府老夫人正在云祥客栈等你，你确定不去吗？侯府夫人怎么要见他？李顺咳了2声，抬头挺胸走出牢房。李顺跟着师爷走进后堂，眼角飘到上座，坐着一位老夫人，县令陪在下手。草民见过老夫人，见过县令大人。县令立刻站了起来，快请起，快请起。老夫人，这位就是您说的李顺，因为一点误会，让他在监衙里住了4天，现在误会解除了，这人也该放走了。这点小事，您让人过来问一下即可，实在不必惊动您的大驾。解决了。孙大人，您身为百姓的衣食父母，可一定要秉公办事，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就罔顾我朝律法。老夫人，下官虽然官为严清，但从来都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一点马虎。李顺的事情，本宫已经查清楚，全都是那个张三故意上门闹事，所以李顺现在可以离开了。都是那个张三故意闹事？是。既然已经证明李顺没有问题，那县令大人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对李顺的赔偿了？赔偿？对，是要赔偿。张三砸了店里的桌椅，本县一定会责令他赔偿。不光是桌椅，李顺本来没错，孙县令却将他关在县衙4天，这4天荷香楼一直关门停业。孙县令觉得这个损失该怎么算？这个损失也该赔。怎么赔？就按照平常营业收入的2倍赔偿吧。好，那我该找谁赔钱？张三吗？我审案的速度慢，这钱理应由我来赔。不，钱我不要了，不用赔。不要钱怎么行？这个钱必须得要，我身为县令，一定要以身作则。坐在上手的老夫人闭起了眼睛，丫鬟们摆摆手，示意老夫人要休息了。县令和李顺一起退了出去。2人走后，叶洛心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外祖母，快回屋歇歇，这种小事儿我自己处理就行，您怎么还跑了一趟？老夫人这时却睁开眼，一点看不出来刚才疲惫的样子。当然是想你了才来的，解决他们只是小事，顺便而已。这个孙县令看着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他这样的人竟然也能做官，实在是百姓的灾难。对这样的官可有什么办法？大梁这么大，这样的官员又岂止他一个？就算是侯爷在，对这样的人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犯了什么大错，惊动了上面的人，才有可能有人收拾他。不过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能管的，他要是作恶多端，自然会有收拾他的人。李顺与侯府有关系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认识李顺的人都没有想到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不过后来也有人查出来，并不是李顺与侯府有关系，而是新月斋与侯府有关系。李顺这一次是借了新月斋的光。新月斋的老板据说是侯府的小姐呢，这样的人物谁敢惹？李老板这下算是抱上大腿了。叶洛心看这边没什么事儿，又陪着老夫人在玉安县玩了2天，几个人便准备启程回去。不过就在他们打算离开的当天，玉安县又出了件大事。
想不到孙县令竟然会以这样的事情倒台。回来的路上，老夫人和叶落心坐一辆马车，萧默赶车，把徐子商赶到了原来老夫人的马车上。善恶到头终有报，他作恶多端，就算不除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又这么巧。这要是在京城，我都要怀疑是你外祖父动的手脚。外祖母觉得这件事有人故意为之，很大可能是他既然能将尸骨藏3年，就有本事藏30年。最近没有大雨，没有雷电，好好的埋在后花园的尸骨，如何会突然被人发现？会不会是李员外派人查的？不会，若是李员外，他怎么可能等上3年？他肯定早就想办法让人来偷尸骨了。我猜定是当年的知情人被人收买了，才会有如今的这个结果。这样啊，也不知道他得罪了谁，不过能查到这个，肯定也是有本事的。萧木坐在车外，一直听着祖孙2人的对话，直到叶落心最后一句落下，他才轻轻地勾了勾嘴角。马车一路回到萧家，在门口就看见了多日不见的大花和小花。姑娘，您回来了，见过老夫人。这段日子学得怎么样？手艺精进了吗？多谢姑娘送我去长见识，学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之前很多方法都不对，运针、打结、藏针，这里面的说法可多了。姐姐也很聪明，绣坊的房主经常夸奖她。我们走的时候，房主还说要收她做入室弟子呢。小花，别胡说，姑娘放心，我和小花都是你的人，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用的。你俩的卖身契都在我这儿，谁想抢都抢不走。不过我也要让你们知道，不管你们去哪儿，都不会有我这里自由。春花看见3个人一直在门口说话，也走了出来。天凉了，姑娘快进屋里坐。还有大花、小花，你们之前做到一半的花样子，我帮你们做完了，快进来看看。啊，真的吗？太好了！春花，你也会刺绣？我们做丫鬟的都会一点针线活，我会的也不多，只是比别人好一点点。等叶落心3人看见春花绣的花样子，才知道她说这一点点到底是多少。春花姐姐，你这个手艺怎么看着比方主的还要好？姐姐，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春花，既然你手艺这么好，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帮我做。姑娘有什么吩咐尽管说，什么帮不帮的。我想弄一个手工作坊，现在人手不够，想在村里再选几个和大花小花一样能做手工活的。春花姑娘水平高，跟着外祖母眼光也好，所以我想让春花姑娘帮我选人。这有什么难的？这人的手艺好不好，我只看几眼就能看得出来。生手每天30文钱，熟练的每天80文钱。叶落心找到李正，把自己的想法和李正说了之后，又把定下来的工钱说了一下。我就说你们萧家肯定是有办法带着村里人一起赚钱嘛。上次你爹还不敢答应我，非要回去问一下。按你的意思，现在不光是男人能赚钱，女人更能赚钱。女人赚钱挺好，挺好。李正叔，你没听过吗？女人能够顶起半边天呢。有些活只能女人干，所以有些钱就只能女人赚。对，我看见慧如人我就懂了，这女子啊，有时候比男子还要厉害。等开班以后，我要让我女儿也去学。今天先留40人，没有座位的，明天再来。春花十分紧张，进教室前手抖得连针都握不住，最后还是被老夫人骂了2句，她才稳了下来。我告诉你，人人都知道你是我的人，你要是讲砸了，打的可是我侯府的脸。我带你出去见的场面还小吗？这都稳不住，你这大丫鬟的位置就让给别人吧。被骂后，春花心一横，自己连达官贵人都不怕，还能怕这些村民？好在今天要讲的也是刺绣最简单的东西，她十分熟练。春花负责讲课，秋月和夏蝉就负责给她打下手。除了他们，还有大花、小花也过来帮忙。春花示范之后，几个人就在下面检查，有做错的他们就给指出来。手要这样，针不能从这里过，要这样扎进去才可以，注意不要刮坏了布料。 4个人都十分有耐心，大花、小花不仅吃得好、穿得好，还成了传授针线活的师傅。他们2个可真幸福，做下人也没什么不好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朵花还没有绣完，2个时辰的时间就过去了。对于村里的女子的情况，实在是不太乐观。大家把布料和针线带回去，自己琢磨一下，把剩下的绣完。后天在上课的时候，我检查你们绣的情况。春花朝着叶落心摇了摇头，太差了，这得什么时候能学会？本来也不是为了把所有人都教会，我们只是从中选出最有灵性或者手艺好的几个人。至于其他想学的，也可以留下来慢慢学。至于能不能学成，也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慧如人，你还没走，真的太好了，我还有事情想找你商量。叶落心和春花正说着话，突然听见门口传来说话的声音。他转头一看，原来是周夫子。周夫子有什么事？是关于令弟的事情。慧如人，不妨一步，我和你细说。周夫子说着，往屋里看了一圈，叶落心也随着周夫子的眼睛看过去。只见屋里的人全都集中注意力在针线上，似乎只有大花往这边看了一眼。不过瞥见周夫子的目光之后，他又立刻低下了头。叶落心没往心里去，他随着周夫子走出教室，站在外面的回廊上。小景他怎么了？他最近住在学堂，我发现他读书很不认真，每天晚上坐在灯下，并不是看书。
书，而是在画一些奇奇怪怪的图。我和恩师问过他几次，他都给含糊过去。明年就要参加乡试了，我还是希望他能把更多的心思用在读书上。听说他在萧家比较听你的话，要不你来问问他。画奇奇怪怪的图？对，就是这样。我也看不出他到底画的是什么。行，我去问问他。叶洛心抬手敲了敲门。夫子吗？请进。是我，画什么呢？嫂子，这是什么？是播种用的，不过我还没有想出来怎么控制种子掉落的量。播种用的？你现在每天都在研究这个？嫂子，我这样不对是吗？我应该好好读书。没有，我只是高兴我们小景长大了，知道为家里人分忧了。对，我就是觉得大家种田太累了，每次播种的时候都要弯腰刨土，然后再把土盖上。如果我们用一种工具直接把种子种进去，一定能省很多力气。我来看看。我好像是懂得你这个图的原理了。把这个尖嘴插进土里，把种子种下去，等尖嘴拔出来的时候，种子就已经埋进去了，对不？对。萧景更加高兴，他就知道他做的东西嫂子一定懂。种子数量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个漏槽，想撒几颗种子就留几个孔缝，每次用力扎下去的时候，种子都能自己落下，但是一旦抬起，这个孔缝就能自动封住。原来可以这样。萧景顿时觉得醍醐灌顶，刷刷几笔就把原本缺失的地方补好。明天就把这张图交给二哥，让二哥找人试着去做一下。最近研究这个一定花费了很多功夫吧？嫂子，周夫子是不是和你说什么了？周夫子说你最近读书不太用心，他在担心你明年的乡试。小景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觉得你一定也花了很多心思在读书上。嫂子这次来也不是给周夫子做说客的，如果你读书实在太差，夫子自然会罚你。他既然没罚，就说明你的功课还不算太差。嫂子只是想让你想明白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下一步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如果你觉得现在分心完全不影响你明年的县试，那就不必理会我现在的话。如果觉得自己没把握，就要按照夫子的要求走。嫂子，我懂了，我会每天按时完成当天的作业，等到有闲暇时间了再来研究别的。嫂子等你的好消息。周夫子送走叶洛心后，一直在回廊里等着消息。夫子，你的衣角有些破了，不如你脱下来，我帮你缝一下。周夫子回头一看，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丫头。不用了，只是破了一点点，况且我的衣服也都是李正家的嫂子帮着补的，回头我找她就可以。夫子，您是咱们青山村的大恩人，这种小事谁都可以帮忙的。周夫子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见到叶洛心出来了，他连忙迎了过去。大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有些失落，又有些不甘心。他再次看向周夫子所在的方向，目光恰巧被叶洛心捕捉住。大花立刻低下头，转身回了教室。夫子，我和小景已经说完了，这个孩子懂事，他以后会注意。那就辛苦慧如人了，这孩子是同龄孩子中最有悟性的，我不能看着他走入歧途。夫子误会了，小景不是入了歧途，他之前画的其实是农具，他只是想帮家里人分担一些。竟然是这样，那我之前问他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说。可能是孩子比较保守，希望做成功了之后再和夫子说。那就好，这孩子心术正，又会怜惜家人，将来要是能做官，肯定是个好官。不知道大花刚才有什么事麻烦夫子？大花不是麻烦我，是他看我跑脚坏了，想要帮我补补呢。既然如此，夫子也不必客气，整个青山村针线活最好的几个人都在我家里，夫子以后有什么需要缝补的，尽管送到我们那里就好。那怎么好意思？夫子不必客气，以后我每周让小景来取一次周夫子和孔夫子的衣服好了。叶洛心不由分说，把这件事定了下来。回萧家后，叶洛心没有急着做别的，而是把大花叫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娘，您叫我有什么事？我刚才和周夫子说过了，以后让他把需要缝补的衣服全都送到这边来。你针线活好，以后就要辛苦你来做这件事了。不辛苦，只要小姐让我做的事情，我都愿意做。叶洛心看着他的脸色，知道自己之前的猜测是对的。大花，你喜欢周夫子？姑娘，我没有。你可知道周夫子比你大了20多岁，等你20多的时候，周夫子已经两鬓霜白了。谁知大花闻言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即使这样，你还是觉得喜欢他吗？姑娘，既然姑娘都看出来了，我也就不瞒着了。我第一次见到周夫子的时候，就觉得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子都不一样。他有气度，有学识，有风骨，我很仰慕他。只是我和周夫子的身份有别，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只希望姑娘不要介意，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能为周夫子做一些事，我就很高兴了。你真的不嫌弃他年纪大？你到底图他什么？不图什么，说是非要说的话，可能是图他给我带来的那一丝希望吧。除了姑娘，周夫子就是我最佩服的人了。可是大花，你这样喜欢周夫子，周夫子却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样你不会难过吗？不会吧，我本来也没指望夫子能记得我，我喜欢他是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夫子这么有才学，原本就是我高攀不上的，我怎么敢指望他能记得我呢？大花，你也是个好孩子，不用太妄自菲薄。夫子虽然有才学，但是你有手艺，在做刺绣手工这一方面，你还是很有天赋的。以后我的手工作坊还要靠你给我把关。姑娘，
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的。好。叶洛心没有再说其他的，其实他想告诉大花，只要你做得足够好，站得足够高，总有一天你喜欢的人是看得见你的。第二天，春花继续给村里的女孩子们上课，这一批人比昨天的要好上一点。春花从里面挑出7个比较有天赋的，加上昨天的，一共是10个人。叶洛心算了一下，10个人只要能学成，就能够一人带5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再加上大花小花就是12个组。这些人每组每天能做2个荷包，一天24个，只要1个月的时间，他就能攒够上架的荷包数量。春花毕竟是外祖母身边的人，以后作坊里的活还得你精心操管。姑娘，我能行吗？你当然行，论手艺没人能比得上你，你只需要以自己的手艺服人就可以了。若是真的有不服管教的，直接就让他走人。你要记住，我把这件事交给了你，你出去代表的就是我，你要替我看好每一个荷包的质量，一点纰漏都不能出。是。东边空地的房子已经盖得差不多了，最靠近里面的是3个超级大的房间。叶洛心说，这个房子是要用来做手工坊，这里的冬天有点冷，为了冬天的时候做手工能够不动手，叶洛心还特别让工匠研究了一下，做了个地热的结构。房子还能这么盖呢？这烟从脚底过，真的能够让地面变热吗？会的，不过烟道设计的时候要注意通风，不能让烟倒灌回来。那是怎么个方法呢？这我就不懂了，你们是专业的，这种事情还是你们来研究。几个瓦匠面面相觑，合着还得我们自己想啊。叶洛心大概说完之后，几个人研究了3天，就研究出了方案。等房子盖好之后，朝南的灶台一生火，还真的没有浓烟倒灌回来。惠如人真会想办法，哪怕冬天最冷的时候进到屋里也不会觉得冻手了。谁要是能到这手工作坊里干活，那可是享福来了。这个东西好，等我回家也弄一个去。我家婆娘最是怕冷，要是我家也能修这种地热，那她数9寒冬的时候就能下地了。以后谁家盖新房子都可以做这种，还可以做成热炕，以炕代床，冬天睡在上面，整个身子都是暖和的，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吧。刘叔，明天你就去我家给我研究一个热炕。我也想要。还有我去后面排着。这次要大一点的，2层楼，地段热闹一点。要这么好的，那就只有长宁街上的那个铺子了。不过这次我可不会便宜卖你。不用你便宜卖，只要按照市价来就好。你上次买我的铺子时，好像手里还没多少钱，这才几个月，你又有钱买别的铺子了？我买了你的铺子之后，一直在好好的做生意，现在铺子生意还算红火，攒下了一些钱。徐思远仿佛受到了什么触动，对方在赚钱买铺子，而他自己一直在赌钱卖铺子。你为什么能赚到这么多钱？勤勤恳恳，再加上动一些脑筋，手里有了一些底子，自然要比普通百姓赚钱更容易一些。今天和你说了这么多，新铺子是不是应该也给我便宜一些？喂，现在是你在发家致富，而我在越过越惨，为什么我还要给你便宜些？因为我给你说的这些道理，别人不会给你说。你胡说，明明有很多人和我说这个道理，但是你未必都听得进去。好像有点道理的样子。看过房子后，叶洛心对这个铺子十分满意。这个铺子要多少钱？隋思远伸出了一根手指，1000两。1000两是不是有些贵了？什么？1000两你还觉得贵？这已经是我看在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上给你便宜的价格了。隋思远有些气急败坏，不便宜也行。你刚刚说铺子对面有一间住宅，不如一起卖给我吧。隋思远没想到叶洛心有这么大的胃口，他刚想拒绝，却听得叶洛心说，反正你日后也是卖，不如都卖给我，以后你想回来看看，我这个人也比较好商量。最终叶洛心给了一个让人心动的价格，隋思远终于答应了下来。房子找好后，工艺品店就开始筹备了起来。这天，叶洛心让徐才去刘希月那里取他写好的请柬，徐才终于有了和刘大小姐单独说话的机会。刘小姐，以前你不是不喜欢做生意吗？甚至还有些瞧不起生意人，如今怎么自己也参与进来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的我不懂做生意的好，才会有偏见。可惜那个时候有些人没长嘴，也不屑于告知我这些，把我当成小孩看。哼，自从认识了叶姐姐之后，我明白了很多东西，自然也就懂得其中的好处了。徐才没想到自己随便一问，刘希月竟然说了这么多。你说的有些人里面包括我吗？不是包括你，我说的就是你。刘希月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怨气。洛心姐姐说了要让自己冷落徐才的，对他爱答不理，让他自己抓心挠肝。刘希月本来还不信，如今这么一看，这招确实有些用处。行了，我不和你说了，请柬我已经写完了，你快给赵家小姐和李家小姐送去吧。说完，刘希月把2封请柬递给徐才。徐才默默接下请柬，还想再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好转身准备离开。喂，见到赵家小姐和李家小姐不要多说话，送完请柬立刻就回来。徐才脚步一顿，
心里却有些暗暗高兴。刘希月这边按照和叶洛心商量的结果，给自己熟识的20多个大家小姐写了请柬，还没派发完，叶洛心就来到了府中。刘希月和娘亲一起接待了他，刘夫人依然热情好客，见到叶洛心欢喜得不得了。刘希月则缠着叶洛心讲今天和徐才见面的事儿。他问我为什么喜欢做生意了，我就告诉他都是因为姐姐教的好。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没有，不过我让他不许和别的小姐说话，他竟然点头答应了。要不是我熟悉他，我真的要以为他是被别人夺舍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只要你绷得住，他肯定比你还要紧张啊。那我忍不住怎么办？我看见他就忍不住想和他说话。那就等到新店开业那天我一定让你大放光彩，彻底颠覆你在他心中的形象，到时候也许他就主动要和你说话了，也说不定。刘希月听完十分开心，一想到那时候要发生的事儿，他都激动得睡不着觉。手工艺品店要开张，需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老夫人见孙女越来越忙，主动要求帮她管理手工作坊的事儿。这边一切有我，你尽管放心好了。外祖母，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怕你累着。怕什么？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陪审医都说我最近身体好了很多，自从见到你，我夜里都不做噩梦了。裴大夫也说我的安神药可以不用吃了。老夫人怕叶洛心不放心，又解释道：忙一点，分散一下精力，我肯定能睡得更香。外祖母，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手工作坊的事，就劳烦您老人家帮我盯着点。不过有什么事，还是多让春花他们去做，您给个主意就行。行，你就放心好了。放下了这边的事儿，叶洛心又找到徐才，让他帮着雇佣几个长相秀气端庄的男孩。徐才选了一水漂亮的6个男孩，年纪都在14、15上下，个个身材修长，面目清秀。这些是我挑的长得最好看的了，他们家里都住在清河县，离你的工艺品店也不远。我和他们说好了，1个月2两银子的月钱，管1顿饭。等叶洛心过目点头之后，徐才悄悄地询问叶洛心：嫂子，你雇佣这么多男子做店小二，萧墨哥真的不会生气吗？你萧墨哥不是那样的人。不是吗？徐才瞪大了眼睛。上次他还和我说，让我不许多看你。等手工艺品店开业了，这么多男子天天围绕在你身边，我怕萧二哥会气死。再说了，荷包不是女孩子家喜欢的东西吗？为什么还找男子来卖啊？这你就不懂了。有些女子选这些东西，很喜欢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心上人的意见，他们不能直接去问，又不好去问别的男子。我店里小二是男的，就方便一些。可男女大房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成衣铺子里的小二都能是男的，我这小小工艺品店又有什么不可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开业这天。叶洛心和萧木早早来到了店里，店铺门口站着6个长相俊秀的男子。见到叶洛心和萧木，他们齐齐弯下腰。掌柜的好，掌柜的好。萧木吓了一跳，快起来吧，一会儿客人就都来了，你们都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吧。6个人全都各自归位，为了方便客人称呼，叶洛心给他们都起了艺名，分别叫叶1、叶2、叶3、叶4、叶5、叶6。叶1、叶2、叶3在1楼的普通柜台，叶4、叶5、叶6在2楼的贵宾柜台。这几个人你是从哪里找来的？怎么，二哥是看他们不顺眼吗？要不你直接警告他们一下，让他们不许看嫂子，还是警告一下嫂子，让嫂子少看他们？无聊，不想说就不说，有你后悔的时候，我会后悔。这种事情我喜闻乐见，我只会后悔当初找的人还不够多，不够好看。吉时一到，外面就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很快，叶洛心和刘希月邀请的各家小姐也都来到了店里。进店之后，立刻被店里各种各样的荷包吸引。老夫人看着叶洛心店里摆的这么多款式，一种自豪的心态油然而生。这可是她亲自监工做出来的，这可比以前在京中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打牌有趣多了。今天小店开张，非常高兴大家能来捧场。不过在大家买包之前，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包的背法，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做出选择。角落里，一个穿着藕荷色衣服的女人轻抬手臂，一首婉转的曲子从她的手下古琴里发出来。随着悠扬的琴声，几个窈窕女子从楼上慢慢走了下来。她们以轻纱覆面，每个人或背或拿，身上都有一个新款的包包。哇，好美，确实好美。这个衣服配这个黄白相间的荷包真好看啊！还有这个白色的包系挎在身上，真漂亮。对，你看背带上绣的全是紫藤花，这几个姑娘看起来好美啊。她们遮住面容，看起来却像是天仙下凡一样。这样的展示真的好特别。徐才站在人群里，一开始也没有注意这几个姑娘，可是听大家一说，他的眼光也开始往姑娘的身上飘去。徐才正看得入神，屏风后又走出一个身穿火红衣服的少女。少女红纱遮面，在众多素雅颜色的衬托下，像是傲立雪中的红梅，耀眼又热烈。徐才觉得这个身形有些眼熟，他定睛一看，
又见姑娘朝着自己眨眨眼，徐才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是刘希月。他大吃一惊，看见徐才的脸色变化，刘希月的眉毛轻轻扬起，又突然转身离开徐才的视线。几个展示的姑娘朝着刘希月聚拢过去，把她如众星捧月一般围在中间。她身上的白色荷包也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个白色的荷包就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它是用纯白的兔毛编织而成，上面缀着的是100年才会形成的东珠。好看好看，哇，实在是美丽端凤。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呢？徐才听着听着，心里突然有些慌了。他想对着众人喊，让他们别看了，但是叶落心在那里，他不敢。于是鬼使神差的，他突然转过身，将手挡在了萧木的眼前。别看了！萧木一把拍掉了他的手。爪子拿开！你什么毛病？你才有毛病！没毛病，你突然捂住我的眼睛干什么？我就是告诉你别看了，免得嫂子生气。我看的就是你嫂子，她生的哪门子气？看的是我嫂子呀，那还行。两人说话的功夫，场中的表演已经结束。虽然没有看到这几位姑娘的面容，但是红衣女子和手中的包包还是惊艳了众人。萧木看着几人退场的背影，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他嘴角一勾：怎么这么快就后悔了？后悔？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是谁说的？想让更多更漂亮的男孩过来？表演结束后，大家很快进入了购买环节。我想要刚才的那个背在后面的包，我想要这个带着珍珠的包，我想要那个。大家购买的热情很高涨，叶一、叶二、叶三应付的有条不紊。这个包很衬你的气质，这个小包拿在手中又方便，又能衬托出您的身份。好，那就这个吧。还有这个我也要了。最小的荷包也要2两银子一个，可是大家买起来却连眼都不眨。一方面是东西确实好看，又很新颖；另一方面，这种购买的环境让人觉得很舒服。他们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很开心。缺的货我们很快就会补上来，下个月店里还会有新的样式，大家一定要记得1号的时候来店里挑自己喜欢的包啊！让每个进店的人都记住了下个月1号再次来店里的事儿。老夫人看着客来客往，你看看我们洛心都会做生意，短短半天时间就把店里的包卖出去了3成，他这个本事可以和他舅舅较量一下了。叶落心的舅舅那可是叶家最会做生意的人，咱们姑娘身上那可流着您的血脉呢，能不有本事吗？老夫人被哄得高兴，继续坐在一旁看着店里的热闹。这时候刘希月也换好了衣服，从后面走了出来。刘小姐。刘希月有些意外，转头看向徐才。刚才我认出你来了，以后这种事情你还是少做吧，伯父若是知道了不会同意的。哼，我才不要你多管闲事。我没有多管闲事。没有多管闲事？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我就是觉得你这样不太好。我这样怎么不好了？你一个大小姐这样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哼，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说完他抬腿就要走。我怎么不能管你了？我们2个不是定亲了吗？什么？刘希月停住脚步，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徐才。我没说错呀，我们2个是定亲了。刘希月觉得心底里好像有什么欢快的东西疯长起来。我娘说我们2个都不同意这门亲事，要退亲。要不是当初你和你爹走得太快，我们2家现在已经退完亲了。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用，反正我这样抛头露面的你也不喜欢，不如早点退了，我们2个还能各自找到自己别的幸福。你真的这么想？对，我就是这么想的。说完他立刻跑开，留下徐才独自一个人凌乱。这里好看的荷包这么多，你选一个漂亮的送给刘小姐不就好了？我送她荷包，她就能不和我退亲了吗？送1个不行，那就送2个；送2个不行，那就送3个。反正总有一款是适合她的，你说呢？不对啊，如果她一直不开心，那我就一直送下去。你是想把店里的包都卖给我是吧？我没那么想，因为我知道你买不起。另外一边，洛心姐姐，要是没有你，我根本都想不到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生活。那你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刘希月想了一下，就是每天研究一些食谱，和姐妹们做做花样，在一起谈论八卦。可是现在想一想，那种日子真的很无聊。你要是喜欢忙碌一点的，以后就都过来给我帮忙。好。看见熟识的赵小姐进来，立刻迎了上去。赵妹妹来了，你喜欢什么样的荷包？我给你介绍。徐才看着刘希月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可是刘希月这么能干，他又高兴，又隐隐有些担心自己被刘希月落在后面，于是也朝着顾客迎了上去，送走最后一波客人。几个小二也离开之后，叶落心开始盘点今天的收入。开业第1天，营业额就达到了300两，卖出的荷包成本大约的是70两，净赚了有230两的银子。他把碎银和银票分开放在不同的匣子里，留下20两，剩下的交给萧木，让萧木拿去存在永丰钱庄里。这是你的工钱。我的？对啊，你现在也是我的得力帮手，当然要给你工钱。客气什么？我这个
人一向公平，你是认真做事还是敷衍了事，我全都看在眼里。当初答应你爹，做好了给20两，我就给20两。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能听懂指示，并且不遗余力的执行，就已经很好了。更何况你爹可是经商的一把好手，身为他的儿子，你肯定也错不了。以后你若是能独当一面，做了我家大掌柜，那月银肯定能翻了10倍不止。翻10倍，那就是200两，一年就有2000多两的银子，这个收入都快赶上他家酒楼半年的收入了。他终于伸出手，收下叶洛心递过来的银子，却又拿出其中一锭递还给了叶洛心。这个给你。你把银子还我干什么？说好了给你20两就20两。我不是。徐才的脸有些红了。我想拿这10两银子在店里买个包。你买包？对啊，怎么我不能买吗？你当然可以买，我就是奇怪，你买包用来做什么？莫非是要送给哪个姑娘？我不知道刘小姐喜欢哪一种，嫂子知道吗？她啊，好像店里的都喜欢吧。啊？徐才表情有一瞬间的定格。她都喜欢？那我的银子好像不够。不是不够，是差的太多。不过没事，你可以先买一个。想了想，但是你买包给他干什么？是修二哥告诉我的，要哄他开心就送他包包，一个不行就2个，2个不行就3个。行吧，那我就帮你选一个他最喜欢的。说完，叶洛心走进展厅，从左边中间的格子里拿出一个白色带黑点的包。这个他很喜欢，不过能不能开心我就不能保证了。叶洛心把包递给了徐才，徐才千恩万谢地收下。叶洛心只收了他2两银子，说这是内部购买的价格，以后你想买哪个就跟我说，肯定给你最便宜的价格。只要刘小姐想要，我就给她买。两个人正说着，萧木已经存了钱回来。叶洛心锁了门，和萧木一起回家。徐才也奔着县衙后院而去。你干嘛？想要来和我娘告状？告状也没有用，我娘可不像你管得那么宽。徐才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她在小丫头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的。新月，你怎么又在欺负徐才？快点让他进来，正好和我们一起吃饭。小才，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今天晚上和我好好聊聊天。啊，不，我爹今天晚上回来，我要回去和他一起吃晚饭。伯母，我这就走了。说着，他也不再犹豫，从兜里掏出被他捏得有些扁了的荷包，一把塞在刘希月的手中。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掉。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刘希月也没有喊他，拿起手中的荷包，左右瞧了瞧，脸上慢慢露出一个微笑来。徐才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烧鸡，徐子商最喜欢的梅花酿，这才回到家中。刚踏进家门，一股烧焦的味道就传入鼻子里。爹又在做菜了。徐才惊道，他快步跑进厨房，看见父亲果然在灶台前翻炒着什么。爹，你怎么又在做菜了？不是说好以后想吃什么我来做吗？我就是试试，都说豆腐最容易做，谁知道翻着翻着就糊了。再说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上工，我想给你庆祝一下。谁说我第一天上工？今天叶老板都给我发工钱了。看见没？梅花酿，我用我的工钱给你买的。用你的工钱买的？对啊。好，我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还知道给我买梅花酿，老父亲我十分欣慰呀。今天也别做菜了，我们父子俩喝一个。你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坐呀。徐子商举起酒杯。以前我总怕把你惯坏了，对你的管教有些严厉，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你都这么大了。既然是大人了，以后很多事情就学着自己做主，爹也不再约束你了。爹，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你不管我，还能有别人让你管吗？你这个孩子，我管别人干什么？那你今天突然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就是想和你来一场成年男人之间的对话，怎么就这么难？我没说错是吧？果然爹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这么想让我独立？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就？徐子商觉得徐才越说越离谱，已经放弃了和儿子喝一杯的想法。他端起酒杯，一口酒刚刚喝进嘴里，就听见徐才说：你想续弦了是吧？你有中意的人了？休要胡说。爹，没关系，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也不怕后娘虐待我什么的。你喜欢哪家的妇人，你尽管娶，她要是能接受，我就和你们住在一起，好好孝敬你们。她要是不能接受，我搬出去住也行。休要胡说，我都多大年纪了，年轻的时候没有续弦，老了我还干这种事？爹，以前我不懂，一直拦着你相看亲事，现在我知道了，这人到了年纪还是需要有个伴儿。你不用考虑我，只要你高兴就成。我的亲事不着急，等你成亲之后再说。萧家，叶洛心到家后简单说了一下今天的收入情况，大家都很惊讶。还好我熟的皮子都赶上了进度，没有耽误你们做荷包。我们这边的进度也很快，开门红，这让叶洛心也很高兴。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如果没有大家帮忙，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销量。我今天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好，我们都喝一杯。
弟妹，今天徐掌柜回来说，他那边又谈妥了2家加盟店，那边想订200只兔子，还有50包的调料。现在我们的兔子快要供不上了。这个问题你问我呀？咱家现在有100多只怀孕的兔子，4个月后兔子就能长大，肯定能供得上。对，大哥，以后兔子的事情你就问嫂子就好。我听说古水村也开始养兔子了，好像价钱比我们还低。以后养兔子的人多了，咱们的兔子会不会不好卖？大哥别担心，兔子也不是那么好养的。再说，就算别人也养兔子，对我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摘星楼和我们新月斋每天的用量差不多固定，我们做荷包还需要很多的兔皮，所以不用担心别人影响我们的销量。没事，你尽管养，卖不出去我给你们想办法，只要你们养得出，保证能卖上价格。听完这些话，萧松才彻底的放下心来。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吃了晚饭，正在院子里面聊天的时候，李正突然走了过来。进到萧家院子，他先是找了找趴在角落里的老虎，元宝看见他朝着自己走来，立刻抬起了脑袋。李正赶紧退后。长河老弟，我有件重要的事和你们说，听说咱们清河县有流寇出没，还有流寇往咱们村子这边来，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啊！流寇？我们村子这里怎么会有流寇呢？哎，还不都是粮食闹的。可今年是个好年景，应该大家的收成都不错呀。你是光看到我们村了觉得不错，但是外面还是有遭灾的，有些地方粮食减产，赋税却没降低，百姓们苦不堪言，能力壮的就出来做了流寇。但是我们村子也不富裕，往年很少会有流寇流窜到这边来。树大招风，可能是因为我们村今年风头太盛了吧。今年我们村粮食增产，但是赋税一点都没有提高，况且现在村里很多人都有了额外的收入。李正说着，忍不住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叶落心夫妻俩。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肯定是有人把我们村现在的情况说出去了，才会让人惦记。那可怎么办？萧长河也有些急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多加小心了。咱们村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家，所以今天特意过来给你们提个醒。你们家现在这个情况肯定会惹一些人眼红，晚上务必小心些。多谢老哥提醒。李正走后，萧松和萧木就商定了一下，晚上2个人轮流值夜，一夜无事。大家都以为昨天流寇没来，谁知道第2天村里就出了事儿。住在村东头的张寡妇一早起来就嚎啕大哭：天杀的，是谁偷走了我家的猪？我家的猪都已经养到半大了，准备过年的时候卖了钱买药的，现在猪丢了，我拿什么买药啊？大家全都被他的哭声吸引，好多人聚集在他家大门外问询事情的经过。张寡妇早就失了主意，听见有人问，立刻就带着大家来到猪圈旁边，给他们看空空的猪圈。我家小白每天都趴在这边睡觉的，今天早上起来我过来喂食，没想到连猪的影子都没看见。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大圈也没找见，不知道这头猪跑到哪里去了。说完，看见大家都没出声，他又说道：我家小白很乖的，一定是被别人偷走了。天杀的小偷，偷了我家猪的人一定不得好死。我们村里一向都安安稳稳的，怎么会突然有人偷猪呢？就是，会不会是被猛兽吃了呀？对啊，畜生毕竟不是人，他就是再通人性，也保不准会干出一些偷吃的事情。对，猛兽毕竟是猛兽，哪有那么听话？听着这意有所指的话，徐正香顿时不高兴了。他从人群中走出来，叉着腰大声说道：哼，你们想说什么就大大方方的说，在那含沙射影谁呢？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就算是你偷走的，也不可能是我家元宝偷走的。怎么就不能是他？那毕竟是只老虎，放在村子里难免会伤人，是村里的家畜。哼，你也知道那是只老虎。我家元宝如果想吃猪，可以自己去山上捕猎，根本不需要吃你家养的这个东西。更何况不就是猪吗？谁家没有啊？如果元宝真要吃，他可以吃我家的，为什么要来你家吃啊？你家猪是长得比别的猪好看吗？你自己家养的他都熟悉，肯定不会吃，自然是要出来到别人家觅食。你刚刚不是说元宝是猛兽吗？猛兽想吃就吃，他还能看人的脸色？徐正香和张寡妇吵成一团，看热闹的人都围在两边，听得津津有味。萧木已经去周围查看了一圈。娘，别吵架，小心气到身子。猪不是我家老虎吃的，我有证据。什么证据？
我刚刚去猪圈周围查看了一圈，发现了2道脚印。这2道脚印一深一浅，但看着都是男人的脚，而且脚印痕迹很清晰，一看就是近期留下的。所以我敢肯定，张寡妇家里的猪是被人偷走的。男人的脚印。面对大家的疑惑，萧木也不多做解释，只是带着众人走到猪圈的后方，指着地上的2个脚印给大家看。你们看，这里的脚印还很清晰，他从外面进来，一直走到这里，然后跳进了猪圈里面，这里还有脚印。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果然有2道脚印，而且这2道脚印的码数很大，一看就是男人的脚。我们只要顺着这2道脚印找出去，就能看出贼人是从哪里来的。小莫，那你快帮我找找。我可以去找，但我做这些不是帮你找猪，我只是想证明我家元宝的清白。萧木带着几个人顺着脚印一直走，直接走到了村子外面。是外面来的人。萧木皱了皱眉头，大家也都看清了脚印的方向，心中有了一个很不好的判断：流寇进村了。几个人把消息带了回去，村民立刻炸了。李正大哥，这可怎么办？我家小白是不是找不回来了？看来这些流寇确实是盯上了我们的村子，我们今天就得安排人巡逻，大家也都把家里的东西放好，家里养的鸡和猪鸭鹅全都关好，千万不要再让人偷走了。村民们心里都没有底，但是纷纷点头应了下来。这个时候只能李正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今天来不及了，我先安排几个巡逻的人，等明天咱们好好排个班。当天晚上执勤的是李正本人和二蛋爹，他们2个绕着村子走了半夜，直到下半夜才回家休息。可是第2天还是出事了，挨着张寡妇家的李茂业家养的2只下蛋的大鹅被偷走了。天杀的流寇，他们这是要我们的命啊！李茂业家的坐在路口哭闹。李正说，不行，我们报官吧。报了，前2天我就去县衙报官了，但是县令说现在清河县有流民到处流窜，县衙里的人都派出去了，根本没有人能派到我们村子里来。那可怎么办哟？这些流寇神出鬼没的，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村里的东西被偷光？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有人，自己的东西得自己保护好。咱们村里的青壮年有7、80个，一会儿都到我这里来报名。我们村里一共有2条主路，这2条主路必须派人把守，另外还有7、8条小路通往山上，这7、8条小路也需要有人看着，以防流寇从小路跑到村子里来。那咱们这些人够吗？除了青壮年，每户人家都需要多派出1个人来参与到我们的执勤队伍中，除非他家不需要防守。如果有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也没有必要住在我们青山村。那我们就按照李正的方法来办吧。已经连续2天有村民丢了东西，说明我们村已经被这些流寇盯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负责巡防的人就12个时辰轮流值守，一旦发现流寇，立刻发出信号警示所有人。李正说，那是不是要把你的锣拿出来？1个锣不够，咱们得分成好几个队伍呢。1个锣确实不够，大家把家里的铁盆拿出来，一旦有了动静就敲铁盆。没问题，我家还有个铁锅呢，一起拿出来。对，我家没有铁盆，但是我家的炉钩子是铁的，我拿出来既可以防身，关键时刻也能敲盆用。小木，你经常上山，你有经验，你带着大家去路口做路障，没问题。设置路障的事情由我来做。另外，我家元宝十分机敏，如果大家不担心他伤人的话，我还想让元宝帮着在村里面巡逻。太好了，太好了！如果老虎能帮着咱们巡逻，那肯定事半功倍。就是一只老虎往村口一站，给流寇10个胆子，他也不敢进来。这回你们不担心老虎偷吃你家的鸡鸭了？哎呀，小家二嫂，之前都是误会。对，误会，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流寇可比老虎坏多了，老虎只是不通人性，他们呐，简直就是没有人性。就是，要是抓到流寇，直接让老虎咬死他。村里人排着队到李正家报名，李正也开始排班，安排执勤的人。萧家除了萧木、萧松和萧长河也都到李正家里报了名。元宝终于光明正大的从萧家的大门走出院子，他走在村里的小路上，一路上翘起尾巴，看着路边瑟瑟发抖的村民。元宝在村子里转了2圈，每到一处都有一群村民围着他好奇的议论，但是元宝丝毫不在意，所到之处威风凛凛，以一种睥睨的眼神看着众人。他在每一个路口驻足一会儿，仿佛是在查看地形，最后自己找了合适的地方隐藏住了身形。大家都有些放松了警惕。流寇是不是离开我们这里了？他们是不是去别的村子了？肯定是知道我们巡逻的严，都不敢来了吧？我们村里可是有老虎呢，给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进来。另外一边，青山村外的一座无名山头上，一群人在埋锅做饭，几个彪形大汉正围着一个火堆烤肉。大哥，咱们可是3天都没有什么进项了，青山村咱们到底去不去？要不咱们换个村子吧，青山村里可都有人巡逻了，怕是不好得手。
老三，区区几个村民你就怂了？我们来之前可都打听好了，这附近一左一右就青山村人最少，偏偏村里还有个刚刚富起来的富户，据说他们家养着几百只兔子呢。等咱们进了村，干脆把他们家里人都杀了，占了他家的房子，把兔子都吃光了再走。二哥，咱们刚出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身材细长的老三说道。我们不是说好了，光抢财物不伤人吗？那是以前，这一路走来，你是不想伤人了。可是那些被抢了财物的村民，哪个不想杀了咱们？与其被别人杀，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老二说着看了一眼大哥，大哥留着一把乱蓬蓬的胡子，肤色黝黑，一只眼睛被黑色的眼罩罩住，留在外面的眼睛透露出凶狠与贪婪。老二说的对，你看看我的眼睛，当初那个老太婆下得多狠的手，还敢用砒霜混着石灰伤我的眼睛，要不是我当机立断挖出了自己的左眼，现在坟头的草都有3尺高了。听见3个人的议论，一直在烤肉的老五抬头说道：这2天我都查看过了，他们在路口设置了障碍，但是后山还有一条小路通往村里，那条路有点险，所以他们没有派人值守。不如我们就沿着那条路下去，看情况先抓他几十只兔子。对了，听说那户人家还有马车，如果顺利，我们抓到他家的人，让他们把钱交出来，再用马车送我们出去。大哥，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我觉得老五说的对，兔子什么的总有吃光的时候。听说这户人家最近赚了不少银子，把生意都做到外县了，他们家里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咱们多抢点钱，到时候大家分一下，也能下山去过几天逍遥的日子了。对，球，就这么干。老大扔掉手中的棍子，站起来冲着周围的同伙喊道：大家都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我们研究一下路线，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发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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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威武！四面都传来了呐喊声，这群人群情激愤，他们早就等不及了，就等着干一票大的。大哥，这个时辰人还很精神，我们过一个时辰再下山，人困了肯定会放松警惕的。好，那我们再等一个时辰。萧木带着2个人守在大路口，萧松则带着2个人守在西边的山脚下，10几个身影趁着夜色往村子里走。大哥，今天晚上我们要发财了，今天晚上那户人家要是敢不配合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杀了，等到村里人发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钱跑了。行了，现在说这些还太早，我们赶紧按照原定的路线往里走。就在他们想要拐弯往村子里面走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老虎的叫声。老虎？这村子里面怎么会有老虎？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元宝已经扑了上来，一巴掌拍在最后那个人的后脑勺上，将人直接打晕。不好了，不好了，老虎进村了，我们被老虎盯上了。一行人四处逃窜，这边的动静很快就惊动了村里其他人，所有巡逻的人都往这边赶。等他们到的时候，看见10几个人全都趴倒在地，有昏迷的，有吐血的，就算清醒的也被老虎吓得一动都不敢动。萧木和萧松也赶了过来，元宝虽然下手比较重，但好歹给这些人都留了一口气在。萧木数了数，一共是16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谁是带头的？别以为你们不说话我们就找不出来，不想说也可以，反正最后都要交给县老爷去审判，你们有什么话都跟县老爷去说吧。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们只是路过，想借点过路钱，并没有想要害人性命，求你们手下留情，不要将我们交给县衙，否则我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废话，你们做了错事就要接受惩罚，没犯罪，县老爷难道还能冤枉你们不成？不过就算是犯了罪，这罪也有大有小，但是你们既然都不想招供，那就让县老爷同罪论处好了。不是，我们不是老大，我们都是听人命令行事的。我不是老大，我们这里没有老大，我们老大没有跟我们在一条路上走。什么？萧木闻言心中一凛，他一把抓住说话人的领子。你们老大没跟你们走同一条路是什么意思？就是没走同一条路的意思呀。我们老大说这条路上没人把守，让我们从这里走，他跟我们的军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萧木心中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他也顾不上审问这些流寇了，快步向家中跑去。萧松看见他的动作，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他也紧随其后往家的方向跑。元宝原本还站在人群中，看见2个主人都往家跑，元宝也立刻跟了上去。有村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2个这是怎么了？李正也想到了什么，有些焦急的道：先把这些人都给我捆了，留5个人看守，剩下的都随我去萧家。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流寇的头领怕是已经去了萧家。萧长河家里虽说村中如今已经有了巡逻的人，但是大家还是没办法睡安稳觉，所以叶洛心一听见门口有声音，立刻就清醒了过来。是谁？叶洛心暗道一声不好，怕是有贼人混了进来，拿起萧木给他准备好的匕首，起身来到门边，透过门板间的缝隙向外看去，只见5道黑色的身影正悄悄地向后院移动。不好，他们的目标怕是后院的那些兔子。叶洛心正自着急，萧长河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大喝一声：“什么人？”听见萧长河的声音，他立刻站直了身子，一把闪亮的匕首架在了萧长河的脖子上。老头倒是挺警醒的，既然你醒了，就把你家银子都给我拿出来。放开我爹！叶落心冲出屋子，看见杨凤手中举着一把菜刀，正抖着双手面对歹人。再不把我爹放开，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小娘子，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放下菜刀，不然伤了自己可就不好了。萧家人全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就连住在后院的老夫人和裴神医也都走出了房门。其余4个贼人也都放弃了原本的计划，他们慢慢的向院子中间聚拢。都说这家人家有钱有本事，这么一看，这老的老，小的小，连个能打的都没有。早知道这样，我们何必等这么久？早就应该来这里。就是老大，要我说，我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你看这满院的小娘子，真是一个赛一个的水灵，让他们生活在这大山中，实在是委屈他们了。混账！你们是什么货色？竟然敢到老娘的地盘上撒野！再早10年，老娘肯定打得你们找不着北。几个大汉一起笑了起来。就你这把老骨头，我大哥打个喷嚏都能把你吹走，死到临头了还敢说大话，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老四说完就要奔老夫人去，裴神医立刻上前一步，挡在了老夫人身前。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和他动手？哟，你这是为相好的打抱不平来了。既然你想出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今天从你开始下手。老四说着，伸手就要去薅裴神医的脖领子，没想到这位老人身手十分灵活，在他的手还没有碰到老人的衣衫，老人忽然脚下一滑，转到他的身后，一个手刀砍到他的后颈上。其余人都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看见老四身体一歪，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你敢伤我四弟！老三看见，立刻红了眼睛。干什么呢？都给我滚过来！大哥，别忘了我们今天来是干什么的，都给我乖乖站好了，不然我要了他的狗命！别伤害他！不伤害他也行，把你们家里的钱财都给我拿出来，1分都不能少，少1分我就剁他1根指头！不行，闭嘴！再说话，割断你的脖子！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反正杀了我，你们也拿不到钱。我儿子马上就回来，他要是回来了，你们谁都别想走。你儿子已经去村口抓我的手下了，等他反应过来，你们一院子的人早就没命了。既然你们都不识相，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杀人的手法，就从你下手好了。放心，我刀很快的。黑老大话音刚落，忽然觉得后背一凉，一阵钻心的疼痛从后背传来，他转过头，看见一个瘦弱的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后。去死吧！叶落心没有力气搏斗，见刀锋袭来，麻利地蹲下身子躲过一击。黑老大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蹲在自己身前，简直是自寻死路。他顺势收回匕首，抬起左脚就要踢向叶落心的脑袋。落心！他惊呼出声，立刻就要上前与黑老大拼命。裴神医却伸出手臂挡住了他。春花，看住你家老夫人！他说着，快步奔向叶落心所在方向。眼见着这一脚就要踢到叶落心的额头，黑老大忽然觉得身子不稳，他的腰突然被人抱住，然后在一股大力的推动下，他撑着地面的那条腿不受控制的转了半个弯。黑老大低头一看，竟是刚才自己架着的那个老头。找死！你们都活够了！用手肘狠狠砸向萧长河的后背，萧长河被砸得眼前一黑，双手立刻泄了力气，向地面栽去。趁着萧长河绊住黑老大的功夫，他立刻滚了2下，躲开黑老大的攻击范围。给我去死！立刻化掌为拳，沙包大的拳头朝着叶落心的小脸就打了过来。叶落心感觉到了气势的压迫，他艰难地倾过身子，将头躲开了拳头的攻击范围。至少被打断了胳膊，不会死。叶落心如此安慰自己，他闭上眼睛，准备迎接剧痛袭来。下一刻，耳边就传来了咔嚓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哎，竟然不疼！骨头被打断了，竟然没有疼！叶落心正觉得不可思议，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落入了一个宽大温暖的怀抱之中，这种感觉无比熟悉，不用看他就知道是萧木回来了。别怕！紧接着他一抬脚，将刚刚被捏碎了颈骨的人一脚踢了出去。堂堂流寇黑老大连个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老大！其余3人全都慌了神。敢伤我家人，你们找死！
老二、老三和老五一看情势不对，立刻就往院子外面跑。萧木脚下一踢，一颗石子直奔老三的后心窝而去，只听扑通一声，老三也趴倒在地。萧木还要上前，元宝一下子从墙外翻了进来，与正在爬墙的老二撞了个顶头，巨大的虎身一下子就把老二从墙上挤掉，老虎的身子与他一起落地，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嘶哑的惨叫。5个人里，老五的体力最差，但是老五的速度最快。就在老二扑倒的时候，老五已经上了墙头。叶落心看他要跑，喊了一句：“虎子，上！”老五下意识地回头，看见老虎还趴在另外一边墙下，与自己有几分距离，心中正自庆幸，还好自己跑了这边，跳下墙，那个虎子未必能抓到自己。可是他转回头，忽然觉得眼前一黑，一只巨大的鸟扇着翅膀就朝他飞了过来。虎子飞过去后，锋利的爪子在他的耳朵上留下了3道血痕。老五站立不稳，一个跟头从墙上掉了下去。萧松正好赶到门外，看见从墙头掉落的人，立刻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跨步上前，从怀中掏出细绳，将贼人的手脚绑在了一起。刚要起身喊人，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了杨凤惊恐的声音：“爹，你怎么样了？”萧松心中一凛，顾不得脚下的贼人，立刻朝院子里跑去。“爹，你醒醒啊！你醒醒啊！”萧松快步走过去，看见徐正香正搂着萧长河的头，裴神医也半跪在那里，正在为萧长河把脉。爹怎么了？他看了一圈，将目光定在萧木脸上。爹被贼人打伤了。裴神医，我家老头子怎么样了？内脏受损，骨头也断了2根。有性命之忧吗？有我在，性命肯定能保，就是不知道能恢复成什么样。只要能保他一条性命，不管他是贪是缺，我都能照顾他一辈子。听到这里，裴神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丝羡慕。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救治的。萧松拿来一个门板，众人慢慢的将萧长河抬到门板上，然后由萧松和萧木2人将萧长河抬到屋里。安顿好萧长河后，萧木又来到院子里，元宝和虎子都蹲在几个贼人身边，瞪圆了眼睛盯着他们。元宝更是蓄势待发，仿佛这几个人只要动一动，他就能上前咬断他们的喉咙。李正也带人赶了过来，看见院子里躺着几个人，李正松了口气：“小木，你家里人都没事吧？我爹被贼人打伤了，怎么样？危险吗？”裴神医还在救治，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些贼人怎么处理？我刚才审过了，他们一共来了23个人，村口的那18个加上这里的5个，正好是23个。不过他们在山头那里还有10几个人，我准备将这些人交给刘县令，让县令大人立刻派人上山抓人。不用了啊？李正没明白萧木是什么意思。把他们带到县衙，再由县衙派人上山，时间太久，我怕山上的人得到消息已经逃跑了。我现在就带几个人上山，把这伙贼人一网打尽。好。裴神医施过针后，萧长河的呼吸终于平稳下来。萧景也被人从学堂叫了回来，他看见萧长河现在的样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爹，你没事吧？我再也不去学堂住了，我要留在家里。如果我在家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傻孩子，你就是在家，你爹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裴神医，你能治好我爹吗？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只是现在缺少接骨木，我明天得去山上找接骨木回来才行。接骨木什么样子？我去。你好好读书，家里的事情我会处理的。读书，你们总是让我读书，可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爹受伤，什么都不管呀。行了，你们就不用争了，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认识药材，去山上又能有什么用？我认识，我去吧。嫂子，你怎么什么都会？你一定要带着我去，我不想做一个只会读书的废物。小景，家里人不是只想让你读书，别的都不让你做，而是现阶段你好好读书，才是能为家里做出最大的助力。萧景听到这里，表情有些迷惑。为什么？因为这个家里你2个哥哥都不能读书，只有你有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身份。我们虽然现在能赚钱，但是官场上没人，将来早晚要遇到大的问题，而这一切就只能指望你了。萧景听完，感受到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责任感。他以前只觉得家里人人都有事情做，只有自己是个吃白食的，直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身上担了多么大的重任。嫂子，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将来做大官，保护你们。好。还有，以后我每天都要回来照顾爹，不然我内心难安。好。这一晚，萧家人全都没有睡觉。萧长河中间醒了几次，又很快昏迷过去。好在有裴神医守着，大家也都比较安心。萧家婶婶，小二哥让我来报个平安，他们已经把山上的流寇全都抓起来了，现在正往县衙那边送呢。太好了！徐正香走出门，一夜过去，他似乎苍老了许多，连鬓边都多了几根白发。这次也是巧了，我们不光抓住了那些流寇，还找到了他们偷走的宝贝。宝贝？什么宝贝？二小子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听说是个什么印信，在流寇头目睡觉的皮褥子下面找到的，看样子他也是随身带了挺久的了。啊，
竟然还有这种事儿！具体是什么，小二哥说他也不知道。要我说，问问那个流寇头目，打得他屁股开花，他肯定会说。众人无言。现在别说是把他屁股打开花，就是在他屁股上种花，他都不会说一个字了。昨天那个头目的脖子都被萧木扭断了，众人也没有解释。昨天那些人不管活的死的，都被李正带人送去县衙了。后面的事情，县令大人会亲自审问，直到天黑之后，萧木才从县城回家。萧长河也终于清醒了过来。让老二去就行了，洛心身子弱，让他跟着去山上做了什么？你以为我不心疼儿媳妇吗？可洛心是福星，这事要是没有洛心出马，得猴年马月能找到那接骨木啊！要我说，还是我去，他们两个去了，也未必能找得到。哎呀，不行，裴神医，你得在家守好病人，万一有什么情况，有裴神医在，也好及时处理啊！大家还没争论出个头绪来，一向在白天休息的虎子突然从外面飞了进来。他停在堂屋，收好翅膀，放下嘴里叼着的一截树枝。虎子，和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屋子里飞，弄得全是灰尘。叶落心话音刚落，就看清了虎子叼着的那截树枝。这不是接骨木吗？还真是接骨木。他兴奋地看着猫头鹰，你这个家伙是不是开智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想要这个东西？高冷的虎子并没有理他，回过头用嘴巴整理自己的羽毛，仿佛根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还真是接骨木啊！哎呀，这下好了，家里的一鸟一兽都立了大功。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犒劳一下他们。娘，这个我知道，虎子还爱吃鱼，元宝喜欢吃肉，晚上我做给他们吃。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也都放松了心情。这一放松，杨凤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哎呀，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吃坏了东西啊？不是，我吃的和大家都一样，没有偷吃别的。快，趁着神医在这里，让神医给把把脉。杨凤坐在堂屋的桌案前，3根指头搭上手腕，只片刻功夫，裴神医嘴角就露出了一丝笑容。恭喜弟妹，这是要做奶奶了。奶奶？什么奶奶？盯着裴神医的笑脸看了半天。我要当奶奶了！好事，这可是大好事。老夫人第一个站出来贺喜，她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插在杨凤的头上。这喜事来得太突然，我这个客人也没备什么礼物，这只金牡丹的钗子就送给你，祝你平安，诞下灵儿。杨凤哪受过这么贵重的礼物，立刻就想把钗子拔下来还回去，戴着好看啊，是好看。嫂子，恭喜你了。洛心，我真高兴，我肯定是沾了你的光了，才能有这个孩子。嫂子，你傻不傻？这事儿和我能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有我的功劳。哎呀，你可小点声吧！一家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躺在床上的萧长河虽然不敢大笑，但是觉得身上的疼痛都减轻了许多。一根接骨木肯定是不够。第二天，萧木就带着元宝和虎子一起上了山，有虎子带路，他一定能很快找到接骨木。但是临走前，萧木和叶落心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叶落心有些不安。萧木说的是关于那个印信的事儿。这颗印章是我的，所以我并没有交上去。你的？叶落心有些惊讶，萧木的东西怎么会在流寇的手中？萧木怎么会有这种印章？这个到底是什么？萧木从随身的荷包里拿出了那枚印信，准确的说，并不是一枚印信，而是半枚。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不过下一刻，萧木又拿出了半枚印信，2颗印信的材质一看就知道，原本应该是一对。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信物，这一半可以调动她给我留下的人马，另外一半，这个却是一个司库的凭证，只有见了这个印章，才能打开司库的门。这么厉害？虽然他早就知道萧木隐藏了身份，但是没想到竟然是这种大佬级别的。这2个印信你帮我收好，其他的事情等我从山上回来之后再告诉你。叶落心点头答应下来。有了虎子带路，萧木果然很快就找到了接骨木。第二天早上，他就从山上赶了回来。元宝似乎是在家关得很了，这次有机会上山，他一下子捕了7、8只野鸡，个个咬断了脖子，却没有吃。萧木将野鸡串成一串，和药材一起背回了家里。裴神医将他带回来的药材赶紧入药，给萧长河外敷加内调。这药回来的及时，用不上半个月的时间，小老弟身上的伤肯定全都能养好。晚上吃鸡肉火锅，再煮2只鸡给元宝解馋。娘，野鸡这么多，光做火锅也吃不完，不如我给你们做个别的尝尝。新花样好。一家人都在等着吃烤鸡，谁也没有想到村子里又来了不速之客。这次来的是一队人马，一共12个人，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身上统一穿着黑红色的利落短衣，腰间挎着长刀，一看身份就不简单。这些人的后面跟着一辆异常华丽的马车，这些人没有丝毫的停留，进了村子之后就直奔萧家而来。当马车停在萧家门口时，惊醒的虎子和元宝早就守在了门前。有村民听到动静，也跟着马车一起往萧家这边来。来人显然也被萧家门口的一鸟一虎吓了一跳。山村里果然民风彪悍，竟然能养老虎看家。
大家看着横在门口的元宝，倒是很自觉地退了2步。主子，是家里养只老虎，你先别下来，我这边先确认一下安全。可车上的人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说辞，倒像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自己掀开轿帘，从车上跳了下来。此时，萧木、萧松已经走到门口。你们是什么人？到我家里来做什么？来人本来神情悠闲，即使看见老虎也面不改色。可是当他看见萧木的时候，显然是吓了一跳。你不是成王家的小公子吗？萧木没有否认，老夫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被认出身份的准备。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自小就生活在这里，这里有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萧松更是难以压抑住眼中的震惊。爹不是说萧木是他一位老友的儿子吗？怎么成了王爷家的儿子？他竟然一直跟王爷家的儿子称兄道弟。随着他们说话的声音，萧家其他人也走到了门口。老夫人一眼就认出了侯爷，面上露出的不是惊喜，而是抗拒。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不是派人告诉你了吗？我在这里住够了，自会回去。夫人，你出来的时日也不短了，该回京了。我回不回去对你有什么影响？反正你心中想的是当今圣上，心心念念的也都是朝中的事，有我和没我，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区别？怎么会没有区别？夫人不在的时候，我寝食难安。要我看是过得太安稳，有些不适应吧。老夫人显然没有被侯爷的话哄到，眼见着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尴尬，徐正香站出来道：侯爷大驾光临，大家都别在门口站着了，快请屋里坐快请屋里坐。老夫人什么也没说，一转头回了自己的房间。侯爷也紧随其后跟了进去，几个丫鬟留在外面，一众侍卫也留在院子里，十分自觉地排成一排，守在门前。萧家人也都盯着那个房间，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半晌之后，老夫人和侯爷都从屋里走了出来。让大家见笑了，这位是我家侯爷，大家不用害怕。好。侯爷远道而来，快坐下歇息，我赶紧去做2道菜，为侯爷接风洗尘。快别忙了，入乡随俗。他在京中是侯爷，到了这里就是洛心的外祖父。咱们晚上不是准备吃火锅吗？就按照原来的准备，多1双筷子就好。按夫人的意思办即可。徐正香赶紧下去准备菜品。侯爷将目光移到了叶洛心的身上，那个小姑娘瘦瘦小小，和自己去世的女儿长得十分相像，就连那灵动的眼睛和脸上倔强的表情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你就是洛心？叶洛心并不觉得害怕，上前施了一礼。侯爷，你看看他竟与我这般的生分。孩子10多年没有见过你了，早就忘记你长什么样子了，和你生分不是应该的吗？去把我车上带来的瓷瓶和名画拿下来。手下得了命令，立刻跑出门去，从车上倒下了3个大盒子和5幅卷轴。手下将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你看看，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红梅落雪的瓷瓶，当初我收藏的那对被你打碎了，你哭了半天。这是我后来命人去江南寻到的。说完，他又打开另外一个盒子。还有这个杨之玉的瓶子，是咱们家供在佛龛前的。小时候你非要不可，还因为这个被你娘揍了一顿。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不过是一个瓶子而已，何苦因为这个伤了你娘和你之间的感情？叶洛心的眼眶有些热。侯爷说的这些事情，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记忆，但是老人家娓娓道来，仿佛那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或许是他在心里重复了1000万遍，直到今天这一刻，才终于说了出来。外祖父，我和娘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伤感情。没有生气就最好。侯爷说着，打开第3个盒子，里面竟然是一些玻璃的碎片。你把这些东西带来干什么？我这不是怕他埋怨我吗？我把他小时候弄碎的我最心爱的琉璃盏也带过来了，让他自己也内疚一下，这样我们2个不就扯平了吗？幼稚，都是我小时候不懂事，让外祖父生气了。你别理他，他家里的琉璃盏没有10个也有8个，他偏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要我看呐，这玩意儿长得都差不多，他不就是故意的吗？孩子不知道也就算了，你难道也忘了这个琉璃盏可是那年女儿回京的时候送给我的，结果我还没等把玩就被小家伙给弄碎了。难怪外祖母说外祖父那时候防我跟防贼似的，我小时候真是太不听话了。等明天我一定给外祖父买一个最漂亮的琉璃盏。只要你有这份心意，我就满足了。眼见着这3个人其乐融融了，丫鬟和侍卫的心也都放了下来。看着自家夫人不像之前那样绷着脸，侯爷也终于转移精力到了萧木身上。长生，你怎么会在这里？长生是萧木的小名，小时候娘见他身体不好，故意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小名。苏老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屁，你顶着这样一张脸，还想跟我说你是这家人吗？有何不可？外祖父，他是
他是谁？他就是从小和你定了娃娃亲的成王家的小儿子呀。娃娃亲？叶洛心也愣了一下，他看看萧木，萧木朝他微微点头，竟然是真的。这下轮到萧家人惊讶了，什么娃娃亲？洛心不是叶家悔婚替嫁过来的吗？怎么就成了娃娃亲了？还真的是他。怎么不是呢？他可是我的外孙女婿，就算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大家全都震惊。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也不是很早，在见到老夫人之后才知道的。我养大的儿子竟然是你家自小定下的女婿。何止呢，他可是成王的小儿子。哎呦喂！徐正香腿一软，直接跪坐到了地上。她一个乡村妇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竟然能够和侯爷、王爷关联在一起。好不容易接受家里娶的儿媳妇是侯爷家的后人，这一转眼儿子也成了王爷的后人。娘，哎呀，你还是别叫我娘了，我有点承受不起呀。娘，萧木却扶着他到座位上坐下。你将我养大，我就是你和爹的孩子，没什么承受不起的。你们两个现在也是夫妻。是啊，命中注定的事儿，你们两个孩子还真是想分都分不了啊。好啊，好啊，想不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一切都按照最初定好的方向去了。是啊，谁能想得到呢？萧松和杨凤两个人也在一旁不停地唏嘘。躺在床上的萧长河听见了，也暗暗感叹命运的神奇。就在这一大家子全都沉浸在这种悲伤又幸福的感觉中时，裴神医举着2只烤好的野鸡走了进来。我说你们怎么回事？鸡都烤好了，到底吃不吃饭？侯爷，裴神医。定安侯再一次惊讶，这萧家到底有什么魅力，竟然连裴神医也留在了这里。你认出他来了？我又不瞎，我怎么不认得他？他承认了。他为什么不承认？我都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了，这个孩子不是萧公子，他一直都不允许我说出他的身份，还威胁我，如果我说了，他就再也不回京城了。那还不是因为你没用。这些日子辛苦裴神医了。以前我确实不想暴露身份，也不想回京，不过如今情况有变，我可能还得抽空回去一趟。如今我家里有病人，有孕妇，还望裴神医能够帮我照顾一下。我可谢谢你全家，我是神医呀，名震京城的神医，你说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了。不过他的话并没有说出口，他看了看萧木的神色，照顾就照顾，我又不是照顾不好。晚饭吃的是火锅，还有烤好的2只野鸡。你们平时就吃这个？侯爷有些不敢相信，他还以为农民能吃饱饭就已经很难了，谁知道吃的比侯府还要好啊！虽然没有侯府的饮食精致，但是胜在味道新奇，食材新鲜。并不常吃。对，常吃这个也会腻。我们总是换着花样吃，什么卤兔肉、红烧鱼、鳝鱼面、野狍子炖干笋。我以为夫人在这里过得苦，所以迫不及待地赶过来，想带着夫人和孙女回去。谁能想到你们在这儿是乐不思蜀呢？我乐不思蜀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我孙女在的地方，就算是吃糠咽菜，我也觉得是仙境。这种吃法值得在全国推广。等回了京城，我要让圣上也尝尝我孙女研究出来的火锅。裴神医倒是勤勉，他一个大夫，这一身筋骨倒是修炼得十分好。侯爷夫人，裴神医好身手，侯爷过奖了。裴神医擦了擦脸上的汗，我这不过是花拳绣腿，侯爷才是真功夫。这话听着顺耳，侯爷不由点了点头。他那一身真功夫都不知道多久没练了，现在的身手还未必赶得上神医。什么？夫人竟然觉得他比不上一个大夫？我看裴神医这一身功夫也不是花拳绣腿，不如我们2个比试比试。什么？神医不肯赏脸？裴神医若是心里没底，这根竹竿你拿着做武器，我们点到即止。你只要碰到我，就算我输了，如何？裴神医下意识地接过竹竿。我用不惯兵器，还是吃手空拳好一些。行，既然裴神医这么有自信，我们就都不用兵器，徒手过上几招。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没用过武器，根本不会用啊。裴神医一看这个架势，连平时练习的招式都忘记了，他连连后退，几招之内就被逼得捉襟见肘。正好侯爷一招袭来，裴神医转身欲躲，一个没注意，后脚跟正好踩中了一个石头，一个踉跄闪到了腰。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哎呦，不小心扭到腰了。我都说了，我不是侯爷的对手，根本不用侯爷出手，我就败了。老夫人也走了过来。春花、秋月，快把裴神医扶进房间里，要不要叫个大夫过来看看？不用，我自己就是大夫，身体的情况我心里有数，一会儿我稍微活动一下就好了。春花，你们动作轻一点，一会儿就伺候在
陪神医的身边，听陪神医吩咐。是啊，侯爷，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做事讲究章程、进退有度的人。你明知道陪神医不是你的对手，又为什么非要和他比试呢？说好了点到即止，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他呀。可他确实也是因你受伤。哼，本来以为你来这里是真心给我认错的，没想到你是来添乱的。昨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回去。你和景儿一个只知道关心朝政，一个只关心赚钱。我在那侯府里无聊得很，不如洛心生活在这里舒服。明天你收拾收拾就回去吧。你赶我走？你因为一个陪神医就想赶我走？反正你早晚都得回去。那行，我回去，陪神医也得和我一起回去。昨天萧默已经说了，陪神医要留下来照顾他的家人，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回去？再说了，人家陪神医想回就回，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他在这儿，我就不走。你什么毛病？我没什么毛病，就是不想让他和你在一个地方待着。老夫人无语至极，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叶洛心走过来道：外祖父、外祖母，吃早饭了？不吃了。不吃就不吃，我也不吃了。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一大早上就生气了。外祖母，早上是你最喜欢吃的鳝鱼面哦，奶白的鱼汤，里面煮的细细的面条，里面还放了脆笋丝和木耳丝。闻言，老夫人紧绷的身子软了软，不过还是没有转身。配菜是一盘芥菜丝，还有炸好的焦脆的银鳍鱼肉，另外还有冬梅做的牛奶鸡蛋羹。您就赏脸去吃一个呗，好不好嘛？就吃一碗，不然孙女怕您饿坏了身子。老夫人终于转了过来，孙女撒娇，她怎么顶得住啊？我们去吃饭，不许她和我一桌。好嘞。说着，她扶着老夫人离去，留下侯爷独自一人在风中凌乱。面条又鲜又软，口感十分好。老夫人舒舒服服地吃了一碗面条，又喝了小半碗汤。侯爷吃了吗？外祖母放心吧，外祖父那边也吃上了。哼，谁不放心他了？陪神医的房间，侯爷面前摆着一大堆的食物。洛心说侯爷今天早上要单开一桌。徐正香询问侯爷开在哪里，侯爷就选了陪神医的房间。侯爷，我这腰疼的不能动，就没办法陪着你一起用饭了。没事，我知道你不能吃，本侯特意来吃给你看。吃给我看？对呀，味道还不错，鲜润适口。想不到普通农家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侯爷来的时日太短了。这萧家上上下下做菜都十分好吃，反正我住在这里这么久了都没有吃腻，是吗？侯爷倒是对他的话没什么反应，接下去他也不再说话，只是夹起咸菜嚼得咯吱响，又夹起一块鱼，咀嚼间发出酥脆的声音。好吃。春花，你去我的匣子里帮我找到一个黑色的瓷瓶，把那个瓷瓶给我拿来。春花手脚麻利地找到瓷瓶，陪神医伸手接过瓷瓶，就着趴着的姿势从瓷瓶里倒出2粒黑色的药丸吞了下去。半炷香后，陪神医试着活动了一下，腰部的疼痛感果然减轻了，几乎感受不到。不过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还得麻烦把我药箱里的药酒拿来。春花拿来药酒，陪神医倒出一点，伸手到自己的后腰，慢慢的按摩起来。片刻后，只听咔的一声，他似乎是按中了什么关节，又试着动了动，这回算是彻底好了。呀，陪神医，这么快就好了？哎呀，生什么气呀？既然没事了，就快点出去吃饭吧。没什么胃口，不行，多少还是要吃点。要我说，陪神医你自己是大夫，在调理身体方面应该是内行，可是我看着你这身子骨怎么这么脆弱呢？陪神医已经觉察出不对了。早上侯爷要和他比试的时候，他还只是稍微疑惑，以为侯爷只是一时兴起。裴树算是彻底确认了，这老侯爷就是故意针对自己的。侯爷，我自认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吧？没有啊，那你为什么针对我？这可是冤枉我了，我没有针对你啊，你就是有，我又不傻。哪里，神医受伤也是因我而起，我只是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已经让人去买了猪骨回来熬汤给神医喝，帮着神医补一补。裴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侯爷话里话外的总是在影射自己身子骨不好，可是他说出的话办出的事儿又都是善意的，这让裴神医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哪里知道侯爷这样做只是想让自己的夫人知道，这位裴神医只是看起来还行，但是身子骨一点也不好，比起自己差远了。裴神医一个单身汉，哪里懂得臭情侣之间那些弯弯绕绕的花花肠子。侯爷，清河县县令前来拜访，既然来了，那就让他进来吧。侯爷远道而来，下官有失远迎，还望侯爷见谅。起来吧，我这次来为的是私事，没有公事，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是。两人说话的功夫，元宝正好走到院子里，而是直接走到了刘勉的身边。刘勉伸出手，在老虎宽大的后背上撸了2把。元宝抬起头，在他的手掌上蹭了蹭。侯爷看得很是意外，你经常到萧家来？也不是经常来，但是我和萧家的老二还有……他刚想说慧如人，又立刻反应过来不对，和侯府家的小姐还算是有些交情。好，你说你和萧家老二有交情，是何种交情？
什么交情？就是简单的关羽民的交情啊。萧家做出了脱力机，我帮着他们向上请了功。另外就是萧木偶尔帮我跑个腿，从我这里赚点银子。他帮你跑腿？萧木这个人做事还算牢靠，不过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话说到这儿，刘县令正好看见萧木从屋里出来，为了表现他与萧木关系匪浅，他招了招手。萧木，过来。萧木走了过来。这次山匪的事情处理得很好，我这边已经为你记上一功，有机会我会为你向上请功的。年轻人还是很有前途的。萧木面无表情，侯爷的脸色却有些不好看。可等他看过侯爷的脸色，才想到完了，刚才手滑了，别介意，别介意。萧木的脸色立刻黑了下去。正在这时，叶洛心也扶着老夫人走了过来。老夫人笑着让县令坐下，询问县令来此处的原因。如今这青山村又立了大功一件，我定要向上请功，为萧木争来功名一件。老夫人点了点头。当她将目光转移到徐正香和萧木脸上时，发现这两个人好像也都没什么反应。不应该呀。刘勉有些狐疑，但是在座的谁也不会告诉他，萧木是京中王爷的儿子。还有上次那个印章的事，那个印章不说是你的吗？这个我就不向上汇报了。可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个印章是用来做什么的？施主家的东西找到了，难道还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这个东西是用来吃饭的，还是用来睡觉的？可是那个流寇头目将印章带在身边好几年，说明这个印章并不简单。你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么重要的印章？我身为县令，虽然能看在你剿匪有功的份上将东西给你，你也总得给我解释清楚了，你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不是？萧木觉得刘县令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印章的来历他确实不方便说。这个东西是一位故人给我的，我敢保证不是为非作歹用的，也对朝廷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县令能不再追问了吗？这孩子讲义气，他说的话句句事实。既然他不方便说，刘县令还是不要追问了吧。行吧。中午时分，杨凤和萧松也从店里回来了。本来卖了26两，另外的1两银子被我付给车夫了。听大哥说支付了银子给车夫。糟了，怎么了？今天是给这些绣娘支付工钱的日子啊，我差点就忘记了，幸亏大哥提了一嘴，不然我真的就忘记了。哎呀，那怎么办呢？家里有的银子够发工钱吗？要不要和他们说一声，晚一天再发？那哪能呢？钱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到日子这天呢。外祖父、外祖母、孙女今天要给干活的村民发工钱，就没时间陪你二老了。要不你们进屋去歇歇？歇什么歇？你尽管发你的，我们就坐在这里看个热闹。小花，让大家过来领工钱啊！小花高兴地应了一声，撒腿就往他们的绣房跑去。萧家二嫂真的给我们发工钱啊！在绣房打杂的桂花娘兴奋地问徐正香：让你们干活了，当然得给工钱。我家要是不付工钱，你们不得背后骂我呀？这哪能呢？今天叫大家过来，是因为咱们绣房也开工满1个月了，大家干的都不错，所以咱们今天发工钱。店铺开业这段时间活紧任务重，大家都辛苦了。咱们店铺的生意还不错，大家做的荷包也很受客人的欢迎。现在每天都有人去铺子里看新花样，已经有别的县城的人专门跑过来，就为了买我们的荷包。能有这样的成就，和在场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分不开。我觉得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听完了叶洛心的话，好多人都红了眼眶。他们一辈子生在山里，长在山里，每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好像这一切都是他们应该做的。平日里总是不闲着，可就是这样，稍有不慎还会被父母或者家里的男人责骂。从来没有人称赞过他们做得好，也没人说过他们非常重要。虽然上个月大家表现的都很好，但是还有几个人我要特意奖励一下。一个是萧朵，上个月萧朵自己手头的活都完成得很好，同时他也对我们的花样提出了意见，给出2个很好的建议。萧朵听见这话立刻红了脸。还有2个人，一个是赵二娇，一个是萧桂花，他们2个上个月都是荷包最多，同时也是没有浪费原材料的。桂花和二娇互相看了看，全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桂花娘一听见自己女儿被夸赞了，我闺女，知道了，你闺女真好。这3个人上个月表现得比较突出，所以要特别奖励一下，每个人100个铜板。你们3个上来领钱吧。嫂子，怎么还有奖励啊？对，有奖励，快来吧。 3个女孩子全都不好意思地走上来。桂花和二娇扭扭捏捏地伸出手，萧朵倒是痛快，可是叶洛心也看得出来，她接钱的手是抖的。以后这个奖励会保留下来，谁的活干得好，谁提出的新点子给我们带来了帮助，我都会给他奖励。这个月奖励2个人，那要是下个月有3个人活干的都好怎么办呢？那就增加1个奖励名额。说起来我也有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既然洛心说有奖励，那我可要试试了。下个月我一定更加小心，可不能再出错了。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得更好。其他的我们等回去绣坊之后再讨论。现在大家上来领工钱，按照我叫到的名字，大家一个一个的上来。叶洛心拿着账本，一个一个的喊名字。萧朵、刘秀娘、萧敏敏，大家一个一个的走上来，
萧松负责记账按手印，杨凤和徐正香负责数钱。领到钱后，大家已经开始讨论自己要买点什么。等休息的时候，我想去买一盒胭脂，我和我家男人提过好几次了，可是他总说那玩意儿没用，从来都不肯让我买。你这么年轻，该打扮就好好打扮，现在手头有钱了，想买就去买。那二婶子，你想买点什么？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就不买胭脂了。我打算给我家二小子买身衣服，他都到了该说亲的年纪了，家里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现在我手里有钱了，我先给他置备上，剩下的钱就攒起来，等攒够了，就可以给我家二小子说媳妇了。娘，我现在挣钱了，可以买桂花糖吃吗？桂花将挣来的钱全都交给娘。行，赶明儿娘就去给你买桂花糖，给你买一大包回来，让你慢慢吃。听见大家的议论，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的笑容，叶洛心也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明天正好有急，就给你们半天的休息时间，想去买什么就去买，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好好干活。行，太好了，多亏了洛心，我终于能挣钱了。突然间，一个妇人领到钱后，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再也不是废物了。徐正香赶紧弯腰将人扶了起来。哎呀，徐二媳妇儿，你快起来！小二婶，谢谢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恩人啊。嗨，什么恩人不恩人的，这钱都是你们自己干活赚来的。要不是你们开了这个绣坊，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挣钱，一辈子都要被徐二那个王八蛋叫废物。这次你赚钱了，回家就把这些钱砸在他脸上，看他还敢管你叫废物。就是咱们挣钱了，底气也足，回去好好收拾他。我才不拿钱砸他呢，美的他有了这钱啊，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以后我每天上工，家里的活他也得分一半来做，做不好那他才是个废物。行，有志气。对，咱们就这么办。咱们这工钱都发完了，奖钱也发完了，我还有2句话想和大家说说。掌柜的，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既然有奖，我们也要有罚。这1个月以来，虽然大家做的都很好，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咱们绣坊里的针线偶尔有丢失的情况。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以为这只是个小东西，顺手就拿回家里自己用了，但是今天我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再小的东西你自己偷偷摸摸拿回家，那也叫偷。我们绣坊绝对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以后再有人偷绣坊里的针线，被发现后立即扣罚本月的工钱，而且我们绣坊再也不会用这样的人。说得对，说得对，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东家的，我们干活要有干活的规矩，怎么能偷东西呢？就是都给这么高的工钱了，还有贪那一点针头线脑，真是改不了那占便宜的臭毛病。有几个曾经揣了针线回家的妇人，这会儿手心里全都是汗，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萧家人这么信任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大家都去忙吧，大家都好好干，希望你们下个月都能拿到奖赏。好，一定好好干。众人兴致高昂，纷纷散去。老夫人看着叶洛心的表现，忍不住拍起手来。突兀的掌声响起，几个丫鬟看见老夫人拍手，也纷纷附和。侯爷正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拍手，老夫人一个眼刀就甩了过来，侯爷的2只手也赶紧拍了起来。外祖父外祖母，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孙女儿做的这么好，外祖母太开心了。不错不错，赏罚分明，张弛有度，是个做生意的好材料。那当然了，也没看看是谁的孙女。那是，也没看看是谁的儿媳妇儿。她是我的媳妇儿，这应该高兴的，难道不是我吗？这些长辈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娘，我现在月份还小呢，什么都不耽误干。哎呀，家里人手多，也不差你这一个。娘，裴神医都说了，凤儿身体好着呢，不用天天躺着休息。再说了，休息多了对孩子也不好。切，你一个男人知道什么？女人怀个孩子有多累，你知道吗？不心疼媳妇，还在这里说风凉话，一边待着去。娘，真的没事儿，我要是觉得累了，我就自己回去休息，您看行吗？话都说到这儿了，徐正香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叶洛心没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而是带着老夫人和侯爷去了后院，参观了他们家的兔子养殖场。侯爷见过养马的、养牛的，倒是第一次见到养这么多兔子的。竹片和竹片之间留有缝隙，兔粪能从缝隙中掉下来。另外，竹床里面还放了很多干草，兔子也很聪明，排便什么的基本都不在干草上面。晚上冷了，它们可以趴在干草上睡觉。这兔窝差不多2-3天打扫一次，1个月要撒1次石灰水杀毒。这么整齐有序又庞大的养殖规模，实在是侯爷没有想到的。你们养这么多兔子，可有销路？你别看这兔子有这么多，但人家根本就不愁卖，3天1车，2天1车，想要的人多的是。不错，依山傍水，正好有这便利条件。兔子娇贵并不好养，能养成现在这样，也算是一种本事了。侯爷说着，接着往前看，突然看到一个兔窝和别的兔窝似乎有什么不同，里面养的竟然全都是秃毛雪白的兔子。怎么还有这种毛色的兔子？这是我专门培养出来的。这些兔子本来也是杂色，只是一代一代，我们会挑选最接近纯色的兔子来配种，慢慢的就能养出毛色纯正的兔子。洛心，你一只兔子能卖多少钱？
按只卖给别人的价格并不高，不过若是自己加工了卤兔，再加上兔皮做的荷包，一只能卖到10多两银子，甚至更多。侯爷闻言摇了摇头，外祖父不信。这兔子虽然不算是值钱的玩意儿，但利用好还是挺赚钱的。孩子，我不是不信你，而是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太低了，或许京城与我们这里的物价不同，但是在清河县，这个东西的价格确实不算低了。我不是说你做的荷包和卤兔，你可能不知道，京中一些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少爷很喜欢养一些小东西。我看这兔子就很好，又干净漂亮，又不会伤人。若是他们买来养，你猜能卖到多少钱一只？多少钱？叶洛心看着侯爷，只见侯爷伸出2根手指，20两。不，最少200两。最少200两，这个价格叶洛心都觉得有点离谱的程度。这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还真是舍得呀。这种品相的兔子并不多见。我曾看见安宁公主养了一只兔子，不如这个好看，还是花了500两银子购置的。500两？叶洛心已经惊讶的不想再惊讶了。对，不过不是人人都会像他那般舍得，所以我觉得200两的价格还算合理。那我要怎么卖给他们呢？傻孩子，既然你外祖父都提出来了，你想卖的话，自然找他啊。我并不擅长这些，要说这些事情，还是你外祖母更擅长一些。说什么不擅长？我看你就是不想帮孙女。那些王爷公子我倒是行，可是那些后宅里的夫人小姐，难道我也能去和人家说吗？我要是真去了，你还不得话都不和我说了？因为这种事情，麻烦您二老，孙女心里过意不去，要不然就缓缓再看吧。其实这些事情哪用得着我们操心，只要你舅舅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叶洛心的舅舅，侯府的大公子，那是整个大梁最会做生意的人，所以老夫人这话说的没毛病。舅舅能看得上我们这个小生意，他敢看不上？是，只要你开口，明宇哪有敢不答应的？哼，等我回去就和他说，我孙女培养出来这么好的兔子，怎能就这么埋没在这小县城里？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嘛。所以我说，你早日和我回京，孙女的事情也能早日提上日程。我过几天就和你回去。侯爷闻言一喜，立刻对身后的春花道：今天晚上赶紧把老夫人的东西都收拾出来，我们明天就启程回京。明天就回？老夫人忽然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她看着侯爷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说道：我可算是明白过来了，合着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想劝我回京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了吗？你喜欢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咱们刚才说的不是孙女赚钱的事吗？为了帮助孙女，你该回去也得回去。虽然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但是老夫人也知道侯爷说的有道理，不光是回去命令儿子，关系到后宅的事儿，还是他亲自出面比较放心。反正孙女赚了钱都揣在孙女的兜里，他赚的越多就越好。哼，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办完了事我再回来。3个人还在说话，前面徐正香已经过来喊人了：洛心、侯爷、夫人，回来吃晚饭。晚饭除了饺子，还有几样酱菜。徐正香本来说想要给老夫人和侯爷单开一桌，但是2个人都不同意。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吃饭才香，就是怕咱们吃饭没规矩，再冒犯了侯爷。都是一双筷子一张嘴，你们不用管，就把他当成和裴神医一样的客人就好了。我和他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我不会动不动就扭了腰，你没完了是吧？裴神医一生气，端起一盘饺子，夹起一块兔腿，站起来道：你们大家喜欢凑热闹，偏我这个人爱清静，我回屋吃了。裴神医一走，大家还有些不自在，侯爷却高兴地说：来，咱们大家吃。这边吃开了，徐正香又端了一盘饺子去喂萧长河。你还别说，那个接骨木确实很好用，短短2天的时间，萧长河已经能轻微的动一动了。你就出去和他们吃饭呗，我晚点再吃也不迟。晚点饺子都凉了，哪有现在好吃？那你一会儿吃不就凉了？还是你先吃吧。嗨，我没事儿。不行，要不就咱们2个一起吃。说完，他就紧紧地闭上了嘴巴。一听这话，徐正香也不再坚持，把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把饺子放进自己嘴里。哎呀，有点咸了，那咱就不蘸酱醋了。好。当天晚上，侯爷就盯着老夫人收拾行李。老夫人来的时日虽然不长，但是东西却是不少。看着丫鬟们来来回回整理箱子，老夫人越来越不是滋味。我说我不想走吧，你非得让我走，不是为了孙女吗？那行吧。过了一会儿，要不我还是不走了，孙女的生意耽误不得。好吧，外祖母，要不你把常用的东西留在这里吧，反正你以后也会回来，省得来回搬运。对呀，我孙女说的对，东西就全都留在这里，等我回来再用。老夫人京中的衣服也都是有备用的，确实不用拿回去。有了希望，眼下的事情就变得没那么难过。叶洛心服侍着老夫人歇下，老夫人临睡前：我过几天就回来啊。等到老夫人睡着，叶洛心将侯爷叫到了门外。外祖父，你也能看得出来，这段时间外祖母的身体恢复得很好。侯爷闻言点了点头。
他其实并不想回去，而且裴神医就在这边，外祖父也不用担心没有好大夫照顾。我知道你们祖孙两个感情深厚，只是京中局势有些变化，我实在不放心他留在外面。我本来是打算将你一起带走的，只是萧木那小子不同意。我相信你肯定也不会抛弃他和我走，所以只好暂时将你外祖母带回去。不过我会派人来保护你们的。我们远离朝堂，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本来你是可以远离朝堂的，可是人的命啊，就是上天注定的，兜兜转转又转了回来。你和萧木在一起，这朝堂也不是说远离就远离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事情你都不用管，有萧木那个小子在呢，他要是敢照顾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外祖父放心，我们会处理好自己的事，你和外祖母也小心身体。我们两个都老了，其实还是想看着你们过得好好的。第二天，苏中赶着马车，拉着几个丫鬟，老夫人和侯爷同乘一辆马车，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青山村。马车走得很慢，叶落心和萧木在后面慢慢地跟着。本来说好的送到村口他们就转回来，结果马车还没转过村口的弯，对面就有另外一辆马车跑了过来。侯爷有密信，是800里加急。侯爷将信接过，小心地打开，刚刚看了个开头就变了脸色。怎么了？我恐怕不能和夫人一起回京城了，皇上来了口谕，让我去惠州办一件事，实在是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情。夫人可以先启程，我办完了事立刻就回京城。老夫人二话没说，掀开轿帘就从马车上蹦了下来，把几个丫鬟侍卫都吓得大叫。夫人这是干什么？侯爷若是有事，就不必挂心我了，反正在你心里，国事永远比家事重要。夫人，你也知道，我坐苏中的马车回去，你就不用管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上了另外一辆马车。外祖母，您一个人上路，孙女也不放心，要不然您还是留在这青山村再住一段时日吧。没关系，你就放心吧，我回京去办我该办的事。至于那个老头子，他爱回不回，等我办完了事，我就回来找你。咱们祖孙两个就住在这青山村不走了。好。说完了话，老夫人也不停留，让苏中赶着马车，一行人先行离开了。侯爷站在原地，直到老夫人的队伍没了踪影，他才稍稍缓了一口气。你看你外祖母就是这么个火爆的性子。外祖母的脾气其实一直很好，也许真的是有什么事情让她生气了。你这个孩子。侯爷将自己带来的侍卫分出了一半，让他们跟着老夫人一起回京。外祖父，说是你那边事情都办妥了，也差人给我们送个信，我们也好放心一些。好，心儿不必牵挂，我心中自有成算。侯爷坐上马车，6个侍卫分列两旁，一行人也匆匆离去。都走了，天气也凉了，我是不是也该回去了？那可不行，裴神医，你都住了这么久了，也别急着这1-2天，过了年再走吧。裴神医抬头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萧木。过了年走，你愿意和我一起回京吗？萧木摇了摇头。我努力了这么久还是没用，我这个老头子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喽。虽然年后不能和你回京，但是过年之前我可能会回去一趟。真的？萧木点头。那真是太好了，既然回去，你可一定要跟我去见见人，你师傅还在京城呢，你这个小子总不能连自己的师傅都没时间见吧？其他的等到了京城再说，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先把我爹照顾好，有我在，啥问题都没有。萧木和叶洛心也回到房间，自从上次萧木和叶洛心说完之后，他就一直都有心理准备，可是刚才萧木突然说年前就走，他一时间又有些慌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慌张，叶洛心打开放衣服的柜子，一件一件挑选着给萧木带在路上的衣服。这件黑色的可以，还有这件，京中也不知道天气怎么样，这几件是不是有些薄了？要不然再出去做几件夹棉的，应该来得及。你在发抖？没有，别担心，不会有事的。你要走多久？我会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见完之后我就会回来。是谁？是我娘。你娘不是？我也以为我娘早就死了，后来是听我师傅提起，我才知道原来她一直都活着，只是隐姓埋名出家做了尼姑。啊，萧木的娘，也就是成王的正妻，他娘放着好好的王妃不做，却出家做了尼姑，莫非是跟王爷有什么深仇大恨？想什么呢？我就是随便想想。我听我师傅说，我娘和我爹也是自小定的娃娃亲，但是娘从小身子弱，家里的长辈就送她上山学艺，于是就做了师傅他们的小师妹。哦，看来自己刚才是猜错了，这不是什么宠妾灭妻的剧情，恐怕是强娶豪夺的戏码。据师傅说，娘在山上的时候和他们的小师弟娘的小师兄互相爱慕，想要回家退亲，嫁给自己的师兄。后来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硬逼着她嫁给了我爹。啊！后来我娘生了我，却与我并不十分亲近，我爹也陆陆续续娶了几房姨娘，两个人愈发疏远。不过那时候我还小，对这些事情记得并不清楚。然后呢？你娘，也就是我婆母，她为什么要出家？本来我一直都以为她去世了，直到我出事之后，师傅才带着我去见了她一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娘原来一直都活着。至于她为什么要出家，可能是因为我爹杀了她的小师兄吧。真的？就算是王爷，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吧？那为什么你娘没有去告发你爹，说他滥杀无辜？
辜，反倒自己出家了呢？因为没有证据，师傅说他们的小师弟只是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我娘就猜是我爹杀了他，因为在失踪前，他那位师兄正好和他见了一面。一直都没找到吗？至今没有音讯。那你娘是因为恨你爹，所以才假死出家的？是，小的时候他可能也恨我。应该不会，她毕竟是你娘，哪有娘不爱自己孩子的呢？谁知道呢？那些日子太久远了，久到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出事之后，师傅将我带出王府，见了母亲一面后，就把我送到了这里。我对现在这对父母的感情，远远超过对他们两个的感情。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可能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那上次我们在山上守护的望凤河，就是给你娘治病用的吧？那你这次回去，就是想看她的吗？对，师傅之前来了几封信，都是催我回去见见他。那裴神医呢？裴神医一直劝你回京，也是想让你见你娘？不是，他是想让我见见我爹。裴神医说，当初那场大火之后，我爹处死了很多人，他也因为这件事一下子就老了许多。你爹不是不关心你吗？所以我说不用担心，我这次回去就是见见他们两个人，又没有什么危险。那你以后会回到王府吗？不回，我不喜欢朝堂上的那些事，也不愿意被拘束。再说了，家里的兔子还等着我喂，店里的事情也需要我帮忙，这些都是你的心血，我要和你把这些生意做得更大更好。那要是你爹或者你娘以死相逼，想让你留下呢？我都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如果他们不怕死，大可以试试。不会的，我就是瞎说的。你早去早回，我在家里等着你过年。其实除了见他们，我还有一件事需要去办。还有事？就是上次从刘阔那里缴获的印章。你要去那个库房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不是，里面的东西倒也没什么紧要，只是这么重要的东西竟会流落到一个流寇手中，我是恐怕萧家已经有了什么变故，因此想去查探一番。那你可要小心啊。娘子放心。这天中午，两个人从工艺品店里出来，想要找个地方吃饭。徐才屁颠屁颠的跟了上来。我说两位东家，你们也太不体贴下人了，既然我都赶上了，这中午的伙食，你们怎么也得请我吃这一顿吧？好呀，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徐才得意的看了萧木一眼，跟在两个人身后进了一家馄饨店，三个人一人叫了一碗馄饨，萧木又叫了4个小菜，还没吃几口，徐才就后悔了。我说你们两个真的不腻吗？能不能照顾一下我这个单身汉的情绪？吃个饭，这菜也不用你给我夹，我给你夹的吧？我说萧二哥，下饭的是菜，不是嫂子的脸，你一直盯着嫂子看，能吃得更香吗？不盯着她，难道盯着你吗？吃完饭，萧木擦了擦嘴，我过几天会离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店里的事你就多费点心，你嫂子这边你也多照应一些，这个你放心，我肯定把嫂子照顾得好好的，绝对不让她少1两肉。你要是不放心，我就寸步不离的跟着嫂子，怎么样？倒也不必，不用你形影不离。来店里的话，不是有刘家小姐吗？你照应好就行。提起刘希月，徐才立刻红了脸。行，反正刘叔也说让看着她呢，我一起看着就是了。店里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萧木就打算着和裴神医商量一下出发的日期。谁知两个人还没商量好，侯爷那边却传来了消息，来送消息的是侯爷的一个侍卫，唤作初一。哎呀，你怎么自己回来了？侯爷呢？侯爷让你回来送信。萧二公子在吗？啊，你说老二去县城店铺里了，你找他做什么？哎呀，是不是侯爷那边出了什么事啊？初一一听萧木不在，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侯爷有难，说是让来找萧二公子救命。救命！萧长河也听见了外面的动静，他拄着拐杖慢慢从屋里挪了出来。老二在县城，让老大立刻坐牛车进城去找他。牛车太慢了，我去。哎呀，行了，就算不心疼你自己，你也心疼马。这马都累成什么样了，还跑？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坐着歇着，我让人去县城里找。大娘，不是我急，是侯爷那边真的10万火急啊！着急也没用，你就算去县城，你知道我家店铺在哪里吗？哎呀，有你打听的功夫，人家也早就到了。徐正香边说边走。我这就去叫老大，你歇一会儿，我给你准备吃的和水，正好家里有马槽，一会儿把你的马也拉去吃点草。萧长河安慰了他2句，又回到屋子里躺下休息。小兄弟，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挺长时间没吃东西了？来，你快把这面条吃了，垫垫肚子。谢谢嫂子。初一接过面条，连碗都不用，直接在盆里吃了起来。我不能哭，吃个面有什么好哭的？可是一想到自己还能吃饭，侯爷如今却下落不明，初一更加忍不住了，一口面条刚咽下去，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哎呀，咋的了？是面条太烫了？不是，面条太好吃了，就是侯爷吃不到，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刚刚说让你休息一下，你还不听，你那匹马和你一样，吃东西连头都不抬。哎呀，看看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初一还是大口的吃着面，口中含混说道：多谢大娘。不用谢，都是自家人，谢什么？哎呀，别愣着了，这还有鸡蛋没吃，把鸡蛋吃了。果然如徐正香所说，萧木回来的很快，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叶洛心。我外祖父怎么了？初一见到两人，立刻屈身行礼。小姐，别浪费时间，到底怎么了？侯爷接了皇上口谕，让他去惠州查一件相识舞弊的案子，结果我们还没到惠州，惠州知府不知道怎么的就得到了信息，到路口来迎接我们。那知府设案焚香欢迎侯爷大驾，可是侯爷根本没给他面子，马车没停，直接带着我们进了惠州城。那
惠州城出现了舞弊案，与他是惠州知府肯定脱不开关系。他摆了如此大的阵仗，恐怕不只是要巴结侯爷，也是想让外人知道他已经把侯爷拉入了自己的阵营。侯爷也是这么和我们说的，所以进入惠州城后，我们立刻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师武本来还问我们要不要住的隐秘一些，但是侯爷说，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的行程，就是住的再隐秘，也摆脱不了他们的监视，不如就住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然后呢？那惠州知府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外祖父动手吧？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侯爷怎么说也是皇帝的亲信，他惠州知府这个地头蛇就是再厉害，还能真的动手不成？后来惠州知府宋磊还到客栈找过侯爷几次，结果都吃了闭门羹。侯爷说就是要晾他们一段时日，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结果谁也没想到，他们竟然真的敢动手。前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已经十分小心了，谁知道那些家伙把毒下在了筷子中，等吃的时候还什么事都没有，谁知道吃了一半，大人和几个兄弟就全都人事不知了。京中有人去报信了吗？去了，初3去了。当天是我和初3还有初7值班，所以我们3个都是清醒的。可是侯爷昏倒后，客栈外面忽然进来了7、8个蒙面人，是初7死命拦住我和初3才能跑出来送信。这里距离惠州近，等我们出发到了惠州，估计你那位兄弟还没到京城，所以你送信来给我是对的。等京城那边得了信息，再安排人手过来，恐怕黄花菜都凉了。那些攻击你们的蒙面人是什么来路？能看出来吗？看他们的招式像是江湖上的杀手组织，说法干脆利落，但是招式却没有什么派系，买凶杀人。如果真的是江湖上的杀手，倒还好办，可如果是他们自己培养的人，那惠州的水恐怕是深不见底。夫君，这可怎么办？放心，交给我。惠州的水这么深，你一介布衣身份，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要不我多拿些银子给刘县令，让他派一些人给我们。你这是让刘县令收受贿赂？夫人，你的这个想法很危险呢。这怎么能算是收受贿赂呢？只能算是帮忙吧。侯爷出了事，他去救侯爷，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刘勉只是一个7品县令，远远不够。这样啊，想要对付惠州知府，怎么也得是和他同级的知府吧？知府？可是我们不都说安昌府知府冷不言，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吗？我想我们是时候找他了。冷不言，那个为他请了功的知府。事不宜迟，我现在出发，今天半夜之前应该能够和冷知府谈好这件事。萧公子，侯爷的事你现在还能上路吗？能的话，现在跟我走，你先跟我去安昌府，等到了地方再给你换一批。夫人，我也要担心，我自会早日回来。说完，他双腿一夹马肚，木儿他本事大，自会平安，你呀就不要担心了。宋磊，你又想耍什么花招？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算死，我也不会帮你做那些龌龊事的。刘院长醒来之后，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刘院长，您觉得身体怎么样？侯爷，您怎么在这里？此事说来话长，待我日后慢慢跟你说。只是刘院长，你怎么会被宋磊关在这密室之中？都怪我一时大意，相信了那个小人的说辞，他骗我到他府上商议，却暗中在茶里下药，将我迷晕了过去。他可是要和您商议那孟昭之事。是啊，以孟昭的学识，当年若是参加乡试，一定能够考取前3甲。可是偏偏在考试前，有人故意打断他的腿。身为本地的父母官，宋磊理应为孟昭主持公道。可惜我那个时候看走了眼，不对，应该说我低估了宋磊的野心。为了孟昭，我几次求见宋磊，他都以公事繁忙支吾了过去。我也是在偶然之间听人说起，那殴打孟昭之人与宋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也知道，圣上最讨厌的就是结党营私，可是下面这些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居然敢在科举上动手脚。你可知当我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到底有多惊讶？结党营私，科举舞弊，这犯的可是死罪。不瞒刘院长，我此次来也是来处理这件事的。我也算是见识了宋磊的胆大包天。侯爷英明神武，你来了之后，那宋磊所做的坏事当然是无所遁形。哪里，我与柳院长差不多落入了同等境地，要不是我孙女婿带人来救，恐怕咱俩此刻就并排躺在那宋磊的密室之中了。当真那宋磊还敢对侯爷下手？我看他没什么不敢的。看他们下手下得这么决绝果敢，那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宋磊在惠州为官8年，这8年里参加乡试考取上功名的，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他挑选过的。你是说？侯爷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是说从惠州考上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和宋磊有瓜葛的？不能说全部，但是肯定有一部分是。说起来，孟昭的这个情况其实和另外一个考生也有相似之处。侯爷想起了在萧家时叶洛心曾经提起过的周夫子，那位周夫子当年
的成绩也是非常好，后来在考试之前被几个盗匪打断了腿，再后来他再次想参加考试的时候就被查出来夹带，永远失去了考取功名的资格。那位周夫子他是何方人士？难道也是惠州的？不是均州。均州，那不就是宋磊的师傅周宪当初所管辖的地方吗？此话一出，所有的疑问似乎都得到了解释，怪不得周夫子和孟昭的遭遇如此相似，原来是因为那使手段的人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从周县算起的话，他们的这条线应该铺设了很久了。我似乎想明白了，为什么宋磊的胆子会这么大。我也明白了。两人既然已经达成共识，事不宜迟，侯爷立刻就写了一封密信，快马加鞭送到京里。他没敢让信件走驿站，而是安排了自己的心腹亲自将密信呈递到宫中。宋磊一伙已经筹划密谋了这么久，很难说驿站里面没有他们的人。侯爷，这边的局面已稳，冷某也该回去了。侯爷知道冷知府亲自带兵来惠州已经是不合规矩，因此并没有挽留，而是双手抱拳对着冷不言道了声谢。不客气，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了侯爷。冷不言撂下一句话后就离开了。他找到房间里写信的萧木，也跟着萧木提出告辞。冷大人，你也太客气了，您是知府大人，不管是来还是走都不必和我打招呼。怎么有事的时候知道请我来，没事的时候连句客气话都不想和我说了？冷大人此话何意？他的手伸入怀中，从中拿出了一张纸，那张纸正是当初徐家案子时的证据，上面还盖着萧木手里的那枚印章。你知道是我了？萧木见到自己的身份被拆穿，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你既然第二次来找我帮忙，就肯定知道我能够认得出你的字迹。我也不是故意瞒着大人，只是那时候我只想做个农夫，并不想被人找到。那如今呢？如今你愿意出面帮助侯爷解决问题，又大张旗鼓的拿着印信来找我帮忙，这是准备回京继承王爷之位了？王位？你们都看中的东西，在我看来还不如我家夫人新开的新月斋重要。那狗屁的王位就留给喜欢的人去做吧。大丈夫理应志在四方，你手握凌渊阁阁主印信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整日沉浸在温柔乡里？那这阁主的印信给你，你要不要？萧木说着，从怀中掏出印信，把印信递到冷不言的面前。冷不言像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立刻向后退了2步。怎么，冷大人不敢要？这印信是你父亲祖上传下来的，你怎么可以随便送人？送给了我就是我的，我当然想送谁就送谁。我若是愿意，还可以去大街上找个乞丐，把印信送给他。你送给他，也得看他能不能享得了这份福气。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原来，萧木当初是萧家祖父选中的凌渊阁阁主继承人，萧木的父亲，也就是现在的成王，虽然也得萧家祖父的赏识，奈何成王见到萧木的母亲后，就变成了一个恋爱脑。2天后，京里也来了人。萧木因为救侯爷有功，皇帝特意下令封赏，不过这赏赐需要他进京去领。萧木与侯爷作别，并与京中来的公公约好5日后在驿站相见。这边都安排好之后，他就快马加鞭赶回了青山村。萧木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杨凤和叶落星一起坐在院子里给孩子缝肚兜。萧木站在门口看了许久，直到徐正香从外面回来。哎呀，老二！哎，娘。哎呦喂，我都喊你急嗓子了，你怎么就听不到呢？叶落星听见声音也看了过来，萧木立刻不好意思地说道：娘，可能是太累了，脑子有点恍惚。哎呀，累了还不快点进屋休息。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动静，干活的萧松和在院子里遛弯锻炼的萧长河也朝着这边看了过来。夫君，放心，侯爷已经没事了，侯爷还在惠州处理后面的事，过几日应该会押解宋磊一行人回京，京中已经派了人马过来保护他，你就放心吧。看见萧木本人，又听他说了这么多话，叶落心本来有些紧张的心立刻放了下来。夫君可有受伤？他拉起萧木的手仔细查看，没有。萧木立刻将手藏到了身后，还说没有，疼吗？不疼，不过现在突然又有些疼了，娘子要不帮我吹一下？好。叶落心低下头，捧起他的手，轻轻地吹了口气。我这么大的儿子竟然会撒娇。萧松看到这一幕，暗暗点头。学到了，学到了。哎呦，我的腰好像也有点疼了，老伴儿，要不你来给我看一下？哎呀，我都问多少遍了，你都说不疼不疼，这怎么又突然疼起来了？就说你不要在外面走太长时间，陪神医都说了，你还得再休息一段时间才行，你逞什么能啊？他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一手轻轻扶住萧长河的腰，一手扶着他的胳膊，陪着他慢慢走回屋里去。萧长河嘴上哎呦哎呦的哼唧，面上却带着隐藏不住的笑容。受伤这么久了，老伴儿今天是最温柔的，看来该服软的时候还是得服软，这个老二还真是有办法。
怎么又在发呆了？是真的累了吧？等涂完了药，你就赶紧去床上休息一下吧。娘子，你怎么一下子看这么多账本？怪不得我觉得你气色都差了，以后可不许这样了。真的吗？真的很差吗？是不是有黑眼圈了？毛孔有没有变大？萧木忍不住埋头低笑。你骗我！洛洛，我好想你。我也想你。过几天我们一起去京城吧。去京城？萧木松开怀里的人，自己坐到凳子上，又让叶洛心坐到他的腿上。这次去京城肯定要耽搁些时日，这些日子我也想了很多。我觉得你只有在我身边，我才能够放心。可是你之前不是说刘县令的女儿也很有做生意的天赋吗？他家夫人也很开明，不如就让他们帮着打理工艺品店，你觉得怎么样？好，那我明天就去找刘小姐。当晚月色迷人，月色下蜜色与白色的纠缠也显得越发动人。虎子和元宝又听到了久违的窃窃私语。虎子在元宝的头上啄了2下，示意他仔细听。萧松习惯性的先找虎子和元宝，这2个家伙每天早上都会和他打招呼，然后就回各自的窝里睡觉。转了半天都没看见虎子的身影，直到去了他的窝里，才看见虎子瘫软在窝里，似乎是累坏了。这是怎么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难道昨天晚上有贼人进来了？萧松一脸疑惑地看向元宝，元宝只瞪着铜铃大的2只眼睛，懵懂地歪了歪脑袋。你也不知道，看来是没什么事。二弟不是累了吗？店里的事就交给我，你尽管歇着就成。不歇了，不过新月斋的事情还得大哥多费心，我要和洛洛去把工艺品店的事情安排一下。行，弟妹，如今加盟咱们新月斋的店可没有一开始那么多了，但是之前做出的调料包却还有很多，这调料包一直放着没问题吧？放上大半年都没问题。不过大哥也不用担心，这次我和夫君去京里也要带一些调料去，要是在京中打开了销路，怕是有多少都不够卖的。要么怎么都说你脑子灵呢？弟妹，感觉在你那里就没有难的事。大哥怎么和别人一起夸起我来了？我其实没什么本事，能有今天这个成就都是大家伙的功劳。这些日子也辛苦你和嫂子了。嗨，有什么辛苦的？快别这么说，我和你嫂子才做哪一点活？以前就是比这累上10倍100倍，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收入。我俩能有今天，还不是多靠了你们2口子。我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咱们一家人不说2家话。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叫我们去做。我们2口子脑子笨，没那么多主意，但是能保证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一点都不带偏的。好好，洛心，我和你说，我们2个是什么都不懂，就像你大哥说的，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指使我们，反正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就完了。我多懂一些，将来孩子也能聪明些。轩儿哥，你那边的事都解决好了？那太好了，有你在，以后我就不用天天盯着嫂子了。我们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想要和你商量。什么事？我和夫君要离开一段时间，这些日子没有人帮着你看店，我想找个人帮你一起。不用。徐才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我想让刘小姐过来帮忙，不过你要是觉得自己可以应付的话，我就不去找她了吧。嫂子，我刚才想了一下，我确实一个人应付不来，还是找个人帮我吧。好。通过这一句，他就知道徐才对刘希月的感情了，他更知道刘希月对徐才的想法。这一下子倒也算是给他们2个创造了一个交流的机会。去刘府的路上，叶洛心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怎么这么开心？就是觉得你们2个小孩挺好玩的，明明互相喜欢吧，一个堵着气不说，另外一个也故意闷着。你说，如果当初我们2个也是这样互相喜欢，又不肯说出来，到底谁会先让步啊？肯定是我。叶洛心不信，当初萧木那个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先让步的人。谁知下一刻，萧木说道：“谁让我见色起意呢？去你的！”2个人笑笑闹闹的走到刘府门口，刚想叫人进去通报，刘希月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希月，你这是要出去啊？姐姐，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想来找你。那太好了，我们进去说，会不会耽误你的事？你不是要出去吗？这有什么的？别人都没有你重要。我一会儿让如月去告诉宋小姐一声，我不去了就好了。2个人进了刘希月的闺房，萧木则在丫鬟的陪同下去了偏厅。县令夫人听得这个消息，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事，过来陪着萧木喝茶。闺房里，叶洛心把此次的来意和刘希月都说了。你要进京？也是突然决定的，本来是打算夫君自己去，我还在这边照顾生意。不过这次外祖父那边出的事也让我知道了，2个若是分开的太久，会因为担心而茶饭不思。现在信息又不发达，要想通个信都得10天半个月的。我也想了，与其天天在家里担心，倒不如和他一起去京城。虽然你说的是挺让人担心的，可是我还是挺羡慕的。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有人对我这么好的话，我也愿意和他一起去犯险。徐才呢？切，他懂个什么？冷血无情的一个傻子。其实他就是比较胆小，他内心还是喜欢你的，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看你总是不理他，他就不敢说出来。但是那份心还是有的，你信我总没错啊？真的吗？叶洛心点点头。这不就是个机会吗？你这次去店里帮忙，正好和他有了相处的机会，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考验他一下。他要是实在冥顽不灵的，咱们就换一个人喜欢，好吗？他要是一直这样，我非得把他的脑子揪下来，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屎。另外一边，萧木也和县令夫人把此次的来意说了一下。县令夫人一听，立刻来了兴致。太好了，我本来就喜欢做生意，原来也想自己做点什么，可是我家老爷一直不同意。既然你们夫妻2个相信我们，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好了。我虽然不会别的，但是店里的账目保准给你管得明明白白。那就多谢夫人了。2个人的茶刚喝了一半，叶洛心和刘希月就过来找他们了。
娘，你是不是都知道了？乐姐姐让我去店里给她帮忙。哎呀，娘，你到底同不同意嘛？之前你不是说不让我到处乱跑？我对这个生意很感兴趣，去店里帮忙，我就再也不用到处乱跑啦。想去就去呗，我又没说不行，反正过段时间我也没时间管你啊！刘希月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娘，娘，你要干什么去？你要离开刘府了？瞎说什么呢？刚才萧公子和我说了，也邀请我去店里帮忙呢。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两个一起去，爹就不会说我什么了。4个人又坐下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往后店里的销售监督由徐才负责，补货和款式沟通由刘希月负责，2个人分工不同，却又需要紧密的配合，其中少不了各种磨合。至于县令夫人，不需要在店里露面，却需要严格把控店里的账务往来，出进进的库存，还有各种往来的账目，他都要列出个明细。当然，叶落心也不能让人家白干，说好了，每个人每个月10两银子，若是卖得好，1个月还能有奖金拿。刘新月母女2个倒是不缺钱花，可自己赚来的钱用着也觉得格外的豪气。剩下的2天，他们从颜色最漂亮的兔子里选出100只，又安排库房的人装了500份的调料。除此之外，还把作坊里做好的荷包拿了100多个。这些东西都准备好，萧木又从马行里雇了4辆马车和车夫，作为上京的准备。至于家里的马车，就留给萧松和杨凤作为往来的工具了。等东西都装好，时间也到了第4天头上。晚饭的时候，徐正香看着一桌子的菜没有胃口，娘，你怎么不吃啊？今天晚上的菜不合胃口吗？哎呀，不是不合胃口，我是想着老二和洛心这就要走了，心里总是放心不下。娘，您就别担心了，京城那边虽然没去过，但是外祖母和外祖父都在，有他们照拂着，总归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哎，那倒是。本来就是，孩子都大了，一个个的都比你有本事，他们去了肯定比你做的要好，咱们就好好的，别让他们担心就行了。爹说的对，你们2老保重好身体，我们在外面也放心一些。有我们呢，我会照顾好爹娘的。对，有我们呢。萧景难得回家，回来之后就听说了哥哥和嫂子要去京城的事儿，他有些难过，心里也明白这可能是好事，没什么可难过的。哥哥和嫂子本来身份就和他们不一样，早晚都会回去的。那你们还会回来吗？当然回啊，我们还要回来过年呢。家里的事情你们就不需要操心了，大哥要是忙不过来，还有我可以帮忙呢。行，知道你也很能干了。这天晚饭吃了很长时间，大家没有再讨论去京城的事，反倒说起了小时候的事。哎，那时候家里多穷啊，每天蒸上2个馒头得5个人分，你爹1个人吃1个，我和老大分半个，老二和老三分另外半个。那个时候根本吃不饱，我们还去河里挖泥螺捉鱼，可是饿肚子的人太多了，河里的人比鱼都多，还上哪儿抓去？我记得有一次二哥掏了一窝鸟蛋，里面一共是4个，我们放了好久都没舍得吃，后来还是娘用那4个鸟蛋煮了一锅汤，那汤的味道老鲜了。哎，老二刚来家里的时候啊，就是个闷罐子，每天往门口一坐，望着路口也不说话。我们那个时候都以为他家里出事，父亲又过世了，这孩子心里难受，可谁知道这背后还隐藏着这么多事儿呢。就是，早知道他是什么王爷的孩子，我们哪敢用他干活啊。不过也多亏了老二，后来他跟着师傅学了跑山，能挖一些药材来补贴家用，要不是他卖何首乌赚了钱，老大呀连媳妇都娶不上呢。怎么说着又转到我这里来了？不光是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我也是仰仗着二弟，不过大家都是兄弟一场，我也就不那么客气了。我知道了，我们现在都是沾着二哥和嫂子的光，等我长大了也让你们沾我的光。行，那我们就等着沾你的光了。众人又笑了起来。这一晚上时间过得很快，等到回屋休息的时候都快要半夜了。叶落心和萧木都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叶落心有些不舍，又和虎子和元宝说了半天的话，2个小家伙都十分热情，以至于他觉得刚刚闭上眼睛天就亮了。娘，你怎么起这么早？我们路上买点馒头吃就行，你不用准备这么多。外面的哪有家里做的好吃？而且现在天冷了，带着饼和肉的也不容易坏，万一路上没有歇脚的地方，也不能饿着你们不是？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走了吗？裴神医也从外面走了进来。裴神医，快来，先吃个饼垫垫肚子。哎，裴神医接过装饼的盘子，真香，就是可惜了，这么香的饼子，我以后恐怕都吃不到了。这是哪里的话呢？以后只要裴神医想吃，随时都来家里吃。
我听说裴神医喜欢云游四方，以后若是路过这附近，一定要过来看看才行。就是咱们这里穷乡僻壤的，裴神医别觉得委屈了就成。委屈？哼，还有什么能比给马、给兔子看病更委屈？这行了，我就是说说，当时觉得委屈，可是现在想起来也没什么委屈的。咱们学医不就是为了给人看病的吗？管他是人还是马的，那都是一条生命，也算是一种缘分了。是。萧长河连连点头。吃过早饭后，也终于到了离别的时候。雇的4辆马车，2辆里面装货，还有2辆，一辆坐着叶落心和萧木，另外一辆坐着裴神医。爹娘，你们要保重身体啊！哎，你们路上也小心。送别的话说再多也不够。迎着朝阳，这4辆马车终于出发了。村里人照旧都出来看热闹，看见车上装的兔子，大家只以为叶落心和萧木是要出去做生意，不过看着架势，应该是有新的生意要做了。哎呀，这小两口的脑子就是好用，赚钱的点子也是层出不穷。是啊，人家那是聪明，那萧木的媳妇可是侯爷的外孙女呢，侯爷家的后人那能不聪明吗？你还别说，人家就是比咱们强，不过我们这也算是占便宜了。他们吃肉，咱们跟着喝口汤也是好的。就是肉汤它不香嘛，有的人想喝也喝不到啊。桂花娘说这话的时候本来也没有多想，原本只是想说外面村子里的人。说完之后，她才在人群中看到了李翠花的身影。李翠花听见桂花娘的话，狠狠地剜了她一眼，然后一转身离开了。李翠花一家现在是村子里唯一没有喝到这口热汤的了。不过她能怨谁呢？只能怨他们自己。瞪什么瞪？嫌你眼大，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你当初要是不使坏，作为亲戚，那徐正香如今多少也能拉你们一把。李翠花听见这话，脚步微微顿了一下，然后又头也不回地往家走。如今徐正香家里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村里这么多人全都跟着他家挣到了钱，唯独自己家，因为当初那件事，徐正香说什么都不肯与他们再来往。他之前让萧长水上门求情，徐正香竟然放出话来：你家儿子有的是钱，想来也看不上我们这小买卖。村里没钱的人这么多，还是把机会呀留给有需要的人吧。这话说的滴水不漏，他竟然没有反驳的余地。最可气的是，村里人也全都觉得徐正香说的对。事已至此，他就是再后悔也挣不到这份钱了，只能跟在人后跟着看热闹。娘子昨天睡得晚，还是再休息会儿吧。萧木说。叶落心也不逞强，轻了轻身子就闭上了眼睛。等他醒过来时，太阳都快下山了。醒了？车夫说一会儿前面有一个村子，我们去村子里住。好。叶落心伸了伸懒腰，刚想坐起来，忽然觉得车身一震。怎么了？老虎！有老虎啊！老虎！叶落心和萧木对视了一眼，都想到了同一种可能性。元宝，停下！元宝像是听懂了命令，立刻停下了脚步。马车刚停，就从车顶飞起了一只大鸟，竟是虎子。东家，真的要停在这里？那只老虎跑出来怎么办？是我家的老虎，不用怕。车夫们一听都傻了眼，啥家庭啊，还能养老虎？叶落心和萧木让马车停在原地，他们2个则沿着原路返了回去。几百米后，在一个转弯处，看见虎子和元宝正坐在那里乖乖地等着他们。叶落心飞扑过去，一把把元宝搂在了怀里。你们怎么来的？老虎伸出舌头，乖乖地舔了舔他的手背。猫头鹰则飞到空中，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好了，我知道你们也舍不得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老虎立刻低下头，叶落心这才发现地上还放着4只被咬死的野鸡。这是送给我们的。老虎低下头，又把野鸡往他们跟前送了送。真乖呀。可惜这次去京城路途遥远，不能带你们2个乖乖在家看好家里，等我回来。叶落心这么一说，老虎仿佛听懂了他的话，就乖乖地往回走了。虎子本来还在他们的头顶盘旋，看见元宝走了，他便依依不舍地跟着去了。这场景连萧木看了都觉得神奇。我一直觉得我们家的虎子和元宝好像能听懂人话，他们2个是真的跟你心意相通吗？叶落心看着2个小家伙的背影，笑着说。哪里来的心意相通？就算心意相通，我也是和你心意相通呀。萧木被他突然来的情话弄得有点呆，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送走了元宝和虎子，2个人又回去和车夫会合。晚上住店之后，累倒是不累，只是在家的时候总是到处乱跑，如今圈在车里不能动，有些不习惯。那明日坐车累了，我们就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样走走停停，要何年何月才能走到京城去啊？倒也没什么急事，晚个1-2天也不算什么。晚上吃饭的时候，萧木就把这个想法和裴神医说了。裴神医听得牙疼。我说祖宗，咱们出门在外的就别讲究太多了吧，从这里到京城的路还有好远呢，万一拖延了下了雪，那可就要耽搁好几天呢。裴神医若是着急，那可以先行一步。行，我服了，你们想怎么歇就怎么歇吧。裴神医立刻败下阵来。小姐，春花，你怎么站在这里？老夫人让我们轮流过来，在城门口等着姑娘呢，怕姑娘找不到回家的路。外祖母也真是的，堂堂定安侯府，
我让人稍微一打听就打听到了，怎么会找不到？叶落心招呼春花赶紧上车，春花便爬上马车，坐在了车辕的另外一头。车夫按照春花的指示，七扭八拐的就走到了侯府的门口。老夫人听闻人已经到了，亲自开门出来迎接。外祖母，叶落心飞扑到老夫人的怀里，老夫人赶紧将人搂在怀里。我的心肝呀，你可算是来了，路上累坏了吧？不累不累，外祖母走的不也是同样的路，您老人家都不累，我一个小辈怎么敢说累呢？谁说我不累的？我回来躺在床上休息了2天，才觉得好一点呢。后面的马车依次停在那里等候吩咐。裴神医从马车上跳下来，和老夫人问过好后，裴神医便告辞回了自己的家。老夫人吩咐府里的管家把车上的兔子、荷包还有调料包全都卸下来，放在合适的地方。自从你母亲嫁人之后，这里的东西我一样都没动，还是按照你母亲喜欢的风格做的，你看你喜不喜欢？喜欢。雕梁画栋，古香古色，每一处的陈设和摆件看着随意，却又都透着取巧的小心思，让整个院子里看着生机勃勃。这样的布置还能挑出什么错出来？那你们2个先把东西放下休息，一会儿晚饭好了，我让人过来叫你们吃饭。老夫人说着就离开了。叶落心躺在铺着软软的蚕丝被的床上，满意的发出一声喟叹，好舒服啊。萧木微笑的看着他，打开窗子，却发现外面飘雪了，雪花很大，却飘得很慢。下雪了，下雪了！叶落心立刻从床上蹦了起来，这是今冬的第一场雪，也是他在这个年代见到的第一场雪。我们运气真是不错，这一路上都没有下雪，偏偏到了之后，这雪就下起来了。可能这雪花也是怕你在路上受苦，便多等了几天呢。面对外面的美景，叶落心便也不觉得冷，与萧木隔着窗子欣赏外面的雪景，就像是在欣赏一幅画。小姐，老夫人请小姐和姑爷去前厅用饭。好，落心，快过来，挨着祖母坐。叶落心走过去，坐在老夫人右边的下手。萧木也走过去，坐在了叶落心的身边。2个人刚刚坐稳，这才注意到坐在对面的人。你对面的这个就是你舅舅。叶落心赶紧将屁股从凳子上抬起来，恭敬的道：舅舅。萧木也站起来，微微颔首。坐下吧，都是一家人，别客气。叶落心也是第一次见这个舅舅，这个就是传闻中大梁最会赚钱的商人。为什么看着没有商人惯有的那一脸精明的样子，反倒是透着一脸的书卷气？上次去你们那里，觉得这个火锅非常好吃，我回来和你舅舅一说，你舅舅马上就研究出来了。你们快尝尝，看看咱们家这个火锅的味道怎么样？叶落心夹起自己碟子里面的菜，吃了一口，好吃。按照舅舅这个做法，都可以开店了。你怎么知道他开店了？他研究出来2天，就在京中开了一家天天捞火锅店，生意那是好得很呐！啊！叶落心听见都吓了一跳，这速度，这决断力，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书卷气的舅舅，怪不得生意做得好，下手还真是稳准狠呐！舅舅，你怎么想起做火锅店了？也没什么，我的生意里本来就有做酒楼的。我想着火锅这个虽然吃法不一样，但是本质上也都差不多，而且做火锅还要简单些，食材上也没那么多的限制，可以不断的推出新菜。我第一个店天天人满为患，现在我准备在城西再开一家更大的。舅舅下手这么快，这锅底的味道调得也好。我就是想开店，如今也占不到先机了。什么？你也想开店？没有，我就是开玩笑的。舅舅的火锅店面向的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苏秋白想了想，一顿饭不到10两银子，百姓也能吃得起。要想吃得好，几百两也花得，所以达官贵人也适合。既然百姓吃得起，那我提一点，舅舅你看，这种天气里吃火锅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一直保持食物的温度，让吃到嘴里的食物是热乎的。可若是有人帮我把食材先捞出来了，凉了就不好吃了。大小姐，是奴婢的错。不是，吃火锅大家在一个锅里，要下什么下什么，想吃什么捞什么，看着好像不太干净，但是吃的就是一个热闹和烟火气，有人伺候反而不太好了。不过有的场合确实需要分开食用，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准备2种锅底，一种是大锅，就是像我们今天吃的这样的，大家都在一个锅里煮，一个锅里捞。还有一种舅舅可以命人做一些小锅，大小正好够一个人用，样子就和现在的大锅一样。如果想要分餐食用，就给每个客人上一个这样的小锅，让客人在自己的锅里煮，想吃什么想煮多久全都自己说了算，如何？苏秋白一直认认真真的听着叶罗心说话，等他把这一番话全都说完，苏秋白的眼神中甚至带了欣赏的神色。甚好，看来母亲之前夸了你那么多，并不完全是因为私心，你对做生意这件事还是很有想法的。都是随便想的，况且我对酒楼确实不熟悉，舅舅要不问问我做荷包的事，我对这件事情可熟了。好了好了，
吃饭就好好吃饭，一见面就聊起这些做生意的事，我老太太也听不懂。要聊，吃了饭你们自己聊去。好，那我们就聊点外祖母喜欢听的。不如我给说说村东头那头母牛最近刚生的小牛吧。什么？已经生了？对啊，生了一头黑色黄花的，咋还是黑色的呢？不是说小牛的父亲是村西头的那头大黄牛吗？两头明明都是黄牛，怎么还生出个花的出来？看样子是搞错了。两个人讨论得很认真，萧木和苏秋柏无奈地相视一笑。侯爷有来信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应该快了，也就是最近这几日的事了。侯爷此行查处徽州知府科举舞弊的事，这拔出萝卜带出泥，怕是近期朝野会有大动荡。我听说这次父亲遇险，还多亏了你出面相救，实在是感恩不尽。虽说你和洛心是夫妻，算起来咱们也是一家人，但是这件事我还是必须谢你。不如就用这杯酒聊表一下感激之情。苏秋柏说着，举起手中的酒杯。舅舅客气，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你既然回京了，成王那边要去拜访吗？明日我去府上拜见王爷。好，你们的家事我就不多过问了。只是洛心她，明天我自己过去。这几天洛心就在府上叨扰了。一家人何必客气？一顿饭吃得十分尽兴。我就说之前吃的火锅总觉得差点什么，这东西还得自己动手，吃起来才香。饭后，萧木先回了西跨院休息，叶洛心却被留下来与苏秋柏继续讨论关于生意上的事儿。回来了？是不是累了？有一点儿。想到明天就要面对成王，我觉得更疲累。需要我陪你吗？不用，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更何况你了。你就安心的住在侯府，等我办完了事，我们两个就回去。好，那我这几天就和舅舅一起研究工艺品店的事。昨天我把我们做的荷包都给他看过了，他说在京中开个店应该很有前途。那就好，有了舅舅帮忙，咱们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了。对，我还可以和他合伙做，这样会省去很多的麻烦。第二天，萧木用过早饭后，直接拜别了老夫人和苏秋柏，去往成王府。成王府那边早就得了消息，裴神医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拜访了成王，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一一说明。不是我想在那边耽搁这么久，只是大少爷性子太倔，根本不肯回来。我也是担心他在我离开之后会再次找个地方藏起来，那以后再想找他就难上加难了，所以才会迟迟没有回京。他还沉浸在这个惊人的消息里，不敢相信。你是说那真的是我儿萧木？如假包换，他小时候我也见过的，耳朵后面不是有颗小痣吗？我仔细看过了，人虽然长大了，那痣还在。那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信都不给我来一个？还能是为什么？因为恨呗。你是说那个孩子他恨我？要不然还能因为什么呢？可是为什么？你自己想想那些年都干了什么吧，光是我知道的，你打骂他都不止一次吧。我那是因为他不好好读书，生气了忍不住，所以才……拉倒吧，你那哪里是因为他不好好读书，你就是因为他的娘，因为他娘不相信你，因为他娘不爱你，因为他娘离开你，所以你把一腔恨意都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裴神医说着说着都激动起来。他那个时候多小啊，有时候我路过看见他一个人挺着小身板倔强地跪在祠堂里，每次都会于心不忍。有一次他还问过我爹为什么不喜欢我，你说我该怎么答？你也别觉得他恨你这件事挺离谱的，你好好想想，难道那些年你不恨他吗？成王哑口无言。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满腔恨意和难过也全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变淡，除了思念和遗憾，他心中好像已经没有了别的情绪。那个男孩，他的嫡子，有着同他母亲一样倔强的眼神，每次受罚那个孩子都一声不吭，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成王能够看得出来，他心中根本不服。那时候他母亲死了，为了另外一个男人死了，他的愤怒无处发泄，就全都发泄在了一个孩子身上。那木儿他现在还恨我吗？他有没有和你说过怎么样才会原谅我？没有，他这些日子从来都没有和我提起过你。那他会来见我的吧？会的，他说了要来看你的。第二天，成王如愿地等来了萧木。给王爷请安。回自己家了，别见外。我此次前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王爷。什么事？萧木并没有狮子大开口，反而把手伸进了怀中，从中取出了从流寇那里得来的印信。他把印信放在王爷面前。这枚印信怎么会流落在外？成王拿起萧木手中的印信，这枚印信他十分熟悉，是开启凌渊阁宝库的钥匙之一，他一直好好的锁在柜子里，怎么会出现在萧木手中呢？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个印信？一个流寇手中。不可能，我一直锁在库里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流落到外面去？不过看萧木的表情不像是撒谎，成王又有些怀疑起来。王伯，去库里取我的宝箱过来。是。管家王福赶紧应下，立刻带人去了库房。没多一会儿，就端着一个宝箱走了进来。当着萧木的面，成王打开箱子，还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绣着金丝的小盒子。这枚印章是你祖父留给你的，虽然你不在，虽然你去了别的地方，
但是印章我一直都没动，是一直存在这里的。言外之意，我箱子里的这个才是真的，你的那个肯定是假的。他不知道的是，萧木从小就见过这枚印信，印信的真假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王爷在萧木眼前打开了那个盒子，他本来自信满满，可是当那枚印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王爷傻了眼。盒子里的这枚印信，论大小和形状，和萧木手中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若是仔细看，它的做工十分粗糙，用料也非常廉价，在萧木手里那个的衬托下，更是显得一文不值。王伯，有谁动过我的这个箱子？管家听见这话，立刻跪倒在地。回王爷的话，没人动过这个箱子，王爷让奴才守着这个箱子，奴才是一点都不敢放松。下人们值夜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更何况这个箱子的机关只有王爷自己知道，别人是万万打不开的呀。是啊，这个箱子的机关只有自己能解开，可是为什么萧家这种重要的东西会流落在外？他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其中的原因。王爷也不必担心，想要打开宝库的大门，须得2枚印信同时出现，就算这枚出现在了外面，可是没有我手中的另外1枚，还是什么都做不了。是啊，怕是那小人以为得了这枚印信就能取出宝物，万万没想到竟然没有用处。只怕当初取出这枚印信的并不是什么小人，而是王爷你的家人。萧木一句话又让王爷愣在当场，他说的是你的家人，而不是我们的家人。也就是说，萧木并不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家里的人，可他明明是自己的儿子。你说的是什么话？这个家里现在除了我就全都是你的兄弟，谁会干这种事？那你得问问他们，问我有什么用？我问他们，黄伯。王管家听见这声怒吼，赶紧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王爷，我问你，家里的几位少爷有谁问过你关于这个箱子的事？王管家十分认真地想了想，2少爷、3少爷、5少爷，他们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箱子的存在？不是，他们都和我打听过关于这个箱子的来历，还问过我箱子里都有什么，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透露啊，王爷。这件事情你之前为什么不和我说？那个时候少爷们都还小，我合计着小孩子好奇，问一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王爷重重拍上身边的桌角，吓得管家出溜一下跪在地上。王爷，奴才知道错了。除了他们，还有谁问过你关于箱子的事？没有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等看过之后，只要库房里的东西没有少，我也懒得追究，那毕竟是王爷的家事。不过若是少了什么，日后有得罪的地方，还望王爷不要怪罪。好了，若真的是家里的这几个逆子弄出来的事，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说完，王爷就叫人备好马车，准备和萧木一起去宝库查看一番。怎么停下了？不往里走了吗？不能继续走了。萧木答：哦，也对，外人不能跟着一起进去，那我们2个下车走过去吧。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也是外人，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到底还是你父亲。是与不是，恐怕要问了我娘才清楚。王爷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娘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谁能说清楚这件事？不对，为什么要问他娘？他不是我儿子，难道还能是别人的儿子？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在暗示他娘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小木，你小的时候，我虽然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这并不是你能如此放肆的资本。你今天……王爷无需动怒，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宝库须得凌霄阁阁主和下一任阁主才能进入。当初祖父没有让您进，如今我也不能坏了这个规矩。行，那你进去吧，我就在这里等你。王爷说完，冷着脸重新回到了车上。萧木迈着悠闲的步子，自己往街里走。当萧木走到一座大门紧闭的宅院前，伸手敲了敲门，当当当3声之后，门里忽然探出一个脑袋，一个看起来只有10几岁的孩子看向萧木。你找谁？找一个和你长得一样的人。没有和我长得一样的人，那就找镜中月、水中花。那不就是我吗？欢迎主人回家。萧木抬脚就往里走，男孩却不知道从哪里拎过来一个匣子，好像是一直准备着，就等着人来似的。他将匣子打开，对萧木恭敬的道：请主人落印。萧木从容的把手伸进怀里，拿出自小从祖父那里得来的印信，在匣子内的宣纸上盖了一下。很快，一个复杂的八卦图案从宣纸的下面透了出来。这个图案和匣子里模板的图案一模一样。男孩仔细端详了一下，立刻放下匣子，单膝跪地：属下七伤，欢迎主子回来。七伤，小小年纪怎么取这么不吉利的名字？不如叫七喜。是，谢主人赐名。这院子里管事的人呢？三叔他在后院，主人稍等。男孩说着跑向后面。很快，一个面相朴实无华的男人走了过来。主人，刘三给您见礼了。这些年有没有别人带着印信来过此地？按照凌渊阁历代留下来的规矩，只认印信，不认人。没有，有的。哦，三叔，你忘记了？大概是5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开宝箱的印信曾经来过我们这里，只是当初他只有1枚印信，没有进门的印信，结果在门口就被爷爷赶走了。我想起来
来了，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当时那个人还带着帮手，说自己的另外一枚印信丢了，结果当时柳大爷还在，就带着我们一起把他们赶走了。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模样吗？模样嘛，刘三好像有些模糊起来。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他已经不记得那些人长得什么样子了。我记得他那个时候还戴着半边脸的面具，我没有看清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不过我看到他眼睛下面有一颗红痣。你真的看见了？我记得，因为当时爷爷让我开的门，他一进来就大吼大叫的想硬闯，一把将我推倒在地，摔得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要不是爷爷救我，我的小命那个时候就交代了。所以我一直都记得眼睛下面一颗红痣。萧木立刻就抓住了这个关键信息，看七喜的样子不像是撒谎，巧的是他刚好认识这么一个眼睛下面长着一颗红痣的人。除了这个被赶走的人，就没有人再来过了是吗？没有了，肯定没有了。刘三赶紧回答，七喜也跟着点了点头。那现在带我去密室看一下。是。刘三带着萧木往后院走，七喜则留在原地继续看守着大门。按照规矩，七喜既然坐了这个位置，那他便一步也不能离开门口。凌渊阁的规矩，他们要时刻警醒，随时等待阁主的到来。你和我一起进去吧。我还是不进了，不能破了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规矩都是人定的。既然现在我是阁主，我说你能进，你就能进。刘三脸色变了变，面上有些控制不住的紧张，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既然阁主说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只见几百平的室内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箱子，有的箱子直接半开着，露出里面闪着金光的财宝。萧木随手翻开了几个箱子，只看了一眼之后，又重新关上了箱盖。刘三随着他每关一次箱子，身子都要跟着抖一抖。看了一圈之后，萧木走到一个锁着的箱子跟前，抽出腰间的佩剑，咔嚓一声砍断了锁头。可是当他打开箱子时，发现箱子里面却是空的。刘三，这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吗？萧木将剑尖换了个方向，指向刘三。小的真的不清楚。刘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阁主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允许进到密室内的，而且没有印信，我们也进不了这里。这些年我们一直兢兢业业的守在外面，实在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是怎么少的。不知道，没进来过。说是没有进来过，方才进通道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在拐角处需要抬高脚步才能过来？若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去了哪里，你刚才为什么要害怕？小的，刚才在外面，连一个10几岁的孩子都记得5年前有人来过这里，为什么我问的时候你要说没有呢？我那时确实记不清楚了。你10年如一日的守在这里，除了看守整个宝库，没有别的任务。这里有没有来过人？来的是什么人？我不信你会不记得。你和他达成一致，合伙偷了这库里的东西。当初祖父让我继承凌渊阁，就已经把阁内所有人的底细信息全都给了我。我知道你的父母、你的家人都在哪里。刘三闻言一僵，还是说你有把握把我杀死在这里？如果你不怕之后找你家人清算的话，大可以试一试，看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剑快。小人被猪油蒙了心，受人蛊惑，私自动了这阁里的东西，请主人责罚。既然你说你是受人蛊惑，那你倒是和我说说是什么人蛊惑你？具体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就像七喜说的，他每次出现都会戴着一个面具，连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敢和对方合作，你胆子也是不小。刘三心中的悔恨几乎能将他扼杀。回主子，我那时候真的是鬼迷了心窍，因为那个人说能够找到神医治好我儿子的病，所以你就答应跟他合作了。你们从库里到底偷了什么东西出去？我当时也很害怕，但是他跟我说他本来就是凌渊阁的阁主，只是当时其中一枚印信找不到了，又急需用到库里的东西。我问的是他拿走了什么？就是一些普通的金银珠宝。我是想着这宝库里的金银财宝这么多，就算拿出去一些也不会被发现，而且他说他是阁主，我就侥幸的想，只要他将来找到了另外一个印信，这宝库里的东西不全都是他的吗？现在我通融一下，让他拿走一些，解了燃眉之急。等他将来找到另外一个印信，确定了阁主的身份，肯定也会记着我今日的功劳，会格外给我赏赐的。你这么想，怕是忘了凌渊阁的规矩。在凌渊阁，想要打开宝库，需要2枚印信同时出现。你无视章法，私自放人进来，还敢指望真正的阁主能够对你委以重任？主子，属下犯下错误，请主子责罚。只求主子能放过我体弱的妻子，孩子早夭已经对他打击太大，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既然你们已经达成了合作，为什么没把这里的东西都搬走？属下不敢。属下原本以为他是真的阁主，但是后来见他急着从此地拿宝物出去，就觉察出了不对劲。特别是他当初承诺能找到神医治好我儿子的病，可是他叫的那个大夫根本就不是神医。你又做了什么？属下就悄悄跟踪他，想要探查他到底是什么人，结果不小心被他发现
现了，属下和他打了一架，因为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又跑了回来。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年，属下一直活在心惊胆战之中。歇班的时候，我偷偷出去找过，但是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说是现在你再见到他，可还能认得出来？说是长相变了，我未必能认得出来，可若是能再次和他交手，我一定能够认出来。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先留你一条命在。若你能将功补过，我会考虑从轻处罚的。属下一定尽心竭力。两人又从密室走了出去，不过离开之前，萧木从里面选了一套好看的头面随身带着。这套头面是用白玉打造而成，色泽温润，做工精细。萧木看见的时候就觉得与叶落心的气质十分相配。萧木出去的时候，七喜从门房处立刻就看到了，他紧跑几步迎出来给萧木见礼。阁主，此处门房有你守着，我很放心。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七喜心中十分欢喜。刘叔，阁主夸我了。好。刘三心不在焉地应道。他看着萧木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怎么样？可问到了什么？库里可曾丢了什么东西？萧木眼神复杂地看着眼前的王爷，这是他爹，可是他却叫不出口。这些年，他早已习惯叫另外一个人爹了。东西丢了，人我也大概知道是谁了。接下去，只希望王爷能够配合我，将丢失的东西找回来。我配合你。虽然已经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可是当成王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心间还是忍不住颤了颤。到底还是自己家里出了事儿。王爷家的大公子不知道如今有没有袭爵，若是袭爵了，我恐怕还要尊称他一句小王爷。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他就算是袭爵了，也是你的兄长，更何况我身强力壮的，哪里轮得到他？我记得小时候兄长书读得好，也十分得王爷喜欢，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他如今在礼部任职，很得上司赏识，怕是明年又要晋升一级了。王爷家里一共4个儿子，除了自小就离开的萧木，剩下的3个儿子中，只有这个大儿子最得他的喜欢，同时也是最出息的一个。礼部，王爷不是刚刚查处了徽州的科举舞弊案，这礼部内部如今怕是会很忙吧？王爷难道就不担心？成王听出了萧木话里的意思。科举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礼部内部肯定有作奸犯科之人，等侯爷回来，皇帝也会下令明查。不过我相信你哥不会趟这个浑水，对于他这样洁身自好的人来说，出了这种问题反倒是好事。所谓富贵险中求，乱世出英雄，这不正是他显露自己才能的机会吗？所以我刚才才说他明年一定会晋升。那我就祝王爷能够得偿所愿，千万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到时候再被他连累了整个王府。就算成王再心中有愧，萧木说出这样的话，他也觉得刺耳。景荣不是这样的人，你休要胡言乱语。萧木笑了，没再多说。不知道侯爷查到了哪一步，嫌犯们都供出什么，他自然也不知道科举舞弊案与这个萧景荣到底有没有关系。巧的是，今天七喜说盗走凌渊阁宝物的人是一个眼睛下面长着红痣的人，而萧家正好有这么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萧景荣。不出意外，那个骗走宝库财物的人就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了，兄弟们都生疏了，不想大哥已经这么出息，不如我就顺路去府上拜访一下，正好回原来住的地方再看一看。成王听见萧木这么说，心中自然高兴。虽然你离开了，但是当年你住的院子一直都没有动，我还让人一直打扫着，既然回来了，也就还住你本来的院子。萧木没有再说话，成王只当他是累了，便也不再说话，端坐着身子闭目养神。马车走得很稳，萧木以为剩下的时间他们就这样一路无话的回到王府，谁知道半炷香后，王爷突然睁开了眼睛。停车！等马车停稳之后，王爷没有说话，掀开车帘下了车。谁知没一会儿，这里的桂花糖糕是京城卖的最好的，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他把桂花糖糕放在小桌子上，往萧木的面前推了推，见萧木没有动。吃啊，怎么不吃？这个桂花糕有热的时候才好吃，凉了就硬了。太腻了，我长大之后已经不吃这个东西了。王爷的脸色僵了一下，不过下一刻他就看见萧木拿起桂花糕，轻轻地咬了一口。可王爷的嘴角的笑容却彻底绽开了。爹，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他刚开口问出这句话，就看见了在王爷身后跟着一起走下马车的萧木，立刻愣住了。景荣，你怎么在家？在家正好，你来看看这个人是谁。萧木抬头看见萧景荣，拱了拱手。大哥。萧景荣像是被吓了一跳，他不自觉地后退半步，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后，他又立刻躬身上前。二弟，你是二弟，真的是你吗？萧木笑着点了点头。想不到吧？我也没有想到，老天有眼，让我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自己失踪的儿子，我再也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二弟，能再次见到你，我实在是太高兴了。盯着萧景荣眼下的红痣，萧木也开口道：大哥，我也很高兴，公子回家这么好的事儿，得好好庆祝一下。我这就吩咐厨房，让他们做些好菜。去吧，王爷，那我就先回西院去看看了。好，我这就让丫鬟带你过去。不用了，夫人不喜欢我与别的女子走得太近，我自己过去就行。不能与别的女子走得太近，丫鬟也不行。自己这个儿子看起来冷冷的不好相与，竟然也是个妻
妻管严，一个下人而已，到底是什么样的妒妇，竟然苛责成这个样子？夫人善良柔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我不能让我喜欢的人因为这种小事劳心伤神。既然不喜欢丫鬟相陪，那管家陪同你过去。萧木不置可否，抬脚向后院走去。萧木很快走到原来所住的院子里，出乎意料的，当年被大火烧毁的房子竟然恢复如初，一砖一瓦，就连院子里的花池都和当年一模一样。萧木四处看了看，问跟着过来的管家：“这里一直有人打扫？”“回公子，王爷在院子里安排了专门的人打扫，并且下令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擅自处理。”正说着，从院子里跑出2个梳着圆髻的小丫头。这位就是原本住在院子里的2公子，还不赶紧行礼？见过2公子。起来吧。萧木面无表情，抬腿继续往里走，见管家还要继续跟着。王管家送到这里就可以了，剩下的路我自己会走。好，那我在这里等着公子。萧木走进房间，发现屋子里的陈设也和当年一样。时间久远，他原以为自己对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是在看见屋中陈设的一刹那，想起了很多之前已经遗忘的事情。那个时候，母亲有空的时候也会陪他读书练剑，不过他好像总是不开心。每次母亲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颗麦芽糖来送给母亲，告诉她吃一颗糖，日子就会变得甜起来。萧木走到床头，打开床头柜子上的木盒，里面装的满满的麦芽糖，竟然都是新的，看得出来是王爷命院子里的人定期更换的。另外一边，成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费尽心思保留下当年的痕迹，想要给萧木一个惊喜，结果却起了反作用。萧木在房间里坐了良久，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1个时辰之后，他才重新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公子，您可算是出来了，王爷喊您吃饭呢，我怕打扰到你，所以一直没有赶进去叫。这么快就准备好了？那麻烦管家带路了。是。赶紧在前面引着萧木往主院里走。怎么样，对院子里保持的样子还满意吗？萧木点了点头。二弟如今能回来，父亲心中十分欢喜。刚刚父亲还在和我商量，能不能在朝廷给二弟谋个差事，这样你也好长久的留在这边。不必了，我这些年没有读书，也没有习武，就算是你们帮我谋到了差事，以我的能力也难以应付，还是不要做这种无用功。哎，不会的东西可以学嘛。我记得你小时候很聪明的，只要你肯学，没有什么能难倒你。王爷，你是不是记错了？小时候聪明的不是大哥吗？那个时候我因为读书不好，经常被罚去祠堂下跪，难道王爷忘了？王爷听见萧木的话，顿时哑口无言，愣在当场。二弟，父亲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好，你千万不要多想。萧景荣做着和事佬，言外之意却是在指责萧木了。萧木本来不予理会王爷，可是看见萧景荣这样子，他倒是觉得有点意思。徐正香曾经说过，对付那些阴阳怪气的人，要么就是阴阳怪气回去，要么就直来直去的直接打他的脸。大哥这是说的哪里话？我当然知道父亲都是为了我好，只是我刚刚说的也是事实。我毕竟在偏远的山村长大，这么多年了，早已不适应这纷乱复杂的官场。相比而言，还是市井之地更加适合我一点。你刚才叫我什么？父亲。哎呀，我就说嘛，父子之间哪有隔夜的仇？就算是你心里有些怨气，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早就该化解了。萧景荣本来还想在父子2个并不和谐的关系上浇点油，没想到萧木一句父亲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化解了。你不喜欢官场，那就不去官场。你媳妇儿的那个舅舅不就是做生意的吗？你若是喜欢，就和他学着做生意，也能有一番作为。我家里的生意都是娘子在打理，我只需要在后面帮忙即可。没出息。哎，对，反正家里还有我撑着呢，二弟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好了。那还真是辛苦大哥了。不过我本来也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晚宴开始时，除了萧景荣、老三萧景深，还有老五萧景玉，也都按照王爷的意思回了府中。我说，当年的事情是怎么回事？二哥的院子怎么会突然失火？那时候不是说二哥已经不在人世了吗？如今怎么又突然回来了？我脑子笨，实在是想不清楚。你们谁能给我说一说？既然今天人齐了，我就来说一下当年的事。当年西院走水，我一条小命差点搭在里面，若不是师傅突然出现救了我，恐怕就没有今天我们兄弟重逢之日了。老三和老五却在心里暗道：谁要和你重逢？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只觉得当时情况紧急，有些害怕，因此不敢回来。可是随着我年岁长大，我却越来越觉得那次西院走水恐怕没那么简单。什么？怎么不简单了？就是别以为你回来了，我们大家就都得让着你。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一回来就要闹得府里鸡犬不宁吗？开饭前，萧景荣就和这2个弟弟简单的沟通过。他告诉他们，如今老二回来看起来并不简单，好像是要独吞王府的财物的。3弟、5弟何故这样紧张？我这么说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你们2个这么急着反驳，难不成真的知道点什么？不知道，你少血口喷人。父亲，刚才我本来是随口说说，既然3弟和5弟对当年的事情这样感兴趣，那我就再把我心中的怀疑说一说如何？免得他们2个又觉得我是想平白冤枉他们。那你就把你心中的疑惑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一听。首先，出事的时候正值盛夏，本也不是天干物燥的时候，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起那么大火呢？我记得当时火势很大，我在屋子里听见有小厮喊，储水的缸里根本就没有水。仆人做事疏漏本也正常，
可是在那之前2天刚下过一场大雨，缸里怎么可能一点水都没有？现在想来，应该是有人故意为之。王爷沉吟着，不着痕迹的点了点头。萧木说的这2件事，当年他也查过，还让人把西院里下人的底细都查了一遍，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有头绪。你说的情况，当年我也注意到了，但是查到后来，发现这件事真的只是一个意外。也许吧，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再去追查也徒劳无功，不如就当做是一个意外吧。反正我也没有事，这些年不也过得好好的。是，只要萧木心中放下了这件事，那当年的那些恩恩怨怨就都能一笔勾销了。不过萧木显然并不想让大家把这顿饭踏踏实实的吃下去，他继续说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家里到底是谁还惦记着祖父给我留下的那点产业，凌渊阁的东西是被谁拿走了呢？什么？凌渊阁的东西可是他们祖父留给萧木的，虽说他们当时都很嫉妒，但是那不属于王府的产业，他们只能干瞪眼，毫无办法。听萧木的意思，他们兄弟中竟然有人对那笔财物动手了，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有了凌渊阁，谁还看得上王府的这仨瓜俩枣的？想到这个问题，老三和老五全都将目光投向了大哥。萧景荣本来也是一副吃惊的表情，可是看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他立刻变了脸色。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干的。大哥，这事要是有人做，肯定是你。我和老五都没有那个本事，我做什么做？他说有人动了凌渊阁的东西，就有人动了。从老二离开京城到现在，都多少年过去了，谁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再说了，人都没有找到，凭什么说是我们兄弟干的？对呀，老三心想，这个萧木还真是有心眼儿，转来转去的，为的还是王府这些产业。若是真有人动了凌渊阁的东西，父亲到时候就要从我们3个下手，最后就算是查不到，为了补偿萧木，也会把家里的东西多分给他一些。这心眼实在是太多了，别被他给带偏了。他有凌渊阁，还想回来抢我们的东西呢。老五一听也不干了，萧木，你别血口喷人，你说我们动了凌渊阁的东西，你有证据吗？萧木等的就是这句话。证据我当然是有，不过现在还不能说。你少故弄玄虚，你如果真的有证据，这会儿肯定早就向父亲告状了，又怎么会跟我们在这云里雾里的讨论？我不说，当然有我的理由。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那人虽然取走了库里的东西，但是当时看管库房的人还在，他已经向我坦白了当日之事。不过因为他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并不能把对方的名字告诉我。可是他说了，只要让他见到人，他立刻就能认出来。老三和老五对视了一眼，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出了一点兴趣和好奇。他们2个又将目光同时投向了萧景荣。萧景荣在萧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神色不自然地僵了僵，不过他又很快缓了过来。既然都有证人了，二弟又何必和我们费这番口舌，直接让你那个下人出来认人就好了。大哥说的是，我也想着要快点安排。王爷一直没有说话，就听着他们兄弟几个言语间你来我往，好在最后也没有说出什么来。他的心暂时往肚子里放了放。不过如果萧木说的都是真的，王爷突然觉得心中没底。他不着痕迹地看了看老大萧景荣，难道真的是他干的？晚饭后，王爷留萧木在府里喝茶，若是时间太晚，就留在府中过夜。家里夫人还等着，我不回去，她不会睡的。不如明天你就将你夫人接来王府住，也省得你跑来跑去的。这西跨院说起来可十分不吉利，我当年在这里出了事，就不想让我夫人再在这里出事。我都说了，那是一场意外，我王府这么多的下人，岂能让同样的意外再发生一次？即便不出问题，也还是不行。我夫人自小就被迫与父母阴阳两隔，是被亲戚养大的，与老侯爷和侯爷夫人这么多年不见，自然有很多贴心的话要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就不让他待在亲人身边。那也罢，既然你喜欢住在那里，那就先在那边住一段时日，日子久了，你们早晚也是要出来住的。萧木没有回复他的自言自语，乘着夜色回了侯府。回来了，听见开门声，迎了过来。怎么还没休息？发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就一直看到了现在。什么书这么好看？书的事一会儿和你说。倒是你，今天事情办得怎么样？顺利吗？还算是顺利。凌渊阁内部出现了叛徒，但他胆子小，已经把所犯之事全都交代了。还有这种事？叶落心震惊，他以为像凌渊阁这种神秘的地方一定是组织严密的，想不到竟然有叛徒。你还记得我之前从流寇手里得到的那枚印信吗？叶落心点了点头。那个是我进入凌渊阁的其中一把钥匙。凌渊阁的人告诉我，5年前曾经有人带着这把钥匙去凌渊阁，想要拿走里面的东西。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一把钥匙没用的吧？他连这个都不知道，能成功吗？他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规矩，但是他善于利用里面的人，还真让他拿走了一些东西。是叛徒配合他的。是啊，不过好在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谁？成王家的大公子萧景荣。你的大哥？那你今天和他摊牌了吗？他现在知道你发现了吗？还没有，对方那么狡猾，没有完全的把握，我暂时还不会拆穿他，而且我需要他自己先动起来，我才能抓到他的把柄。他先动起来？今天吃饭的时候，我故意和他们透露了叛徒的事，不过我说的半真半假。我告诉他们，叛徒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只要看到就能认出来。实际上，刘三需要和对方交手后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只要萧景荣心里有鬼，这几天他一定会有所行动。只要他动了，我就能确定他的身份了。到时候他想赖都赖不掉。那这几天你都不能回家了？放心吧，凌渊阁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算我不出面，他们也能解决。
可是有一件事我还是想不明白。什么？拉着叶洛心的手走到床边。据你所说，那个印信原本是在你大哥手中的，可是为什么会落到流寇的手里的？这确实是个问题。一开始萧木也想不明白，不过听刘三说完那些事情后，萧木也有了个猜测。刘三今天说他知道那人不是真正的阁主后，曾经去找对方拼过命，不过最后输了。我猜测可能是在那场战斗中对方丢掉了印信，不过是与不是还要等萧景荣招供了之后才知道。那就希望他尽快露出马脚吧。见他再也没有别的问题，萧木又提起了刚才的话题。你不是说看到了一本好看的书，到底是什么书？说到这个，叶洛心暂时抛去了心中的担心，高兴地把书拿了过来，递给萧木看。就是这个？萧木接过书，翻到封皮，看到了书的名字：风流王爷俏王妃。原来是画本子啊！这本书中难道描述了什么之前没见到过的姿势？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呢！你脑子都装着什么呀？见萧木红了耳根，叶洛心便不打算继续为难他。他打开书，翻到中间的部分，指着其中的几个字给萧木看。你看，这里写的是什么？萧木定睛看去，叶洛心指着的几个字竟然是新月斋，我们店的名字。你再往下看看。萧木遵从叶洛心的意思，又沿着他刚刚指的地方往下看了2页。看着看着，他才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本书里所写的新月斋，不光是跟他们店的名字一样，就连所做的东西也是一模一样的。书中甚至还描写了他们新店开业时热闹非凡的场景，一些对话和细节跟当时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你忘记了，当天开业的时候，我们店里来了一位书生，他说要把我们的新月斋写到画本子里的。你说的那个书生姓吕。对，那个吕姓书生因为白得了一只鲁兔，说是要把新月斋写到画本子里，帮助我们宣传的。就是这个，我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想着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帮我宣传。没想到这半年过去，他还真把我们的店名写到了画本子里，而且还卖得这么好。我今天去买书，店里的小二极力向我推荐这一本，说是现在京城卖的最好的。吕秀才言而有信，我们不如借着这个东风，就在京城也开一家新月斋，怎么样？我正有此意，既然夫君也同意，那我明天就开始操办起来了。可惜我这几天要忙着那边的事，不能和夫人一起张罗。本来也不需要你，有舅舅在，找店铺、做门面这样的大事，就让他帮我处理就好了。到时候拉他一起经营，他肯定十分愿意。你和你舅舅的关系倒也十分融洽。舅舅就是个彻彻底底的生意人，你别看他现在有这么多的铺子，根本就不缺钱。可但凡他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生意，做起来比谁都积极，可能这就是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原因吧。生意无大小，只看怎么经营。看来这2日你跟舅舅在一起也学到了许多。那是自然，我活到老学到老，聪明着呢。对了，还有我们带来的那些兔子，外祖母很早就为他们找到了买主，你猜猜一共卖了多少钱？多少？1000多两。叶洛心伸出一根手指来，50只兔子，1000多两，合着一只兔子价值200多两银子，这简直是天价了。我已经让人送了信回去，让他们再送100只兔子过来。一方面开店要用，另一方面舅舅说要挑几只成色好的，找专人培养，养成的兔子能卖到更高的价格。好，萧木也十分高兴。虽然凌渊阁的财物够他们几辈子吃喝不愁，但是他更喜欢像夫人这样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银子。至于凌渊阁里的东西，只要天下太平，就一代一代传下去，能传到哪一代就看造化了。等叶洛心把心中盘算的想法都说完，萧木终于从怀中掏出了自己今天带出来的那一副珍珠头面。怎么买了这么贵的东西啊？喜欢吗？喜欢。叶洛心揽镜自照，左右歪了歪头，很是欢喜。娘子这份容貌真是令珠宝都黯然失色了。别胡说了。叶洛心不好意思地捶着萧木的胸口，萧木却趁机搂住他双手，将人带入怀中，好好欣赏了一番。外祖母，您这么早就起来了？叶洛心来到后院，看见老夫人正在院子里喂兔子。年纪大了，觉就越来越少，倒是你天气这么冷，也不多睡会儿。我也睡不着，想着早点过来陪外祖母说说话。好，外祖母若没什么想吃的，不如明天我给你做鳝鱼面吧，就是我婆婆做的那种，你以前很喜欢吃的。大冷天的就别忙活了，我是担心你外祖父什么都吃不下。唉，外祖母不用太过挂心，萧木不是说了吗？那惠州知府都已经拿下，朝廷也派了人过去，相信用不了几日，外祖父就能回来了。我明白，就是见不到他这个人，我心中总是放心不下。你外祖父这个人兢兢业业，为朝廷出了一辈子的力，总不能老了再把自己搭进去啊。我知道外祖母是太担心了，不如我们做点什么吧，做点外祖父喜欢却一直都没有的，作为他回来的庆祝礼。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难了。不过幸好老夫人心中有数，老夫人从小就是大家闺秀，年轻时琴棋书画在一众贵女中也算是出众的，可她唯独不擅长的就是刺绣，所以叶洛心说要做荷包，简直是戳了老夫人的痛点。我可不会做，做出来丑的要死，谁要看？外祖母，就是因为你不擅长，所以我才提议这个嘛。你想想，这么多年
年外祖父可曾收到你送的一个荷包了吗？没有的话，你突然送他一个，他会不会十分惊喜？那咱们就做一个，那必须做一个。叶洛心说着，就让秋月去自己的房间拿来了一张纯白的兔皮。普通的荷包叶洛心也不会，但是这种用兔皮缝制的，叶洛心却学会了一些。两个人弄得认真，完全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等到丫鬟过来喊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才做了1/4。怎么这么快就吃饭了？算了，我不吃了，你自己去吃吧。外祖母，您忘了吗？有一句古话叫慢工出细活，咱们不能一直弄这个，吃了饭还得去花园里转一圈，休息一下眼睛才行。您这个眼睛最近才刚刚恢复，这要是累坏了，外祖父回来肯定不会放过我，到时候遭罪的可就是我啦。老夫人听见孙女这又是撒娇又是嗔怪的，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行了，就你最会劝人了，那咱们就吃饭去。另外一边，萧木并没有去凌渊阁，而是坐在一个茶楼里喝茶。萧木独自一个人喝着茶，半晌之后，一个人就来到了茶楼之中。萧木像是早有准备，看见来人，大哥政务繁忙，怎么还有时间来喝茶？你昨天说凌渊阁的下人能够认出来人是谁，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出来指认？我看你昨天意有所指，你怀疑的人不会真的是我吧？大哥怎么会这么认为呢？我好像也没说那个人是谁吧？哼，昨天你说的那些话，只要不是傻的，都会怀疑到我身上。我做事向来不喜欢遮遮掩掩，既然你怀疑我，那从今天开始，只要不去办差，我就和你待在一处，任你随便盘问，如何？大哥，这又是何必？我们亲兄弟，只要你说没有，我自然会信的。萧景荣还想说什么，外面突然跑进来一个人，来人戴着面具，单膝朝着萧木跪下。主子，那个冒充阁主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抓到了？这么快？萧木有些意外，听见这话，萧景荣不由自主地放松了身形。他端起刚刚小二倒的茶，尽管茶已经有些凉了，他还是一饮而尽，然后看着萧木，怎么样？我就说不是我吧。我本来也没说是大哥，一直都是大哥误会了。不过既然大哥碰上了，那不如和我一起看看这个胆大包天的贼子到底是谁，把他带上来吧。是。没一会儿，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被推了出来，来人五短身材，面色黝黑，一副十分害怕的表情。大哥，你觉得这个人是吗？萧景荣想到了什么，立刻起身告辞。二弟，这个是你们凌渊阁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告辞。大哥，来都来了，你不坐下来看看热闹吗？还是不了，万一他说出什么东西了呢？大哥难道就不好奇？既然二弟盛情邀请，那我就不客气了。只是若是听到了不该听的，二弟可别灭我的口呀。见萧景荣又坐回来，萧木这才审问被抓的人。你是何人？谁给你的胆子，竟敢擅闯凌渊阁？阁主饶命，阁主饶命，我也是受人指使，实在不是我自己的意愿，还希望阁主看在我为人蠢笨，什么都没做成的份上，饶了我这条狗命。受人指使？受何人指使？听到萧木这个问题，萧景荣也立刻竖起了耳朵。我是受成王家大公子指使，是他让我去的凌渊阁。什么？萧景荣万万没想到，吃瓜竟然吃到了自己的头上，他立刻怒从中来，起身指责道：你好大的胆子，晴天白日竟敢栽赃陷害，血口喷人！我王我从来都是敢做敢当，既然我承认了，就绝对不会说谎，就是萧家大郎你指使我的。萧木听见这话，也将头转向萧景荣。大哥，这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说，我什么时候指派的你，又是为什么找上了你？大公子，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是我们两个不是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吗？昨天你突然找上我，说自己5年前去凌渊阁取了一点东西被发现了，需要我帮你处理，你还给了我1000两银子。你告诉我，凌渊阁有一个叫做刘三的，这次去就是为了找到他，找到之后要么去收买他，要么就杀掉他。萧景荣听见王五的话，冷汗顺着脸颊就流了下来。他昨天确实找到了人去做这件事，但是找的并不是眼前的这个矮胖子。萧木看见萧景荣不说话，像是确认了王五说的都是真的，于是拿起手边的佩剑。大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当年和你合作的那个人一眼就能够认出你，现在倒是好了，不需要他出面，你自己的人就已经把你给卖了。你胡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找的人也不是他。哦，那大哥找的人是谁呢？萧景荣看着萧木的笑容，忽然明白了什么，他退后2步，指着萧木道：你在诈我，你们两个是一伙的。萧木看了他一眼，却又将目光转向门外，把人带进来吧。很快又一个人被带了进来，被绑着的人第一时间看见的就是萧景荣。大公子，大哥，刚才只是个玩笑，这个才是你安排的人，他已经全都招认了。萧木，我本来想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和你井水不犯河水，既然阳关大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闯进来，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音刚落，萧景荣便将手指弯起，放在嘴上，吹出一个响亮的哨音。原来他在来之前早就安排了人手埋伏在左右。随着这声哨响，几道黑影破窗而入，站在了萧景荣的身后。在房间伺候的下人早就察觉到了不对，他想要
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可是没等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小二立刻被吓晕了过去。萧景荣立刻抽出腰间的佩剑，指向萧木。老天既然给了你一次重生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珍惜？既然在清河县住了那么久，为什么还要回来？本本分分的待在那里不好吗？当年的那场大火没有将你烧死，已经用掉了你这辈子所有的运气。今天你既然又撞到了我的手上，那没办法，算你倒霉，就让我送你去见你那早死的娘吧。不急，我有一事不明，想问清楚。怎么想做一个明白鬼？刚才听你的意思，当年那场火也是你的手笔，可是你才比我大2岁，当年你也不过是个孩子，怎么会有如此周密的计划？怎么你不信？只有你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孩子，因为你是这个家里的嫡子，不管得到什么你都觉得是应该的。父亲宠溺，祖父宠溺，就连凌渊阁这样的组织，祖父都直接传给了你。而我们呢，同样是父亲的孩子，就因为母亲的地位低，我们就活该什么都没有吗？不过没关系，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靠别人，没有的东西我可以自己去争取。你看，只要你死了，我的地位不就提升了吗？现在家产是我的，将来的爵位也是我的，而你不光什么都没有了，还要因为你的莽撞带着一腔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对了，听说你的夫人也很漂亮，我倒是不介意将来帮你照顾你的遗孀，给她一个侍妾的位置，保证她吃穿不愁，让她为我开枝散叶。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死到临头你还在想着有翻身的机会吗？萧景荣握紧了手中的剑，谁知道萧木却对着他轻轻地笑了笑。看见这个笑容后，萧景荣不再迟疑，立刻朝后挥手：给我上，我不要活口，只要死的。说着他退后半步，打算躲在暗卫身后观战。可意外的是，他退后这半步却正好撞在了一个宽厚的胸膛上。他用了用力，那个人也十分没眼力劲儿的没有挪开身子。萧景荣怒极回头：怎么办事的？活得不耐烦了，你是谁？萧景荣意识到了大事不好，他是我的人。大哥是在找你带来的那31个人吗？他们现在都睡着了，为了方便看管，我的手下已经将他们全部挪到了隔壁的包间里。大哥要去看看吗？萧景荣一听脸色都白了，萧木是什么意思？难道自己的人全都抓起来了？萧木挥剑指向萧景荣：大哥是乖乖的伸手让我绑呢，还是想要挣扎一下，被我打趴下以后再绑？萧景荣闻言立刻挥剑向前，嘴里发出啊的声音，对着萧木的脖颈就砍了过来。萧木没有还手，侧身错过，另外一个身影立刻从旁边迎了上来。他戴着面具，手中拿着的是软剑，只2招就将自己的剑身缠到了萧景荣的剑上。萧景荣察觉到不对，立刻用内力弹开他的软剑，两人缠斗在一起，一时间难分高下。7、8个回合后，蒙面人忽然跳出圈外，对着萧木道：阁主可以确认，这个人就是当年到凌渊阁拿走宝物的人。萧景荣这才想起，为什么刚才觉得这个人的招式这么熟悉，原来是凌渊阁的刘三。他是通过和自己动手才确认了自己的身份。我和你拼了！他飞身向前，直指萧木，完全没有留神斜刺里冲过来的人。那人借着他的力量，一脚踢到他的膝弯之上，只听咔嚓一声，腿骨断裂的声音在房内响起，随之而来的就是萧景荣的惨叫。把他捆起来！下人们立刻上前将萧景荣捆了个结实。这些人要怎么处置？要不要我带去凌渊阁？不必，我心中自有打算。别的下人倒是好说，可是萧景荣是成王的大儿子，是户部的官员，当然不能这么轻易的就处置掉。萧木打算先带他回王府，让成王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正打算走，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来报：成王驾到！成王脚步匆忙，进到房间后，看见屋子里的场面，立刻就变了脸色。木儿，你这不是胡闹吗？你总把你大哥打成这个样子！萧景荣跪在地上，因为嘴被堵上了，根本说不出话来。木儿，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兄弟2个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王爷，萧木上前一步，抱拳道：不是都叫父亲了吗？怎么又改回去了？父亲。木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儿子已经确认，大哥就是当年那个从我凌渊阁盗走了财物的人。果真？成王大吃一惊。是的。萧木点头，然后朝着刘三使了个眼色。刘三赶紧上前，跪在王爷面前说道：回王爷，小的可以证实，大公子确实是当年从凌渊阁盗走宝物的人。当年那个和他合作的人就是我。你？确实是我。当年大公子和我约好，只要我给他帮忙，他便找到神医治好我儿子的病。结果他言而无信，财物到手之后，神医却迟迟没有找到。我儿死得可怜，我与大公子有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认错人的。他说的可是真的？成王指着萧景荣，手都在抖。萧景荣挣扎着摇头，不肯承认。父亲，除了这件事，大哥刚才还承认了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大哥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东西需要靠自己去争取，所以当年我院子里的火是他放的。成王指着萧景荣，好似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从何问起。木儿，父亲知道你心中有恨，你大哥做了这些事，你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可是木儿，为父我活到这把年纪，就这一个儿子能够在朝堂上有所建树，那些老臣们对他也都是赞赏有加。你让我把他带回去，回去之后我一定对他严加审问，若他真的做了那些事，我一定重重的罚他。但是家丑不可外扬，你就饶了他这一次，不要把他送官了，好不好？王爷，你也是朝廷重臣，难道不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这样里外不分，包庇一个罪犯，可对得起你自己的身份？你难道就一点不顾及我们的亲情吗？你以为你最看重的儿子只是犯下了这些罪行吗？就算是我想放过他，恐怕有人也不会放过他的。谁？还有谁不会放过他？这些事情只要你点头，我肯定能处理得让你满意。一直跪在地上的萧景荣听见父亲这样护着自己，他眼中流出了感动的泪水。我不会放过他。就在萧景荣以为事情有了转圜余地的时候，外面又走进来一个人。定安侯，成王。定安侯朝着王爷拱了拱手，成王接旨。成王立刻屈膝跪地，萧穆以及周围其他人也都跟着跪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成王之子萧景荣在任职礼部侍郎期间，勾连多地地方官员，结党营私，暗箱操作，扰乱科举考试制度，致我朝大量人才流失。杜崇小人却得以在朝中担任重要官职。今有定安侯已将事实查明，特命成王将其长子萧景荣捉拿归案。钦此。成王在听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双腿发软，等到侯爷全部念完，他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王爷接旨。臣接旨。待侯爷将圣旨放在他手上之后，王爷立刻站了起来。老苏，这是怎么回事？景荣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你是不是查错了？哎呦，老萧，你给我放手！你这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成王缓了缓神，却还是不肯放手。他抓着侯爷的袖子，是不是他们户部尚书有问题，把罪责都推到了景荣的身上？我从小看着他长大，他做事从来都是温和有礼，举止有度，怎么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温和有礼，举止有度，你确定说的是萧景荣？老萧，不是我说你，你只是老了，又不是瞎了，连他这点伎俩都看不出来。萧穆的事情我都听我孙女和我说过了。定安侯与成王走到了一处人少的地方。方才你说的话我也听到了一点，怎么为了保全你的大儿子，就想让二儿子忍着委屈？我告诉你，现在他不光是你的儿子，也是我孙女婿。你肯让你的儿子受委屈，我不能让我的孙女婿受委屈。我并不是想让他受委屈，只是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觉得其中或许会有别的内情，所以还想回去查一下。这么多年没查清，那是你自己没本事，犯人就在你眼皮子底下，你却一日一日纵容他到今天。景荣他真的犯了那么大的错？你以为呢？那惠州知府为何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干涉科举？若是他上面没人，他怎么敢把一些草包送上去的？那不是一下子就露馅了吗？是惠州的那个宋什么昭了？宋磊？不是他，他还算是个硬骨头，虽然对他动了刑，但是他半个字都没说。那你是怎么查到的？这件事说起来也要谢谢你家老二，那个宋磊不是一直不肯招供吗？我本来想着时日一到就把他押回京城，由大理寺慢慢的审，就不信撬不开他这张嘴。不过好在我突然想到，当初在青山村的时候，萧家曾经提过，他们小儿子的老师一位姓周的教书先生，当年也是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我于是派人到了均州，一番查访之后，当天晚上就派人偷偷的将均州知府拿下。一番连唬带吓，他不仅招认了自己的事，就连他上面的人是谁，一直是和谁联络的，这些事情全都招认了。这其中不仅牵扯到了宋磊，也跑不了萧景荣和他上面那个。就这么招认了？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越有钱的人越怕死。他们在那些百姓面前可能作威作福惯了，但是真正遇到硬茬子，遇到能要他们性命的人，立刻就变成了怂包一个。那个宋磊呢？宋磊和他们又不一样，宋磊自己杀人成性，岂是那些文弱的读书人能比的？不过他不承认也没有用，我已经将所有的证人证词上奏给皇上，皇上下令捉拿礼部尚书和你儿子归案。皇上既然下旨让你亲自抓捕，就是给你一个机会。现在皇上怀疑你也参与其中，这个中的事情我只能给你说到这儿，其余的你自己和皇帝解释吧。成王听了侯爷的话，也知道这件事情是8、9不离10了。不过你也算运气好的，一个儿子不争气，另外一个儿子却又给你争了大气。此次捉拿宋磊归案，萧穆是立了
大功的，况且他救了朝廷命官，也就是我。皇帝一直等我回来，要给他赏赐呢。所以，就算是你的长子将你拉下水，到底还有这个老二能够将你拉回来，顶多就是来个功过相抵，你也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一关了。两人说完之后，又一前一后回到了刚才的茶房之中，把大公子带走，送到大理寺。是，不可以，不可以！萧景荣被押送到大理寺，成王跟随一同前往，萧木则跟着侯爷回了家。侯爷，您是一回京就来抓人了吗？是啊，多谢侯爷关心。哎，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你当初在惠州冒险救我，现在我及时出手帮你，这不是应该的吗？不过我看你好像也不用我帮，自己处理的都挺好。好在凌渊阁这边有人手，所以不至于处于被动。凌渊阁阁主，你小子可真能隐藏身份呢！这么多年过去，你竟然放着王爷嫡子和凌渊阁阁主的身份不要，只蛰伏在青山村那么一个小地方，这种韧性，我一个老头子都自愧不如。侯爷过奖了，这哪里是任性，我不过是不想回来面对京中的人和事而已。侯爷闻言不再言语，只是慢慢的点了点头。我知你难处，当年你父亲和母亲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既然你不愿面对你的父亲，那么以后你就住在侯府，省得回去看老萧的那张臭脸。多谢侯爷收留。两人回到家中之时，老夫人和叶洛心早就得到了消息，正在院子里焦急的等候。看见他们进来，两人立刻高兴的迎了上去。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事情全都解决了吗？萧木点了点头，叶洛心如释重负，握着他的手轻轻的笑了笑。另外一边的画风却有些不一样。你还知道回来？这都多少日子了，连个报平安的家书都不会写吗？侯爷连忙握住老夫人的手。夫人慢着些，我这盔甲这么硬，夫人小心手疼。哼，少给我弄这些虚的。你说说你都和我保证过多少次了，说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朝堂上的事情自己一定会少伸手，让那些年轻人去做。可是现在怎么样？这次差点把老命都搭上了，要不是孙女婿去救你，你现在头七的纸都烧完了。夫人夸张了，夸张了，哪有那么久，顶多是3期。哼，老夫人一扭头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叶洛心和萧木见了不由相视一笑，也回了自己的房间之中。正房内，侯爷还在苦口婆心地哄着老夫人，一边承认自己有错误，一边脱下盔甲来让夫人检查他的身体。你看看哪里都好好的，一点也没受伤。这次虽说是惊险了一点，但是好在有惊无险，而且通过这件事，咱们的孙女婿也立了大功，这不也是好事吗？皇帝还要择日封赏他呢。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孙女婿那么优秀，早晚都会得到这个封赏。再说了，被皇帝器重有什么好的？一辈子给他卖命也没见得有多大的好处，还不如两个人潇潇洒洒的在民间过日子，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知道多开心。哎呦喂，夫人慎言，你这个想法自己心里想想就行了，可不能到处乱说。哼，我就知道咱们两个永远都想不到一处去。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先不说别的，就说咱们的儿子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逼着他入仕了？他说做生意就做生意，他说不成家就不成家，这还不都是因为尊重夫人的意思？哼，别说是尊重我的意见，你之所以这样，还不都是因为咱们的女儿出了事？若是她不出那事，恐怕你到现在也是死脑筋。这件事咱们不提了，不提了。夫人，你消消气。侯爷说着要给老夫人倒茶，忽然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荷包。这个荷包，侯爷把荷包拿起来看，样子很特别呀。少动我做的东西。这是夫人做的？这荷包看起来并不像女子能戴的，难道夫人是给我做的？说着，他把荷包往自己的腰间比划了一下。很合适。谁说是给你做的了？你少自作多情。那就当我向夫人求个人情，就把这个送给我吧。我第一次做荷包做的太粗糙了，你若是想要，我回头再给你做一个。怎么不够好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夫人不必费神重新做了，我就带着这个。说着，他把荷包拴在了腰间。你看多合适！你这个老顽固，我这就去给别人看看，让大家评评理，看看到底合不合适。说着，侯爷倒退着走出了院子。老夫人知道侯爷的性子，一旦强起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想带你就带，就是别人问起来，千万别说是我做的，我可丢不起那个人。知道了。走到门口，恰巧遇到管家来给老夫人送账本。侯爷，您这是要往哪儿去？需要我叫人备车吗？不用，我就是随便走走。说着，他还故意走到管家身边，故意抻了抻腰。侯爷连日舟车劳顿，还是要好好休息才行。我不累，就我这身子骨，这点路途算什么？说着，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腰间。这次管家就是再迟钝也注意到了，这个荷包很是好看，一定是夫人前几日给您做的那个吧？怎么，你看到他给我做荷包了？哎，夫人虽然心思机敏，但是于绣工上却并不擅长。没想到这个岁数了，还要操劳亲手为我做荷包。是啊，这都是夫人对侯爷的一番心意，谁说不是呢？我们两个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夫人对我的关心却是有增无减。是，想不到夫人的手艺还是这么好，还是我们侯爷有福气。行了，你去忙吧。说完，侯爷又继续向外面走去。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光是给下人们看。他想，他得去让那些同僚们好好看看。刚走到街上，迎面走来了御史家的李大人。李大人，侯爷，
简单寒暄几句之后，李御史始终没有注意到他腰间的荷包。御史大人，可发现我今日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他赶紧上下打量侯爷。侯爷今天穿的官服之前也见过，相貌上也没什么改变，到底是有什么不同？见他答不上来，侯爷失望的点了点自己腰间的荷包。这个御史觉得怎么样？这个呀。李御史擦了擦自己额角的汗，这个荷包很是特别。这是我夫人亲手给我做的。好像谁的不是夫人亲手做的一样。以前大家都说侯爷从来不肯佩戴荷包，就连香囊都没有，腰间佩戴的只有常见的几块玉石。那么今日看来，以前他不戴是因为夫人没给他做呀。想明白了这其中的关窍，李御史豁然开朗。侯夫人果然手艺精湛，连荷包也很衬侯爷的气质啊。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侯爷立刻笑着说道：哪里，过奖过奖。说完，两人彼此别过。在那之后，侯爷又见到了户部的王大人、刑部的赵大人。人家问他侯爷吃饭了吗，他就回一句：这荷包啊，我家夫人给做的。别人再问侯爷这些日子辛苦了，你这可是办了好大一个案子呢，他就回一句：我夫人非要让我带着这个荷包，我说不带，他都不肯。很快，京中很多人都知道侯爷的夫人给他做了一个纯白色的兔毛荷包，侯爷很是喜欢。侯爷在京中转了小半圈，眼瞅着天都黑下来了，这才打算往回走。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从大理寺回来的成王。大理寺怎么说？成王正在思考着什么，听见他的声音还吓了一跳。押后再审，其余的什么都没说。你也不要太过忧心了，反正你儿子多，少了这个还有3个。人呢，总是得认清现实，不要太执迷不悟了。老苏，你这是来安慰我的，还是来给我添堵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当然是来安慰你的，不管你信不信。要我说，费尽心思养了个白眼狼，你知道的越多，可能就越伤心，不如及时认清现实的好。早知道这样，我宁愿他像老3和老5那样碌碌无为，倒是也省得我老了还要受这份折辱。人生在世，总要经历起起伏伏，你也想开一些，只能如此。成王收回望向远处的目光，不经意间看见侯爷腰间的荷包。你这个荷包这么显眼，戴着是不是太过突兀了些？这个荷包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这可是夫人亲手做的。原本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但是女人嘛，你也知道的，总是喜欢在这些小事情上花心思。你说她想送礼就送礼，这么一把年纪了，我还能挑这个礼不成？可她偏要自己动手做。这份心意呀，可真是难得。成王本来也不指望侯爷能安慰自己，可是他竟然在自己面前秀起恩爱来了，不能忍，真的不能忍。老苏，我有些头疼，就先回去了。头疼？是不是被气着了？你身上带着药没？我这有头痛散，你先吃着。侯爷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从瓷瓶里倒出一颗黑色的药丸。见老友如此恳切，王爷不好意思，便将药丸放入口中。下一刻，就见侯爷将小瓷瓶塞到了荷包里。太好了，有了这个荷包，以后身上的小东西都有地方放了，再也不用身上到处塞了。怎么样，老肖？要不你也让你家夫人给你做一个吧？不必了，不方便啊。对了，我忘记你家里没人给你做这个，那要不然我让我家丫鬟做一个给你。这荷包毕竟是贴身之物，我家夫人送你就不合适了。我说不用了，你明知道我心里发堵，还拿这种小事来烦我。一个破荷包而已，我家里有几百个，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大半辈子都没带过荷包？说完，王爷头也不回的离开。定安侯没想到成王突然发火，见他离去的背影，悄悄骂道：好心当成驴肝肺。侯爷哼着小曲儿回到家，发现家里人都在等着他。你们都在等我啊？这个家里是放不下你了是吗？刚到家就到处走，这不是出去随便逛逛吗？你们怎么都聚在这里？还不是因为等你。秋柏让我们今天去他的汇银庄里吃，说他那边又添了新的菜色。不去，出去折腾干嘛？要我说，外面再好的山珍海味，也不如家里的粗茶淡饭来的香。我好不容易回来，咱们就在家吃。出去吃。好，出去吃。我们也好久都没去过他店里了，去尝尝汇银庄的新菜，看看秋柏又整了什么新花样。闻言，萧木和叶洛心又相视一笑。这种夫妻相处方式，他们太熟了。之前在青山村的时候，萧长河和徐正香就是这样的。这荷花还开着呢，浪费了这么多钱，就为了养这几株花，也亏你想得出来。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你喜欢兵器，喜欢这天下最锋利的剑，不是也会费尽心机得到吗？我不过是爱好与你不同，但是初心都是一样的，不过是为了心爱之物，舍得一掷千金罢了。我那宝剑可以杀敌，你这花有什么用？不能吃不能喝的。秋柏喜欢，又没让你花一分力气，一文钱你管这么多？侯爷本来还想说什么，听见老夫人这么说，他立刻闭了嘴。既然大家都来齐了，那我就让厨房
方上菜了。说着，苏秋柏对站在门口的小二点了点头，小二会意，立刻走了。看着一桌子的菜肴，侯爷又忍不住说道：够了够了，我们几个人吃不了多少，还有2道青菜也就上齐了。果然，小二又端上一道白灼菜心和一道虾仁酿黄瓜后，就退出去，关上了门。客房的门一关，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外面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了。这里的隔音很好。确实，这里修建的时候，我特意让匠人们加厚了墙壁，就算是把耳朵贴在墙上，也听不见隔壁在说什么。这样一来，到我这里吃饭的人就不用担心隔墙有耳了。听到这里，叶洛心赞赏的点了点头。想不到舅舅真的把我做的卤兔放到了酒楼的菜单上，我这道菜和酒楼里其他的菜比起来，倒是显得有些粗鄙了。哪里，菜肴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味。我尝过了，你的这个卤兔鲜香适口，味有回甘，光从味道上来讲是完全符合我们店里的要求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需要在摆盘上下些功夫就可以了。那就多谢舅舅了。我也和后厨说过了，我们做的时候不会只局限于兔子，其余的像山鸡、狍子、狼肉都会尝试这种做法，所以我们店里只是从你那里拿调料，不会惯用你原来的名字。行，叶洛心点头同意。好了好了，既然菜都上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敬外祖父，恭喜您得胜归来。好好好。侯爷也高兴地举起酒杯，这么看起来还是自己孙女和孙女婿更乖巧，不像夫人和儿子总是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你们2个现在在京城也有事情做，这店里做卤味的事情，洛心也能帮帮手。要我看，你们就别走了，就住在侯府，你们看怎么样？叶洛心和萧木对视一眼，都没有开口。侯爷看出2人不同意，问道：你们不喜欢住在侯府，也是年轻人嘛，都喜欢自由一点的，那就让你们外祖母给你们在外面买一套宅子，挑一处你们自己喜欢的，怎么样？叶洛心和萧木还是没有说话。大喜的日子，他们不想扫侯爷的兴，也不想违心说自己会留下来。吃饭吃饭，说这些没有影的事儿，离不离开的还早着呢。好好好，快吃菜。你舅舅啊，别的不行，但是研究这些菜式还是很在行的。对，你们尝尝这个鱼翅，是我让人从东海那边运过来的。这道菜只有冬天才能吃到，夏天天气太热，运到这边食材就坏了，唯有天气冷下来，京中的人才能有这个口福。一桌人都默不作声地吃起菜来。酒足饭饱之后，刚才没答应外祖父，是因为我和萧木商量过了，并不打算在京城定居。你们……侯爷和老夫人眼中都闪过失望。不过也不是回清河县就不回来了，我们是想着以后京城这边的生意也要做，家里那边也不放下，所以打算2头跑。这样啊？2位老人都松了口气。2个孩子毕竟在清河县长大，对那边的亲人有感情也是情理之中，只要他们愿意回来就好。可是这样跑来跑去，你们会很辛苦啊。不辛苦，我们不做那种日夜兼程赶路的商人，一路走来吃吃玩玩，再到邻近的几个城府逛逛，就当是散心了。那你们每次来可得多住上一些时日啊。那是自然，外祖母能不能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间给我们留着，每次回来我们都在家里住？怎么不行呢？你们尽管放心，西边那2间屋子以后谁都不许去，就给你们留着了。不过想了想，侯爷又说道：你们每次是不是也回成王府住上2天？萧木的父亲他……外祖父请放心，父亲那边的事情我会处理，至于洛心就让他多陪陪你们。那你们这次还会多住些日子吧？还会住些日子，等见好我母亲和师傅，我和洛心再走。闻言，侯爷和老夫人都吓了一跳。你母亲不是没了吗？世人皆以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但其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她尚在人间。从王府出去后，她一直在山中养病，也就是今年身体才好了一点。侯爷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爹知道吗？他知道你娘还活在这个世上吗？他们这些人只要是和成王熟识的，都知道成王对这位夫人的感情。若是他知道夫人并没有故去，不定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父亲他还不知道，也请外祖父暂时不要告诉他。若是母亲同意与他见面，再告诉他也不迟。对，人家要是不想见的话，可千万不要勉强。都这么多年了，该放下就放下，演那个深情给谁看呢？这怎么能说是演的呢？我看老萧他挺真的，当年的事情他多伤心。狗屁，就他还有真情。当时他夫人还在的时候，他就左一房右一房的娶回家。就这种男人，你跟别人说他就喜欢大夫人，谁能信啊？他们2个当年不是情况特殊吗？2个人之间有误会，成王当初娶他夫人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只是他夫人看不清。你又跟我犟这件事，我不管他是赌气还是委屈，娶了几房小妾，又生了几个儿子，难道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别人还能逼他娶亲，还能逼他过夜不成？夫人，孩子都在呢，你这是说什么话？反正你别做那烂好人，让成王那个家伙又缠上他夫人。当初要不是看他夫人人品好，我也不会同意洛心的这门亲事。要是他儿子和他一个德行，我肯定让孙女回家来住。萧木在一旁听着，觉得话音不对，怎么说着说着说到自己头上来了？无妄之灾呀！外祖母，我好孩子，外祖母没想说你，你比你父亲强
忙了，不是一星半点。好了，这毕竟是萧家的家事，我们没必要因为别人的家事伤了自己家的和气。小木，你去见母亲，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说。好，谢谢舅舅。第二天，萧木和叶洛心去街上买了4样水果，便奔着南山的昭月庵而来。叶洛心和萧木到的时候，给他们开门的是2个不到1米高的小姑娘。我家主子今日身体不适，不想见客，请问2位是有什么事吗？我们不会打扰太久，只是过来说几句话就走，麻烦你们给通传一下。那你们是谁？我们是你家主子的故人，后面这个是你家主子一直想见的人，你们给通传一下，他肯定会见的。好，你们在这里等着。没多一会儿，其中一个小姑娘欢快地跑出来，主人请2位客人进屋说话。2人便跟在小姑娘的身后走进了房间。小女孩钻到屏风之后，没多一会儿，从屏风后面浮出一个美人。说是美人，真的一点儿也不夸张。虽然岁月已经在她的脸上刻下了痕迹，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仪态端庄，气质在出尘，再加上有几分病气，更是我见犹怜。